不好了，大小姐投湖自杀了！将军府花园的湖边，叶希堂穿着华丽精致的喜服，浑身湿漉漉地躺在地上。一名月白色长裙的女子快速奔过去蹲下。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要不是我感染风寒意志不好，就不用你替我嫁去翼王府，害得你，我原本没了气息的人竟突然站了起来。风寒不好，无非是你不想嫁去翼王府冲洗，装什么？整个人光芒四射，傲视天下。可惜的是，白皙的右脸颊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，绝色倾城的美人儿变成了丑女。明珠，傅氏这时担忧地朝白衣女子奔去，叶锦川、叶晨北、叶于白纷纷围了上去，一个个温柔地轻声哄着。6年前祖父死后，太子跟他退婚，他成了叶家的扫把星，被他们赶去了偏僻的岭北，从此不闻不问。直到半个多月前，他们派人将他接回将军府，让他替叶明珠嫁给昏迷不醒的翼王冲喜。今天是成亲的日子，他没想投湖自尽，是有人推了他。叶家巴不得他替嫁，所以不是他们要杀他，那是谁呢？我们好心让你去当翼王妃，你投湖就算了，还打明珠，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混账！让你去岭北，你去未婚生子，现在还能嫁进翼王府，是你的福气。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，赶紧给明珠道歉。哼，你该不会还妄想哪个世家公子娶你？你也不想想自己现在是残花败柳啊！翼王要是死了，我得陪葬，这是福气。这次落水，他恢复了华夏的记忆，终于醒悟。你不会趁他还在赶紧生个孩子，反正你又不是没生过。记得把我的孩子平平安安送到我面前，否则别怪我发疯。叶希堂一把抓起了叶明珠的手，将那枚精致的手镯强行摘了下来。这枚手镯是他的，他可不是普通手镯，而是他在华夏的医疗空间。姐姐，你以前他从来不会这样，今天怎么了？你这种白眼狼不配。6年前祖父的死肯定没那么简单，我必须查清楚。祖父，我绝不会让您冤死。翼王府，喜婆将他送到门口就走了，应该不会有拜堂仪式，毕竟翼王已经昏迷不醒很久。男人安静地躺在床上，如雕刻般的脸，英俊又冷硬。把脉过后，他从医疗空间里拿出了一颗解毒丹，为他服下。叶墨眼中的剧毒猛地睁开了眼睛。你给本王吃了什么？解毒丹。你为什么穿着喜服在这里？江太妃找人给你冲洗，叶明珠不愿意，叶家便将我从岭北接回来替嫁。翼王应该很清楚自己的病，如果是以前，贵女们肯定会抢着嫁，现在可没人愿意来冲洗。他是东玄国鼎鼎有名的战神，先皇最宠爱的小儿子。你不是人？病成了这样，嘴巴还是那么的毒。别说自己是被逼的，你来翼王府有什么目的？我想回来京城，只能嫁给你。你就不怕本王将你赶出去？我刚刚为你吃了解毒丹，如果我能帮你解毒，你不会将我赶走。翼王一直抓着我的手，是对我有意思。王妃，姜太妃来了，皇上和皇后也来了，请你过去一趟。凌风冷淡的声音，这么大的阵仗，不过他也不担心。王爷醒了，我跟他一起去。太妃娘娘真厉害，一安排冲洗，主子就醒了。他得赶紧去前院禀报这个好消息。如果你想让我留下来，就跟我一起出去。你要是想留下来，就扶本王出去。皇上赐婚的不是武小姐吗？叶希堂，太子殿下不要你，你竟然冒充叶明珠嫁进翼王府，真是不要脸！天哪，为了当翼王妃，他竟做出这种事。就算翼王病重，他这个丑八怪也配不上。觉得我配不上？你怎么不来翼王府冲洗？无非是怕翼王死了，你得陪葬。翼王殿下，你快离他远一点，他是扫把星，害死了他的祖父啊！你亲眼看到了，要是没看到，就闭上你的臭嘴。你打我！王爷，造谣污蔑毁坏他人的名声，该不该打？裴少卿，散播谣言诽谤是什么罪？回翼王，根据东玄国的律法规定，造谣言重者应当斩首。翼王，小女是被京中的流言影响，她不是那个意思。楚丞相连忙出声解释，然后朝楚瑶使了使眼色。翼王，臣女不该乱说话，以后不会了。你了？谢谢王爷，臣妾很满意。父王，父王。叶希堂看着2个小奶娃，心头莫名一软。2人都只是戴着面具，让人看不清容貌，
只能看到亮晶晶的大眼睛跟粉嘟嘟的小嘴巴。他又想到了千与千寻，又想到5年前生孩子时夭折的那2个孩子，如果他们还在，也是这么大。父王，你没事了吧？恒恒抬头，父王，你要是会抛下我跟哥哥，那在走之前先给我们找好娘亲哦。小郡主真可爱。小郡主，她是你父王要娶的王妃，是你以后的娘亲。我不要，她长得不好看。洛洛小表情也是十分的苦恼。这么小也是颜控吗？莫言，母妃。江太妃冲上前，一把抱住了儿子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要是走了，是想让我当爹又当娘，给你养孩子吗？你快回去躺着，不用理会前来祝贺的人。儿臣没事。真没事。母妃，王爷他暂时不会有事。母妃，叶明珠不长这样吧？来了来了，怎么大家都围在这里？臣弟见过皇上。皇帝，你醒来的真是太好，看来你母妃帮你冲喜是对的。新娘呢？明德帝笑容满面地说道。皇上，臣有罪。叶静江急忙走出去。什么罪啊？皇上赐婚的是臣的小女儿，但她感染风寒一直没好，臣怕影响翼王，便让大女儿替嫁，臣该死。放肆！你竟敢换给翼王冲喜！臣知罪，臣怕小女儿的风寒冲撞翼王，才会自作主张。太妃，你看，你一来，莫言就醒了，说明你是他的福星。谢谢母妃。皇上，既然已成定局，哀家觉得叶家4姑娘也可以。太妃觉得行就行。那叶将军这边，叶将军，要不要哀家派人去看看你的小女儿，免得病情严重导致身亡就不好了。多谢太妃娘娘关心，臣已经请了大夫，再给她治疗。哀家很喜欢你，以后跟莫言好好过日子，哀家不会亏待你的。儿媳听母妃的。太妃，你找将军府5姑娘冲喜，是算好生辰八字的，突然换人，会不会相冲啊？皇后担忧地说道，眼底满是厌恶。太妃娘娘，臣女听闻冲喜得八字相合，否则会大凶啊。王爷今天会醒，是因为我给他吃了一颗解毒丹。你会治病？我懂些医术。母妃，确实是他给儿臣吃了颗解毒丹，儿臣才会醒。啊，他这么厉害吗？好纠结哦。王爷，就算你今天没有吃解毒丹，这些天你也会醒。温姨，温玉言蹲下身抱了抱他们。民女见过皇上皇后、太妃娘娘、翼王殿下。温姑娘，你可是有了帮翼王解毒的办法。回皇上，民女确实带了新的解毒丹回来，是民女师父炼制的，能帮翼王解毒。师父说翼王的毒太复杂，是几种剧毒混合在一起，短时间内解不了。那你带回来的解毒丹可以帮翼王暂时压制毒发。能暂时压制毒性也好，至少不会昏迷不醒。翼王这边还得继续麻烦你师父和你了。是民女跟师父应该的。你看看，王爷，他说他懂医，让他看看。他用最快的速度带着解毒丹回来，就是想阻止他娶妻。毕竟他等了他这么多年。这确实是解毒丹，但没有我的解毒丹好。哼，叶希堂，你知道温姑娘的师父是谁吗？是药王谷的谷主诸葛神医。不管他的师父是谁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不知道叶姑娘师承哪家？知道药王谷吗？我是自学的医术，听说过药王谷，大陆上数1数2教医术的地方。叶姑娘自学医术，竟然这么厉害，我很佩服。有机会一定让师父见见你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等师父来了，一定要你好看。温姑娘，她都瞧不起你师父，你竟然还夸她，我看她就是胡说八道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或许叶姑娘确实有本事。太妃，既然翼王暂时没事，不如让他们拜堂成亲吧。本王累了。你是不是不舒服？快，赶紧回去休息。王爷刚醒，还是要好好休息。有什么话我们可以明天再说。你们找我有事？你肯定是骗子。诸葛爷爷的医术很厉害，你竟然说他的药不如你的。你们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叶景恒，妹妹叫叶景洛。很好听的名字，我会治好你们的父王。话谁都会说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忽悠我们？虽然父王让你留下来，万一他这次判断失误，我和妹妹还是得防着你。既然你们不相信我，不如每天跟着我，这样我就没法做坏事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不准离开我们的视线。我现在要回自己的院子睡觉，你们要来吗？梁小芝慢吞吞地跟了上去。主子，你派人去岭北好好查查叶希堂，本王要知道他这6年的所有事。是。
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翌日，你们这么早？你昨晚有没有趁着我们睡着去做坏事？就算我们没看着你，王府的暗卫也会盯着你的。没错，王府的暗卫很厉害的。王妃，你醒了吗？太妃娘娘已经在前厅了。婢女红豆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皇祖母啊！糖糖，快过来这里坐。看来你们相处得很好。母妃，恒恒洛洛很乖，我很喜欢他们。昨晚我们住在一个房间。你们以后可得听糖糖的话，不准调皮捣蛋。母妃，小孩子调皮很正常，你别帮他们说话。他们要是犯错，你该教育就教育，千万别惯着他们。母妃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？而且我不是你挑选冲喜的人。凡事发生必有因果。昨天你来，莫言就醒，这么巧就是缘分。哀家已经让人送你的生辰八字去了福源寺。如我们打个赌，我赌你们八字相合。要是不相合呢？不可能，你们的生辰八字绝对相合。你就乖乖的当莫言的媳妇儿吧。父王，温玉言也在，他知道他对莫言的心思。上次他的生辰八字，他自然也送了。结果智空大师在他的生辰八字下面写了一个大凶，吓得他哟，本来还想着撮合他们，看来他得让温玉言放下，否则他待在王府，儿子跟儿媳妇怎么培养感情啊？你们今天这么早？想父王，所以早点起来。是吗？那你怎么在这里，而不是在父王的院子里？我跟妹妹在监视他。小世子，小郡主，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。她现在是你父王的王妃，我还没接受她。我们是想考验一下她。胡闹，不准再擅自行动。至于她是不是你们未来的娘亲，我自会判断。你竟然为了她凶我们，难怪外面都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。哼！父王讨厌，王爷，你应该对他们温柔一些。本王不是温柔的人。王爷，你来了。见过太妃。你昨天赶路到京城，今早怎么不多多休息一会儿？我担心王爷，早上过去帮他把了下脉，脉象目前没有什么明显异常。你有心了，都快坐下。恒恒洛洛怎么走了？不用管他们，母妃。叶莫言眼见他越说越过，我们已经是夫妻，我跟糖糖多说些你的事，怎么了？还没拜堂，不算。那你让他留在王府是什么意思？解毒。解毒不是有诸葛神医跟温姑娘，难不成他们以前有什么纠缠？他说他有办法解毒，儿臣看在叶老将军的份上，给他一个机会。王爷信任我，我定会尽全力。等王爷解毒后，我们就分道扬镳。好。果然，王爷对叶希堂没有任何的意思。娘娘，这是福源寺那边刚刚派人送过来的。他就说他们相配。智空大师给你们合了生辰八字，天作之合。看来一切都是天注定的，你们给哀家老老实实的，别想有的没的。以后叶希堂就是他的儿媳妇，他认定了。叶莫言真是无语。王爷放心，太妃那边我会配合你演出哄哄她，像之前说的那样，等你解毒，我们就分道扬镳。所以你进翼王府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保证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，至于我的目的，跟王爷无关。跟本王无关。要知道你现在可是挂着翼王妃的名头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着翼王府。果然是带着目的回来京城的。我不会做损害翼王府名声的事，要是不小心做了，我自己承担，不会连累王爷。你自己怎么承担？这是我的事，王爷这么关心做什么？是在担心我？笑得真丑。昨晚他检查过脸上的胎记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，并不是被人下毒导致。他有医疗空间，想要清掉只是时间问题。父王果然不爱我们了，这么久都不派人出来找我们，坏人！我们果然失宠了。皇祖母跟父皇为什么对他好呀？哥哥快看，他一个人出来了，我们偷偷跟上去看看。好。将军府，明珠，今天感觉好些了吗？脸还疼不疼啊？孽女，对自己妹妹下手那么重。娘亲，我没事，不知道姐姐在翼王府怎么样了。虽然说昨天江太妃接受了她，你关心她做什么？她昨天做的那么过分，真是白生她了。娘亲，你不能这样说姐姐，说让她替嫁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她打我是应该的。他总感觉叶希堂像是换了一个人。替嫁还不是为了她好，否则以她的情况哪儿还嫁得出去啊？娘亲，姐姐有孩子的事要是传开，放心吧，娘亲不会让那2个野种回来的。
可是姐姐那天说了，要是不把孩子给他，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啊。只要孩子在我们手里，他不敢的。夫人，不好了，紫小姐回来了，跟3位公子闹起来了。今天不是回门的日子，他回将军府来做什么？让开！这里是祖父的院子，你竟然还有脸来啊！你根本没资格进去。我再说一次，让开！哼，好大的口气，真以为自己是翼王妃，竟然还想命令我们？我们不可能让你进祖父的院子的，混账！你竟然敢抢你亲哥哥！叶希堂握着鞭子。你们以前不也伤过我？我从来没抱怨过。怎么，只允许你们伤亲妹妹，不允许妹妹伤亲哥哥？那是你活该！带明珠去水边玩，害她感染风寒。从小你们让我事事顺着她，那天她哭着要去，我不带她去，你们得训我；带她去，她生病挨打的是我；她不能吃的东西我不给她吃，在你们眼里是虐待，给她吃了又说我故意害她肚子疼。反正在你们眼里她什么都好，从小你们将她捧在手心儿，各种事使唤我，那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你们的亲妹妹？哥哥，他好像挺可怜的。哪有他们那样当哥哥的？快看，打起来了！他好厉害啊，鞭子甩得好快哦。比起父王差了点儿。那当然了，父王可是最厉害的。住手！大哥、二哥、姐姐，你们别打了。谁再阻止我进祖父的院子，我抽谁！你祖父教你功夫，不是让你打自家人的。祖父教我功夫，是让我打该打的人。你大哥他们不让你进老爷子的院子是应该的，你怎么有脸进去啊？当初在战场死的怎么不是你啊？有你这样当娘亲的吗？那是他祖父的院子，他想进就进啊。小世子、小郡主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别管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，他现在要进去院子，你们不准阻拦。小郡主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她嫁给了我父王，这里是她的家，那也是我们的家，我们今天就要进去。没错，就是要进，你还不赶紧跟上？要是我们出什么事，父王会收拾你的。娘亲，姐姐应该是想祖父了，让他进去看看吧。哪次让他不要去战场，他非要跟去。他出生就不祥，一定是他害得你祖父才会死。别以为我们刚刚帮你，就是接受了你，主要是我跟哥哥喜欢打抱不平。没错，换作是其他人被欺负，我们也会帮忙的。小世子、小郡主是大英雄，今天的恩情我会记住的。知道就好。你们为什么要戴面具？我不会摘你们的面具。你们在院子里玩，我进去看看。难道是跟他一样是胎记？看着熟悉的一切，他眼眶控制不住的发酸。突然，一张小小的纸条从书里掉了出来，上面没有写任何字。下一秒，他拿着纸条大步往外走。是不是很无聊？一会儿我带你们上街玩。我们才不要你带我们去玩。我不想欠人恩情，你们之前帮我，我才会带你们上街玩。既然如此，那好吧，哥哥说去，那就去。你跟我过来，岭北那边有消息，你不想听可以不听。他不会欺负你吧？我是怕你被欺负。不会的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现在你去跟你大哥、二哥、三哥道歉，否则你别想见到你的孩子。一，我不会道歉；第二，你要是敢动我的孩子，我必定血染将军府。你敢？你大可以试试。以前的他哪敢这样和他说话，简直反了他了。姐姐，你为什么变成了这样？难道让我继续当傻子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么多年，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，你心里面清楚明白，以后不会了。以前的他太渴望亲情，才会全心全意地对他们，现在他不屑了。街道上，两个人像是放出笼的小鸟。妹妹，我们是不是买的有点多了？那我们不买了吧？不想逛了？我们累了，那回家吧。温姨，叶姑娘，辛苦你陪他们玩了。是我应该的，不过温姑娘以后还是叫我王妃比较好，免得外人说你不懂规矩啊。是我失礼了。既然温姑娘在这儿，不如你带小世子、小郡主回王府，这些是他们买的东西，你拿一下。我们要跟你一起去，你别想背着我们做坏事。你们确定要去？恒恒、洛洛，别忘了你父王早上说的话，他刚刚一直在问你们，你们该回去了。你要早些回去，不准做坏事哦。都说你来做什么？我想查祖父的死。不就是你害死你祖父的？你不觉得当初战败的很奇怪吗？明明计划的那么好。别想为自己脱罪，如果当初你没有去战场，叶老将军又怎么会为了护你而死？你能不能冷静些？滚！别再让我看到你。
梁冬的反应很不对劲儿。冬树，走，快走！我帮你把暗器拔出来。当年你没丢下我，我也不会丢下你。暗器上有毒，小心！他立刻用意念去医疗空间里拿了一颗药丸。我先收拾他。床边气势如虹，瞬间将暗器全部击飞。黑衣人无处可去，飞身朝着对方冲去，快很准地缠住了对方的脖子，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。叶希腾没有给对方活命的机会，他立刻朝着梁冬奔去。好在暗器没有正中要害位置，时间也不长，毒素还没有彻底的弥漫开来。翼王府，哥哥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父王，他还没回来，你快派人去找找。父王，他出去一整天，不会出事了吧？你们不是很讨厌他，这么关心他做什么？我还没确定他是不是坏人，他现在不能出事。妹妹说的对，你们先回房间休息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亲自去找他。铁匠铺，你还没走啊？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多谢。我们之间还需要说谢谢，这样说谢，也是我该谢你。我答应过叶老将军带你出去，拼了命也会做的。你要谢，应该谢你祖父。你也觉得是我害死了祖父？你猜到了什么？这么完美的作战计划，最后却败得那么惨。以前的我不懂，这次落水，我通透了很多，肯定有奸细。确定要查？梁冬严肃地问着。这次我回京城的目的，祖父对我那么好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冤死，不管害死他的人是谁。眼神异常的坚定。你祖父没白疼，但他肯定不希望你查。当年京城传是你害死你祖父的，是我放的消息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自然是为了让叶家将你赶出京城，才能保你。我的腿会彻底残废，是我自己弄的。当年你就怀疑有奸细，不想我牵扯进来，便让我离开京城，自己回腿保命。这些年一直有人在暗中监视我，你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才那么愤怒地将你赶走，不想你查当年的事。我去岭北的路上有遭到攻击，之后估计也有监视我，觉得我没怀疑当年的事后才撤了。哼，如今我虽然苟且地活着，但是我从来没忘记查当年的事。你可有查到什么？什么也没查到，我被人监视，也不好去找他们，不想害无辜的人失去生命。所以他一直待在铁匠铺，关注着京城，等待时机。这件事交给我，我如今是翼王妃，借着翼王应该有机会接触他们。听闻翼王这次毒发很严重，要是治不好，我会治好他。你什么时候医术这么厉害？岭北6年不是白待的，我有继续学医习武。难怪我看你功夫精湛不少。想查当年的事很难，阿明死是死了，估计接下来会对付你。今天过后他们动手才好，否则我们还得大海捞针。你行事还是谨慎些，不要冲动。连战败的事恐怕不只是奸细那么简单，我怀疑皇家。没证据前，有些话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有人来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出去看看。王爷，大晚上的你怎么来这里了？那具尸体，大晚上你不回家，待在这里成何体统？我的救命恩人受伤了，他一直昏迷不醒，我没办法走开，也找不到人去王府通报一声。今晚是我的错。本王不是给你配了婢女，谁让你一个人出王府的？多谢王爷提醒，下次外出我会带人。我想带个人进王府。不行，本王自认对你已经很宽容了。我的救命恩人受伤很严重，换做王爷，以王爷的人品也会守着自己的恩人，所以我今晚不回去了。别奉承本王，现在跟本王回去。本王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跟本王回去，要再也不踏进翼王府一步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现在不过我得跟你接个人，让他帮我在这儿守一晚。王爷帮我这次，下次我也可以帮你一次。在这里守着。是王爷。还不赶紧走？王爷等下，我进去跟东叔打声招呼。你赶紧回去，不用担心我。那明死是死了，他背后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快发现，今晚还是安全的。没有人守着你，我还是不放心。我会想办法让你进翼王府，你的腿我会帮你治好。你是替嫁，还是不要做让翼王生气的事？我明天来看你，伤口暂时不能碰水，这个你明早起来吃2颗。王妃，王爷在马车里面等你。王爷是特地来找我的。恒恒洛洛让本王来的，你倒是有本事让他们惦记着你。有件事我想跟王爷坦白一下。你说。我有孩子，1儿1女。叶希棠，我确实不应该替嫁。王爷要是让我继续留在王府，除了帮你解毒，我还欠你一个大人情。将来你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不会有任何怨言，只要我能做到，必定万死不辞。本王为什么要帮你？也不需要你的人情。
明天我会搬出王府，我可以继续帮你解毒，你付报酬就行。这一晚他睡得特别的不安稳。你做噩梦了吗？父王说了，梦里不好的都是假的。我没事，今晚我要搬出王府了。你要离开？你不是嫁给我父王了吗？因为我跟你父王不合适，你们也不喜欢我，我离开对谁都好，是不是？你走就走，我们确实不喜欢你。其实我和妹妹没有不喜欢你。主子，这是王妃让人送来的，她说等她找好住的地方会过来搬东西。哼，她走了，刚走。下去吧。等等，让人继续暗中盯着她。是。大清早的，谁惹你们了？父王，是你将她赶出王府的吗？你前天娶她，今天把人赶走，太不厚道了。不是我赶她走，是她自己走的。我要去找皇祖母告状。父王，你这样太不负责任了。还是不是男人啊？到底是谁将他们养这么大的？这么快就胳膊肘往外拐？你怎么又过来了？不用管我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一王妃，打算找个院子住下来。你搬过去跟我一起住。不是因为你跟一王吵架了，我去跟他解释。别去。叶希堂冷道：你们是我欺骗了他，他不愿意留我是应该的。确定要搬出王府？我会另外再想办法查当年的事。你先好好把伤养好，到时候一起。我听你的。王妃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太妃娘娘要见你。是不是臭小子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母妃，母妃去收拾他。王爷没有欺负我，是我对不起王爷，对不起太妃。你刚嫁进王府，还让他醒了，又没红杏出墙，哪里对不起我们了？太妃，我以前虽然没有嫁人，但我有2个孩子，我欺骗了你们。替嫁是迫不得已，太妃跟王爷没有将我赶出去，我很感激，所以不想再隐瞒你们。这好不容易有个合适的姑娘，结果却出了这样的事儿，她都还没高兴3天呢，真是作孽呀！太妃，不管是休书还是和离书，我都接受，只要王爷愿意，我会继续帮他解毒。他未婚生子的事情要是传开，莫言肯定会成为笑柄。当天，京城便在传他被赶出了一王府。我去将他们赶走。不用。你在做什么啊？做招牌，准备摆摊看病赚钱。从今天起，每天前5位免费看病，后面看病需要收费。你不是一王妃吗？怎么从王府搬出来了？想知道？你可以去问一王。想看病的排队，不看病的别在这里挡路。可不是，前天才嫁过去，还没3天就搬了出来。那天江太妃肯定是不想闹得难看，才没将她赶走。就说长得丑，名声又不好，一王可是骁勇善战的战神，他哪里配得上？明珠，他真的会治病吗？我不太清楚，姐姐她以前从来没帮人治过病。今天贴招牌治病，你是她妹妹，不如成为她第1个顾客，前5名还免费哦。叶王妃，你被赶出王府了，我应该叫你叶希堂。你要看病？我没病，是你妹妹风寒一直没好，你作为姐姐应该帮她治。她的风寒不需要治，只要她不故意让自己风寒加重就行。姐姐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皇上下旨赐婚，你不想嫁，便故意让自己染风寒，让我替你去一王府冲洗。姐姐，我知道你被赶出一王府心情不好，但你也不能这样说妹妹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感染风寒。小姐，你别激动，免得又晕倒了。你身体本就不好。如今我离开了一王府，不如你去冲洗吧。江太妃说她不介意你感染风寒。要是江太妃跟一王不嫌弃，我愿意去冲洗。既然你愿意，我可以去找一王跟江太妃。你回去好好准备嫁人吧。只要一王跟江太妃接受我，我自然是愿意嫁的。姐姐可以去说，我父王才不会娶你呢。你一副短命鬼相，父王娶你太晦气了。小狮子，你跟你父王一样嘴巴毒。他们怎么来了？为娘精养的，果然没教养，竟说出那种话。小世子、小郡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能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来？你们当然能来了。你是不是傻？居然搬到这个破院子住？虽然破，但这里是我的家。小郡主，他被你父皇赶出了王府，只能住这种地方。恒恒、洛洛，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们路过来看看。我们该回家了，否则你父王知道会生气的。明明才刚见面，2个小家伙也表现出一副不喜欢叶希堂的样子，却总是跟他接触，这就是血缘关系。老前辈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听见就回应一下。叶姑娘，你快住手，这样会害死他的。你这样只会让他更严重，导致他死亡。放开，
我来救他。我是药王谷谷主的徒弟，叶希堂真过分，自己救不了人，竟然还不让温姑娘你救，他这是想做什么啊？我进去看看。没有本事，为什么要去出风头？是嫌将军府还不够丢脸吗？叶姑娘，你那样救不了老前辈的，只会加速他的死亡。你快开门，让我医治他。滚！叶希堂太过分了，竟然这样吼你。好歹你是药王谷谷主的亲传弟子，或许他医术厉害，能救这名老前辈。切，就他那样的能救人才怪，那么暗胸膛，不得把人按断气啊！我已经治好了他，不需要你。是他把人弄去房间里，他一直按压胸口，恐怕他现在凶多吉少了。你把我家老爷子怎么了？当然是救他。我要见他。要是我治好他，你们记得付报酬。如果你能治好，我们必定不会亏待你。时间慢慢流逝，时间到了，你跟我进去吧。我们可以一起进去吗？随便。老爷子，我家老爷子什么时候才会醒？应该很快。片刻过后，叶希堂，人怎么还没有醒啊？你是不是根本治不好？别在这里装了。都这么久还没醒，肯定出事了。看样子他在装腔作势。温姑娘，你是药王谷谷主徒弟，不如你去看看。对方已经脱离危险，甚至状态很好。温姑娘，怎么样了？他一切正常。叶姑娘，有没有办法让我家老爷子早点醒？拿出一根银针朝对方的眉心刺了进去。谁扎我？他好不容易睡得香。我扎的。小姑娘，打扰别人睡觉是会天打雷劈的，就问你怕不怕？老爷子，你犯病昏迷不醒，是这位叶姑娘治好你的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确定是她治好的？老前辈，他以前从来没有帮百姓治过病，或许啊，是你自己好了。他从来没帮人治病，你竟然让他给我治病，是想让我去阎王爷那儿报道？老爷子，我们找到你时，你已经被他搬进房间在治疗啊！胆子可真大呀，从来没人帮治过病，竟然敢直接给我治。因为我有信心治好你，包括你的旧疾。你说你能治好我的旧疾？是的。那你说说我有什么旧疾？你最严重的是心脏病，其次是眩晕严重，还有郁热痰浊、肝脏郁结已久等其他不致命的小毛病。你的病没办法根治的主要原因在于你，吃药能治，但随着你暴怒、操劳、忧思过度，只会让这些病又慢慢的严重。我是不是以后少动怒，吃以前的药就能根治？控制情绪只是一部分，需要银针连续治疗7次，再加上我的药方才能彻底治好。行，你帮我治。老爷子，他这是要留在东玄国京城吗？怎么，你不想我把病治好？难道你想我承受病痛折磨？哪是那个意思啊！老前辈，注意情绪。就这么决定了，你们在这附近给我找个院子住下。老前辈，你相信他的医术吗？他可是……相不相信我自有判断。难道我这活了80多岁的老头不如你会看人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好心提醒你，免得被人骗了。我不在乎。你们不是都觉得我救不了老前辈，还阻止我救他，现在是不是该给我道歉？你的治疗方法我第一次见，之前太担心老前辈才会那样做，并不是有意阻止。哼，我以前没见过你治病，合理质疑一下不是很正常吗？又不是我一个人质疑，有本事让在场的其他人都道歉啊！你来这里可不是想看我的笑话，这会儿脸疼不疼啊？你不过就是运气好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不准走，给他道歉。错了就是错了，赶紧道歉。小世子，小郡主，他们这是在帮叶希堂，不道歉不准走。哥哥说的对，姑娘，你应该道歉，没有证据就贬低对方，这是小人行为。没想到叶希堂有医术，是真的。看老者的穿着，应该是富贵人家，身体本就好，估计没什么大碍，说不定他只是凑巧救了他。我莫名觉得他医术厉害，没想到药王谷谷主的弟子竟然不如将军府的4小姐医术厉害。一名身形修长、穿着紫色锦服的男子下了马车。皇叔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叶凌渊脸上是和煦的笑容。你怎么来了？听说翼王妃搬出了王府，贴着招牌说要给人治病，我过来看看。太子倒是有闲心。父王，他来做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本宫刚出皇宫，便听到街上都在传翼王妃挂招牌帮人治病，便过来看看。你们这是？叶希堂挂招牌给百姓治病，我们过来看看。父王，你让他给他道歉。为什么道歉？
太子，我们都不知道叶希堂会治病，加上那位老前辈昏迷，我才会质疑的。本宫以前也没听过他会治病，换做本宫也会质疑一下。因为不确定去质疑正常，但楚姑娘明知道叶希堂在帮本王治病，还去质疑，是在质疑本王的判断。臣女不是那个意思，是看老前辈昏迷太过着急，才会控制不住。道歉。本宫也觉得你应该道歉。愚蠢，明知叶希堂在帮叶莫言治病，还当众质疑他的医术，这会儿哪能帮你说话？他为什么会来这里来看叶希堂？不对，6年前他就是厌恶他的。叶希堂，我不该质疑你的医术，今天是我的错，以后我不会再阻止你给人治病了。气死了，凭什么每次都是我道歉？你差点耽误他救人，嘴巴上道歉可不行，就罚你帮他把这座院子打扫一遍。还有你们小世子，可不止我质疑他的医术，温姑娘也质疑了，还动手阻止他救人，是不是也得一样啊？为了公平起见，我跟楚姑娘他们一起打扫院子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温姑娘也道歉。之前你抓我的手势可是很用力的。今日是我目光短浅，才会误会叶姑娘，以后不会了。你们去打扫院子吧，记得打扫干净。四小姐真的长大了，可惜叶老将军没能看到，否则肯定会感到骄傲的。叶王跟太子还有事吗？太子还有事。皇叔，父皇听闻你们闹矛盾挺严重的，让我过来劝劝你们。太子未娶妻，应该不懂夫妻相处之道，等你娶了太子妃再来当说客。我虽未曾娶妻，但读过不少书，你们刚成亲闹成这样，会让百姓看笑话。你们会看本王的笑话吗？皇叔是打算和离？这是本王的事，太子没事就走吧。那我不打扰皇叔。你们在院子里玩会儿，我跟他聊聊。王爷请。哼，看来你在等本王过来找你。王爷想跟我聊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本来想跟王爷合作，但王爷不愿意，你可以休了我。休了你？你就不怕全京城笑话你？叶家本就是我的不对，大家想笑话就笑话，反正我会用自己的医术在京城站稳脚步。你是不是吃准了本王会来找你回王府？没把握，只是赌一把。万一本王休了你，不来找你呢？王爷你来了不是吗？生平第一次，他尝到了憋屈的滋味。本王跟你合作，不过是看在你的医术份上，本王只给你半年时间。成交。你想要翼王妃这个身份做什么？我们的关系还没到什么都跟你说的地步吧？就像我那天说的，我不会做伤害翼王府的事，真出事我自己承担。除了帮你治病，我还欠你一个大人情。记住你说的。叶姑娘，我看你这院子挺多房间的，不如租2间给我们怎么样？这样也方便你治病。行啊。好好好，今天你帮我治病需要多少银两？你说。神医给你治病什么价位你就给多少，不过后续治疗是要另给的。没问题。牛林，你去钱庄取些银票给叶姑娘。是，老爷子。还不知道前辈怎么称呼？你叫我小老头就行了。好。翼王和太子怎么来了？太子是来看热闹的，翼王是来找我回去翼王府的。从今天起，我还是翼王妃。真的？我们可以开始了。这是当年参与作战计划的人员名单，名字下划线的当年都死了。我们都是叶老将军提携上去的人，对他是既感激又敬。如果6年前战败的事儿没发生，我不相信会有人背叛。你的意思是，这里面一定有背叛的人？作战计划是到了边疆才制定的，皇家不知道。如果不是有人暴露了作战计划，我们不会溃不成军。你觉得会是谁？我和他们都很熟悉，一起跟着叶老将军20多年。这6年，我一直在分析每一个人，但是活着的人一个个差，过世的人也差，让他血债血偿。打扫的挺干净的，你们回去吧，没事别再来，有病可以找我治。该死的叶希堂，今天让他出丑丢脸，他不会让他好过的。叶姑娘是打算一直在这儿开医馆？我是翼王妃，只能在京城开医馆，没办法去其他地方。你不是搬出王府了吗？昨天跟王爷闹了点小别扭，刚刚已经和好了，所以我得搬回去了。闹别扭和好？你和王爷的关系到这一步了吗？温姑娘要一起回王府吗？不用了，我还有其他事。哼，姐姐，你不用再让自己的病情加重，就算我不是翼王妃，姜太妃也看不上你。姐姐，你怎么这样说我？有什么好傲的？未婚生了2个野种，要是姜太妃跟翼王知道，不仅会被休，赶出翼王府，皇家也不会放过你。糖糖，大嫂，别再叫我大嫂。
我跟你大哥早就和离了。唐锦竹坦荡地说。难怪我没在将军府看到你，还以为你回娘家了。虽然我和你大哥和离了，但是我们还是朋友，你该不会对我有意见吧？你永远是我的朋友，叶王妃能把我当朋友，是我的荣幸啊。你们怎么会和离？因为我6年前战败后，他回到京城，全家人都在怪他、怨他，只有唐锦竹替他说话。唐锦竹跟家里吵了起来，吵得特别凶，没想到最后他们和离了。小傻瓜，别多想，是我跟你大哥不合适。自从和离后，我过得特别潇洒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去我家酒楼吃饭怎么样？方不方便？方便。他还没回来。回主子，王妃还没回来，让凌霜来王府，时刻跟着他。是。叶希棠还没回来，这个嚣张的女人，王爷亲自去找她，还不回来陪王爷用晚饭，太目中无人了。王爷有事？今天不是我瞧不起王妃的医术，是她用的救人手法太过新奇，我怕出事才会出声的。接下来让叶希棠给本王解毒，我给了他半年的时间，你去忙你自己的事。他是让他离开王府啊？我来找王爷是打算搬出王府，药王谷在京城的医馆正缺人手，我得过去帮忙。王爷这边有什么事，随时可以去国医馆找我。王妃，王爷说给你半年时间帮他解毒，你可得抓紧时间啊。不劳你操心。就让你再嚣张一段时间，也不知道师傅那边有没有新的解毒方法。王妃，王爷睡了吗？还没。我进去下。王爷，我能进来吗？进来。抱歉，傍晚回来时遇到个好友，6年没见，跟他一起吃了个饭。你在京城还有好友？难道只允许王爷你有朋友，不能允许我有？本王比你受欢迎。送给你的。什么？蜜饯。本王不吃这个。你可以拿去哄小世子、小郡主。那座院子我打算开成医馆，以后会常去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得寸进尺？你现在是翼王妃，不需要天天出去抛头露面。我学了医，不能一直待在王府后院，想用自己的医术多救救人。是谁给你的底气提这些的？王爷你。你什么时候开始给本王解毒？半年后你要是没能帮本王解毒，到时候你就陪葬。你把衣服脱了，我给你施针。王爷不想治。叶希棠走上前，便看到他背上触目惊心的伤疤。转个身，得在胸膛上施针。江太妃边走边想事情，但在看到床上的2个人时，惊得啊的一声尖叫。你们，他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扰了他们的好事儿啊？哎呦，这是做的什么孽啊！虽然说叶希棠未婚生子，但是莫言一直没女人，他都担心他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。好在5年前温玉妍抱了2个孩子回来，他也承认是他的。孩子长大后确实像他小时候，他便放了心。谁知道叶希棠又告诉他，他未婚但有孩子。他这心情啊，简直就是一会儿在天上，一会儿在深渊。现在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母妃，你们继续，不用管我。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我刚是在帮王爷治疗。就这样？他倒巴不得他那个不近女色的儿子开窍呢。哎呀，竟然只是治疗啊！她是太妃啊，怎么跟他想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？这么亲和友善，好说话，让他都有一些不知所措。施针治疗，我刚刚在摸穴位，怕扎错位置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想说：“你赶紧拿下他，哀家不在乎你未婚生子的事。”但想想，他又有一些开不了口，也是要面子的，真想让他们变成有名有实的夫妻。叶希棠想了想，便将他跟叶墨衍的半年之约说了。我会在约定时间内帮王爷解毒，之后我们会和离。要不是他心脏好，估计要被他们折腾的发病。不过半年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万一2人相处时间久，生出感情了呢？母妃放心，我不会对王爷有任何非分之想，会尽好自己是大夫以及王妃的责任。我保证不会对王爷有任何想法，否则天打雷。突然阵阵雷鸣声响起，什么意思啊？江太妃抬头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，在心里笑得直打滚儿。瞧见了没？老天爷都不让你发那样的毒誓，你还是别发毒誓了。哀家不想哪天看到你被雷劈。母妃，不是我。别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。这半年你要是帮莫言解了毒，哀家不会亏待你。记得好好扮演翼王妃。他哪有掩饰啊？只是想说事实。翌日，王妃，外面有人找你。谁找我？一个中年男人，看着很着急，属下也不知道。翼王妃，院子昨晚有杀手。牛铃连忙说道：“是老爷子让他今天一大早就过来找他的。”
你们有没有事？翼王妃放心，我们都没事儿，杀手都被我们全部干掉了，一个没活。看来萧老头三人都不简单。你去跟王爷说一声，说我去医馆了。属下会让其他人去说。王爷说了，属下必须跟着王妃。叶希堂用最快的速度到了院子，一进去便看到院子里躺着8具尸体。翼王妃，你来了，多谢前辈。昨天你也救了我一命，不是吗？更何况我住在这里，他们吵死了，只得让他们安静。我这个院子有点危险，你们还是找其他地方住吧。你这就是瞧不起老头我了，觉得我会怕这些杀手？他还就偏要住在叶希堂这儿。我不想把你们牵连进来。你们这是得罪了什么人？这些杀手还挺厉害的，可不是普通杀手。不知道。你的敌人很不简单，你有大麻烦。萧前辈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做交易？我帮你治好病，你帮我保护东树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没问题，在家保护你。没想到你人还怪好的。我不是好人，但也不是坏人。这些人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争取乱葬岗喂狗。你就不好奇他们是怎么死的吗？萧老头忍不住问道。要是我没猜错，你们擅长用内力攻击，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手法，才没在他身上留下致命的伤痕。你要不要猜得这么准？我还想在你面前显摆显摆。我给你一个显摆的机会，要不要？要。你教我几招，就可以在我面前显摆了。空手套白狼啊！我开个玩笑，小老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毕竟这是你的独门绝学，我哪能学？罢了，趁着你在这儿治病，有空我教你几招，学不学得会，看你自己造化。多谢，恢复得很好，但近期不能动武。他们太可恶了。他们越在意，越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对的。现在就是在等于自己跳出来。你得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一个人出行。突然，外面传来了一阵很吵闹的声音。你这个孽障，你是想害死你妹妹吗？我怎么就生了你？竟然当众说明珠故意不嫁，让你去替嫁。我巴不得你不是我的母亲。你，如果你是来替叶明珠打抱不平的，赶紧收了这心思。我不过是实话实说，闹到皇上面前，我也敢说。这个混账！今天是回门的日子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今天没空。你这个混账！从小教你读书学礼仪，你学到哪儿去了？有你这样的女儿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你读书学礼仪，怎么不跟我这个翼王妃行礼，反而像个泼妇似的大呼小叫？你，糖糖，你在家吗？我给你送东西过来了。唐景竹人未到，洪亮清脆的声音率先响起。真没教养！将军夫人更没有教养啊！像你这种不懂规矩的，难怪和离这么久都没人娶你。哼，也是，不会生蛋的母鸡谁会要啊？没想到糖糖动手了，狠狠地打了傅氏一巴掌，太酷了！娘亲，叶希堂，他疯了似的朝着叶希堂扑去，右手重重的一推。老天爷呀！有人弑母！你赶紧将他收了吧！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孽障？早知道如此，当初他出生就应该将他送走，结果养他21年，他却要弑母啊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！娘亲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别生气，免得气坏了自己。叶希堂，你疯了吗？竟然这样对自己的娘亲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？我相信老天是有眼的。哥，别跟他废话，他打伤娘亲，我们作为兄长有责任收拾他。为人子女不尽孝也就算了，还动手伤生你养你的娘亲，该打！姐姐，你今天过分了，怎么能伤娘亲？哟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喜欢一起欺负糖糖。这里没你的事儿，你可以走了。糖糖是我的朋友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不走。你是不是在欲擒故纵，故意留下来跟我说话？你用不着急我离开，这里是糖糖的院子，我想待就待。大哥，先教训叶希堂，他是翼王妃又怎么样？是他动手伤娘亲在先的。是谁要教训本王的王妃？怎么回事？还是让林霜说吧，毕竟他是你的人，免得有人说我乱说话。林霜将傅氏来院子后发生的事情全部都一五一十的说了。翼王，是他先动手打自己娘亲的。将军夫人，你想说什么？请王爷为臣妇做主，臣妇实在是没有想到亲生女儿会丧心病狂的动手啊！
她是本王的王妃，本王不好做主，不如我们进宫面圣，让皇上来定夺。翼王，这事没有必要闹到皇上那边。本王看你伤得挺重的，还是去找皇上定夺吧。他应该是冲动才会打臣妇，不是真的要弑母，还是别闹到皇上面前去。我不是冲动，是你说了过分的话，我才会动手。虽说女儿打母亲不对，但她动手是情有可原。将军夫人回去后应该好好反省。翼王，我再说错话，他也不该动手啊。是你让本王做主，要是对本王处理的结果不满意，那就进宫面圣。你觉得呢？臣妾听王爷的。娘亲，我看还是别闹到皇上面前，到时候叶家名声。翼王，臣妇以后会谨言。还有事？臣妇今天会来这儿，是想着今天是回门的日子，你们却没有去将军府。是本王的失误，我们明天去将军府。臣妇会准备迎接。娘亲，我们为什么不闹到皇上面前去？他不孝，应该受惩罚。翼王明显是要护他，就算闹到皇上面前，我们也占不了便宜，说不定还会得不偿失。难道就这样算了？我们可以把他嚣张打我的事散播出去。我明白了娘亲的意思，可是这样的话，百姓们都会骂姐姐，她以后还怎么上街啊？明珠，你别太善良，他都对我动手了，昨天还让你当众难堪，你还顾虑什么啊？这么纯善，以后要是嫁给了太子，怎么稳固自己的地位？明珠，他分明已经不把我们当家人，你以后别再信了。可他终究是替我嫁去的翼王府，他呀，就是仗着这点才敢嚣张放肆。他应该不是那种人，我们让他替嫁，他心里有气正常。他有什么气的？也不看看他长什么样子，还失了清白，有了孩子，能当翼王妃呀，他应该烧高香了。娘亲，要是翼王发现他没了清白之身，会不会怪罪我们叶家？不管他是失清白还是生有孩子，我们都一口咬定之前不知道，替嫁也说是他算计的。可这样的话，我们跟姐姐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。明珠，他的娘亲打我们3位哥哥，还当众让你难堪，眼里早就没了我们没必要再把他当成家人。大哥说的对，我们没必要再顾及亲情。从今天起，他不再是我们叶家的人，就应该将他赶出叶家。王爷怎么过来了？8具尸体是怎么回事？王爷安排凌霜是监视我的。本王不知道你的目的，自然得安排人看着你，免得你一时脑子抽风，做出伤害翼王府的事儿。有你这样骂人的？哼，你以前做的脑子抽风的事还少。没想到王爷以前那么关注我，难不成对我有意思？主要是你蠢的让人想忽视都忽视不了。非得这么毒舌吗？真蠢。那是以前，以后不会了。看来还没太蠢。王爷，你该回去了。你还没说那8具尸体怎么回事？他们是杀手。凌霜看得出来。本王想知道的是，杀手为什么会来你买的院子？是想杀你？我没住在这里，他们怎么杀我？是那个老头引来的。他们想杀梁东。为什么杀他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次去铁匠铺也有人想杀他。本王要是没认错，他曾经是叶老将军的副将之一。是，6年前他在战场上将我带出险境，所以我要保护他。你是为了他留在京城的？为了我自己。王爷，我要去忙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你去忙你的，本王去见见梁东。你见东叔做什么？淘淘，我看翼王对你挺好的，他要我帮他解毒，肯定会护我，别瞎想。就没别的？你看我这样，会招男人喜欢吗？你现在懂医术，能不能想办法弄掉？能。那你赶紧弄了，没了这块胎记，你肯定是个大美人。需要点时间，我需要的那些药材都有吗？大部分有，一些药材没有，我吩咐掌柜去找药材商拿了，但可能也不全。辛苦了。你是让我赚钱，哪里会辛苦啊？你有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，还有叶家的人，我看不会罢休的。别担心，我能应付。我不担心，反正翼王会护你。梁副将是不想跟本王说实话，本王不相信你不知道杀手为什么杀你。草民不再是副将，经营着一家铁匠铺，实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我。是因为6年前那场战争？当初你们一小部分人被逼退到绝境，只有你跟叶希堂活了下来。这跟有人要杀我有关吗？你觉得呢？突然，他伸手捂住了胸口，满脸的痛苦。希望能不能帮草民去请王妃过来？草民的伤口很痛。梁东的伤还没好。王爷怎么问这个？本王的军营缺人，他以前跟着叶老将军经验丰富，他有腿伤，本王不会让他上战场。他的伤差不多好了，
只要他方便，你随时可以带他来找本。怎么突然这么好说话呀？东东的伤还没好。王爷怎么问这个？本王的军营缺人，他以前跟着叶老将军经验丰富，他有腿伤，本王不会让他上战场。他的伤差不多好了。只要他方便，你随时可以带他来找本。怎么突然这么好说话呀？王爷，这么快就找到你了？他找我？是我说伤口痛，让他去找你。他一直逼问我有些应付不了，才找的借口。你们说了什么？梁东便将他们的聊天一字不漏的全部跟叶希堂说了。你觉得翼王可靠吗？老将军特别欣赏，两人还会讨论作战策略。我觉得王爷是可靠的，你要不试着跟他说说？我知道了，你的伤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没事了，不用再休养，我没那么弱。好，我现在帮你腿部施针。翼王府，王妃，王爷在等你。等我？王爷还说，要是你今晚不来找他，以后都不用来了。王爷等了我很久。要是本王没猜错，你想要翼王妃的身份，是想查6年前叶老将军的死？没错，这是我回京城的目的。翼王妃这个身份可以让我更好的行事。你之所以防着本王，是不是也觉得本王会害叶老将军？是。在你心里，本王是那种阴险小人？我跟王爷不熟，在不完全了解你之前，不得不防着。毕竟我身份低微，只能小心谨慎行事。哼，照你这么说，本王不该生气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王爷不也防着我，否则怎么会派凌霜盯着我？你故意接近本王，还不允许本王防着你。你今晚为什么来找本王？我是来跟王爷坦白的，决定相信王爷。不怕本王是心狠手辣的阴险小人？是我的错，我应该一开始就相信王爷，百姓都崇拜拥戴你，你肯定人品好。你为什么会怀疑叶老将军的死？6年前我去临北的路上遭遇过山匪攻击，那时我没有想太多。我来王府冲洗那天被人推进湖里，差点死了。醒来之后我想清楚了很多事，之后去找梁东，他凶巴巴地将我赶走。等我再回铁匠铺，他被人刺杀。他告诉我，6年来一直有人暗中盯着他。那天我彻底确定，祖父的死不简单。当年本王也怀疑过，暗中查了，没发现什么端倪。请王爷再帮忙查一查，祖父和其他将士都是被害死的。既然你那么确定叶老将军是被他们害死的，本王必定会查。多谢王爷，这是本王该做的。王爷不怕惹祸上身？谋害忠肝义胆的大臣及将士们，不管是谁，本王必惩治。我也不怕，不管是谁，我会拼尽全力去扳倒对方。哥哥，你确定没错？娘亲就是在这里。千寻看着面前恢宏大气的府院，好漂亮，好大的院子。你看那门匾上写着翼王府3个字，肯定不会错。千羽非常确定道，那天他偷听到的就是这3个字。我们直接进去吗？我想娘亲了。我们先悄悄找娘亲，跟我来。2个人还没有找到狗洞，便看到不远处有2个身形跟他们差不多的小孩子。洛洛，你是不是最近长胖了一点？好像是的。要不我们偷偷走正门吧？不可以，门口会有侍卫抓你们的。看年龄似乎跟他们一样，2人长得特别的好看，身上穿着普通的服饰，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眼熟。你们跟我们一样，也是想偷溜进去的吧？没错，你们为什么要偷偷溜进去？这座院子挺漂亮的，想进去看看。你们呢？这里是翼王府，里面有很多好吃的，我跟妹妹常来，这不都长胖了。我们对里面熟悉，你们跟我们走吧。哥哥，你觉得他们应该是翼王府的。兄妹2人小声密谋了一下，从狗洞钻了进去，带着他们躲开了人，快速地往他们院子走。到了房间后，千羽和全寻将手里的药粉洒向了他们，下一秒晕了过去。很快他们在房间找到其他面具，在装扮的一模一样后，他们才打开房间门出去。站住，这么晚还去哪里？哥哥，他真好看。怎么不说话？我们随便走走。对，就走走。他是娘亲家的人吗？你们肯定是玩到现在才回来。父王有没有告诉你们晚上要早些回家？现在已经是亥时，竟然才回来，越来越无法无天。父王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妹妹，你忘记我们来的目的了吗？别以为撒娇就可以躲过，现在跟我去领罚。花园里，2人头顶3本厚厚的古籍扎着马步，入香之后，他们头顶的书没掉才可以走。片刻过后，香终于燃烧完。小世子小郡主，王爷罚你们是为了你们好，大晚上你们在外面真的很危险。虽然他们出身富贵，但是没想到父王那么严厉，还挺可怜的。
哪里可怜？他们父王那么好看。很快，他们睁开了眼睛。你们是坏人！你们想做什么？我们已经知道你们是小世子小郡主，我们乔装成你出去，他把我们当成你们，我们替你们受了罚。他没认出你们是乔装的，父王怎么能把别人认成我们？好气哦！没认出来就没认出来，至少有人替我们受了惩罚。你们来我家做什么？找娘亲。找娘亲？虽然你们父王长得好看，但他好严厉。我们娘亲可温柔了，对我和哥哥特别好，最喜欢娘亲。娘亲很爱我们，对我们很好，从来都不罚我们。我才不相信，你们肯定是编的。要不要赌一把？要是我们赌赢了，你们就帮我们留在王府。怎么赌啊？我们就现在打扮出现在娘亲面前，她要是认出我们，就是我们赢，反之就是你们赢。可以，但得是他马上认出你们，而且你们见面后不能说话。跟你们父王说话了，父王常上战场，跟我们相处时间少，他一下子没认出来正常。你们娘亲不是很爱你们吗？好吧。大半夜了谁会来找他？叶希棠看着两个孩子很惊讶，大晚上的他们怎么跑到他这里来了？但是这两双眼睛怎么看怎么熟悉。你们立刻把门关上。千与千寻，是你们对不对？他们怎么来了？哼，娘亲一眼就认出我们了。我们赢了。你们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有输赢啊？哎呀，小狮子小郡主大概是晚上太黑，他才没有认出来。你不用替他说话，他就是不爱我们，否则怎么认不出来？哼，坏父皇，他根本不关心我们。嘿嘿，你们可以把我娘亲当娘亲啊，反正她嫁给你们父王了。你又在打什么主意啊？如果你们不讨厌我的话，我会好好照顾你们，像对千与千寻一样。我不讨厌你啊。我也不讨厌你。那以后我们5个人要好好相处。你们要是无聊，我和千寻可以陪你们玩。放心吧，以后我罩着你们。难道不是我们罩着你们吗？这里是翼王府，是我们的地盘。千与千寻，你们暂时不能待在王府，世人不知道我生了你们。小狮子小郡主，打赌前我们说好的，要是我们赢了，你们就帮我们留在王府。我跟哥哥向来讲信用，答应了就会做到，我们会求父皇让你们留在王府。 4个萌娃排排躺着睡觉，要是那2个孩子还在，也会这样吧。翌日，皇妃，你是用虾给小世子小郡主做早饭吗？哎呀，他们对这个过敏，不能吃。叶希堂微怔，他也对虾过敏。王妃来了，让她进来。衣服没穿好，让我进来做什么？又不是没看过，躲什么？王爷不介意我看？那晚你给本王施针，不是将本王都看了，看1次跟看2次有区别。看来温姑娘没少看王爷，毕竟这些年都是她在你身边。过来帮本王更衣，本王以为你会拒绝。我答应过会尽好翼王妃的责任。那就以后每天来伺候本王，不愿意？没有不愿意，是我打算把医馆开起来，可能会比较忙。本王跟医馆哪个重要？你库房已经准备了回门礼，用了早饭，我们去将军府。王爷，我还有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叶希堂言简意赅的将昨晚的事情说了。当然，他认错小世子小郡主的事儿也说了，难怪当时他感觉有一点怪，但是也没往太多去想，毕竟这里是翼王府，哪里敢有别的孩子敢冒充他们，而且他们身形太相似。不愧是你的孩子，大包天，竟然偷溜进王府，还冒充恒恒洛洛。我替千与千寻道歉，他们是太想我，2人自己从岭北找来了京城。叶希堂，你是怎么教孩子的？竟然让他们独自来京城，知不知道多危险？你不也没认出自己的孩子？你说什么？王爷说的对，我一定会好好教育他们。能不能让他们留在王府？我保证他们不会打扰王爷。要是他们的身份暴露，你想过后果？他可以不给叶希堂计较，我会尽快帮王爷解毒。等6年前的事情查清之后，我们和离。之后我会远离京城，再也不回来。至于叶家知道孩子的事儿，想必他们也不敢乱说。王爷，你既然选择帮我，不如送佛送到西，我会记得你的大恩情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得寸进尺？我可以帮王爷解别人都解不了的毒，救你的命。你最好能帮本王解毒，否则任由王爷处置。记住你说的话。我说过的话不会忘。王爷，小世子小郡主的娘亲呢？死了。怎么会死？
难产。如果对方当初来找他，他会对他负责。虽然当时他也中了那种药，他们不过都是对方的解药。他都替你生了孩子，你为什么没有娶她？有点不负责任。本王都不知道他是谁，怎么娶她？那你们怎么会有孩子啊？你问这么多做什么？本王的事少打听。叶希棠想到了自己，他也不知道那晚的男人是谁。等等，6年前该不会是叶墨言吧？5年前是温玉言抱着2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来到王府，仔细一算，千与千寻也是那段时间出生的。世间会有这么凑巧的事吗？王爷，你能分清楚他们谁是谁吗？我分得清。然后摘掉了他们面上的面具。父王，你竟然认不出我们！梅娘的孩子果然像根草。昨晚父王感觉有点不对劲，但没去多想，以后一定不会认错你们。真的？父王保证。 2个这么小的孩子，怎么从陵北跑到京城的？从今天起，本王会对外说他们是横横落落的伴读，他们以后也戴上面具。好，看来医馆得改名字才行，叫千与千寻馆太明显。他是好人。民女见过王爷、王妃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医馆得了些好药材，对王爷身体有益，我便送来了。当他看到院子里的4个孩子时，2男2女，看着就像4胞胎。这2个孩子哪来的？温姑娘，我看看适不适合王爷用。可以用，倒是挺有心的。需要多少银两？你跟宋管家去库房里，以后有好的药材，还可以给翼王府送过来。啊，好。温爷，见过小世子、小郡主，这2位是本王给横横落落找的伴读，他们已经5岁，应该好好读书。灵莹，带他们去王府的书堂。是真的要读书写字吗？你们快去吧。叶墨言怎么会突然给横横落落找伴读？得确认一下那2个孩子是不是叶希棠在陵北养着的孩子。当年他本想将4个孩子全部抱走，但怕叶希棠怀疑，便做了手脚，让另外2个孩子暂时没了气息，才顺利将他们抱走。最早发现叶希棠怀的孩子是翼王的时候，他羡慕嫉妒极了。主要是他身上的那块圆形玉佩，别人或许不知道是叶墨演的，但他知道。于是在叶希棠生孩子时，不仅拿走了那块玉佩，还抱走了2个孩子。他们4个打扮的差不多，你是怎么一下子认出来的？只要用心，肯定能认出来。你的意思是本王对他们不够用心？王爷自然是用心的。当初我生的是4胞胎，因为夭折了2个，所以我对千与千寻更用心，才一下子认出来了。4个。当时我难产，就算我拼命生下他们，但还是有2个没撑住，我心里很愧疚，便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千与千寻。那个男人呢？我不知道他是谁。虽然不可能那么凑巧，但万一呢？他故意说自己生了4个，他是起了疑心，就是不知道叶墨眼会不会多想。医疗空间里有 DNA 测序仪，他已经决定拿4个孩子的头发跟叶墨眼的头发做检测。你怎么会不知道他是谁？那你们怎么有的孩子？王爷问这么多做什么？我们只是合作，我的事还是少打听。世间会有这么凑巧的事？臣见过翼王、翼王妃，进去吧。王爷里面请。王爷，臣妇有些闺房话想跟希棠说，不如你跟老爷他们先去前厅，我带他和明珠去花园走走。王爷去吧，一会儿臣妾去找你。我们母女3人已经很久没一起聊天了，今天好好聊聊吧。你记不记得3天后是你祖父的生辰？记得。老爷子过世后，每年的生辰我们都会去福源寺点灯抄经，替他祈福。你今年跟我们一起去。你们不是觉得我害死了祖父，怎么会好心带我去？我们带你去，你怀疑我们别有用心；不带你去，又说我们不把你当回事儿。姐姐，昨天你跟娘亲闹了不愉快，虽然你打了娘亲，但娘亲回来有反省。我希望我们一家好好的。要不是明珠好心，我才懒得带你去。娘亲，你的脾气要改改。既然那么勉强，我不去了。娘亲忍忍，一定要让她那天去福源寺。昨天那句话确实是娘亲的错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是血脉相连的母女啊！我是想跟你修复下母女情。好，我去。他就看看他们玩什么花招。你不生娘亲的气就好，到时候我们去王府接你。希棠，娘亲不用，我会坐王府的马车直接去。啊，也好，到时候
我们在福源寺的门口等你。还有其他事吗？姐姐，我能跟你学习医术吗？我自学成才可教不了你。国医馆是药王谷开的，你想学医术可以去那里。叶将军，你们是什么时候让西堂去岭北的？当时京城的人都在骂他，说是他害的老爷子。我不想他听那些闲言碎话，便让人送他去岭北。是6年前的10月16。王爷，叶将军，因为传言，你们就将他送去岭北，是不是太没人情了？那个时候百姓的骂声太难听，我们是为了他好。为了他好就将他赶走，而不是为他证明，是不是你们也觉得是他害死的叶老将军？不，我们不是。她一个女子就不该去战场。当时他们被困险境，只有他跟一名副将活着出来，祖父肯定是为了救他才死。要是叶西堂没去，叶老将军也战死了呢？他去了，你就可以把罪推到他身上。有你这样的哥哥，是他的不幸。义王，本王不想再听到那种无凭无据的话。臣知道了。如果叶老将军还在，听到有关家人不好的传言，他肯定会站出来解决。本王出去走走。王爷呢？你们怎么都一副脸色不好的样子啊？老爷，我就说将他赶出叶家，你又不同意。荒谬，他没犯大错。哼，他昨天当众打我巴掌，哪有当女儿的这样对娘亲的？这件事别再提。老爷，以后你少去招惹他，你们4个也是。阳光倾洒进来，将他脸上红色的胎记照得越发明显。他想到恒恒洛洛脸上的胎记，但不是红色的，而是淡淡的黑色。最开始没有，随着长大才慢慢出现的。担心他们被指指点点，他才让他们戴面具的。胎记，事情会这么巧吗？他记得那晚女子身上的馨香。突然，叶希堂睁开了眼睛，四目相对。你做什么？有蚊子。现在是4月，不会有蚊子。小飞虫。哦，大白天的，你在这里睡什么觉？昨晚被他们4个闹腾得很晚，我没怎么睡。你有没有找到叶老将军的房间？成亲第2天我回来找过，发现祖父在我平常看的医书里封了一张小纸。写了什么？你觉得这是指什么？我上面看到了祖父的无奈，他肯定是被害死的。接下来不管你有什么行动，都必须先跟本王商量。我不是冲动的人。笑什么？今天是我在将军府吃过最丰盛的一顿饭。真蠢，那就多吃些。也不知道这个白眼狼用了什么招数，竟然让翼王对他这么特别，因为让他醒了。如果没有替嫁，不，必须替嫁，我才不要当翼王妃，我要的是太子妃。午饭过后，等会儿到正街你把我放下就行。去哪儿？先去做门匾的店铺，再去医馆，得找机会拔他一根头发才行。明天我们进宫给母妃请安，你还得去太后、皇后那边走走。今天记得早点回家。好，谢谢王爷送我过来。别给本王闯祸就好。在王爷眼里，我很爱闯祸。你未婚有孩子替嫁是要杀头的，还有打将军夫人，虽然有原因，但这原因很难堵住百姓的嘴。王爷教诲，臣妾会谨记在心。下去吧。小姐，奴婢打听到翼王妃是去换门匾的名字。换名字？说是把千与千寻馆换成梧桐馆。已经在做门匾，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换名字，肯定有猫腻。傍晚，娘亲，小世子、小郡主，你们不过来吗？想不想玩点新花样？什么新花样？接下来，恒恒洛洛摘菜揉面，干得有滋有味。千与千寻一脸的无奈，毕竟这活儿他们常干。都是你做的。王爷，我娘亲肯定喜欢你，这些菜她从来都没给我和哥哥做过。王爷，你不要听千寻胡说八道，做这顿饭是为了感谢你。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，练出来的。晚饭过后，今晚又要治疗。虽然你体内的毒暂时压制了，但想彻底解毒，得把体内的余毒全部清除。前期治疗得勤快些。王爷，我给你按按头吧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王爷未免也太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你是君子，我是女子。按吧。用力拔了一根头发。叶希堂，你在做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手误，不小心扯到你乌黑的青丝了。我会注意的，我继续帮你按。不用了，我是想帮王爷，既然王爷不需要，那我就不按了。虚伪。小家伙睡得特别熟，等他拔了2个人的头发，他们也没有半点醒的迹象。他不想弄醒他们，便速战速决地拔了头发。好在他们都没醒，他用意念去了医疗空间，立刻开始操作，准备做 DNA 检测。弄好一切后，他满意地回到了房间，接下来等结果就行了。翌日，皇祖母，
你们两个皮猴子最近做什么去了？也不进宫来看看皇祖母。皇祖母，父王给我们找了2个年龄一样大的伴读，我们玩的可好了。儿媳见过母妃，怎么突然给恒恒洛洛找伴读了？他们不愿意读书识字，总是跑出去。儿臣想着找了伴读会好些。身体怎么样了？儿臣暂时无碍，准备去军营。不行，你的脸色还不太好。母妃放心，王爷应该多出去走走，天天待在家里更不利于解毒。那你去吧，记得别天天待在家里，多走动走动。这脸变得也太快了吧！太妃、太后来了。她来做什么？见不得哀家心情好，让她进来吧。是。见过太后、皇祖母。你们很久没有去哀家那里，果然哀家没有你们皇祖母受欢迎。既然知道自己没我受欢迎，又何必说出来自取其辱？习惯了，也不多这一次。也是，毕竟我们都这么多年，你也没赢几次。快过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。听闻你一进翼王府冲洗，翼王就醒了。臣妾见过太后。太子确实没福气，还是我家莫言福气好，阴差阳错娶了她后就醒了。哀家恭喜妹妹。不知道太后打算拿什么贵重物品恭喜？嘴巴说恭喜不太真诚啊，有点虚伪。哀家会送你好东西，要是没6年前的事，你就是太子妃，是哀家的孙媳妇儿。谢谢太后。哎呦，没想到太后这么大方，我还挺期待你送什么的。太子有心，上次费了心思找到了一对绿碧玺手串，是哀家的心头好，哀家送给翼王妃。绿色好，堂堂皮肤白很合适。太子真没眼光，竟送你绿碧玺，显得你又黑又老。老了哪里比得了年轻人？不过翼王妃脸上的胎记还能消吗？翼王妃，哀家不是说你丑的意思，是你脸上这块胎记太明显，让人想忽视都忽视不了。本王觉得胎记没什么，有些人长着干净的脸，心却是丑的。父皇说的对，我记得书里说过，心灵不美，再漂亮的脸也是丑的。没错，脸蛋再美，心不善也是丑陋的。他和哥哥脸上也有胎记，但他们是善良的，不会做伤害其他人的事儿。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儿孙。糖糖，你觉得莫言他们说的对吗？臣妾觉得王爷跟小世子、小郡主说的对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太后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哀家也是为了翼王妃，免得被人指指点点。太后真担心的话，不如做点实在的，给糖糖找个能消除胎记的厉害大夫。哀家听说翼王妃在帮翼王解大家都解不了的毒，说明她医术厉害，应该能消掉胎记吧。臣妾确实在准备消除胎记，但没有100%的把握，只能尽力而为。看来翼王妃的医术确实了得，这是皇家的荣幸。以后有什么疑难杂症可以找你。哀家的儿媳妇可不是给你们看病的，真要看也可以，只要你们给得起钱。这是应该的，翼王妃，这是哀家赏赐你的，你可得好好带着，碧玺是养人的。谢谢太后的赏赐，臣妾会好好带着。那就好，哀家不再打扰你们，翼王妃有空可以常来宫里坐坐。好，哀家倒是看看你的医术有多厉害，竟然能帮叶莫言解毒，还能消除那么大一块红色胎记，真是异想天开。突然便看到地上都是碎了的绿碧玺。放肆，竟敢砸了太后赏赐你的手串！你大吼大叫什么？哀家还没说话呢。江太妃，老奴是看到太后赏赐的物品碎成了那样，才会忍不住的。不就是碎了一对手串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看是太子花心思找的东西质量不太好。江太妃，哀家好心好意送翼王妃贵重物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听着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。太后，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刚想打开带上，
哪知道盒子突然就从手里滑落，手串就砸在地上了。翼王妃，以后可得拿稳盒子，免得下次砸了更贵重的东西。臣妾会谨记。我的好儿媳，你刚刚做的太漂亮了。多谢母妃夸奖。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彻底得罪太后？那东西是太子费心找的，他不希望戴在他手腕上。臣妾知道，但不管臣妾做不做，太后都会将我当成肉中刺。哀家会护着你，你也别怕太后，该怼就怼，有什么事哀家替你担着。谢谢母妃。既然不管怎么做，太后都会看他不顺眼，倒不如跟姜太妃搞好关系。你刚刚这手串砸的简直大快人心，瞧瞧太后走时那张臭脸。纪王，皇上得知你进宫，请你过去一趟。这么凑巧？王爷，你去吧，让宫女太监领臣妾去皇后那边就行，臣妾不会有事的。你注意安全，真有什么事你尽管做，本王跟母妃会护你。多谢王爷，臣妾见过皇后娘娘。怎么翼王妃一个人过来？翼王没陪你？皇上找翼王有事，他过去了。皇上真是的，翼王刚苏醒，他怎么能找他商量事呢？翼王最近身体怎么样了？在臣妾的治疗下，目前稳定。叶希堂说着刺激皇后的话，虽然太子跟皇上是亲父子，皇位应该传给太子，但传闻太上皇过世时曾经留了一道圣旨，要是皇子里没有合适的人，就由翼王登基为帝。看来翼王妃医术真的不错啊，本宫记得你以前不会医术啊。如果不是他，叶莫言肯定还躺在床上没醒。臣妾祖父在时有让臣妾看医书，后来去了岭北，臣妾有继续学。原来是叶老将军让你学的，可惜你的医术没能救得了你祖父。没能救祖父，臣妾很自责。这次臣妾一定会治好翼王，让他继续成为百姓们拥护爱戴的战神。他说戳他心窝子的话，他自然也要戳他心窝子。这个该死的贱人，非得跟我们母子作对吗？上茶。这是什么茶？口感还挺不错的。翼王妃要是喜欢，可以多喝几口。在他快将茶喝完时，脑袋阵阵发晕，最后倒在了地上。娘娘，翼王妃晕了，将她带去暗室，好好招待。娘娘吩咐，好好招待她。翡翠姑娘放心，我们定会好好招待她的。两名嬷嬷去取了工具，是一个布包，打开后里面是长长短短又细的针，可以让人痛不欲生，但又不会在身上留下伤口。一名嬷嬷拿起了叶希堂的手，准备扎他的手指头。叶希堂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叶希堂一巴掌将他拍飞。赶紧去抓住他！你们两个过来，别让他跑出暗室。翡翠姑娘，你去哪里？我招待我，不过是你们技术不行，不如现在让我教教你们。娘娘，他怎么安然无恙的出来了？皇后看到我一定很惊讶吧？你以为在茶里下药我发现不了？你6年不见，他倒是长了本事啊！人真不行，我刚刚好好教了他们，应该会长点本事。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滚开！你休想伤害皇后，除非从老莫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抬手用力一推，将他推得远远的。叶希堂，你给本宫站住！再敢往前，本宫绝对不轻饶你。皇后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来人呐，快来人！翼王妃行刺本宫！他从发髻里拔下了一枚簪子，毫不犹豫地朝着自己的右胸膛用力地刺去，身体一个踉跄，朝地上倒去。母后，一把抱起了皇后。母后，别怕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来人，快叫太医！是个狠人，难怪能坐稳皇后的位置。天哪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翼王妃，你竟敢刺伤本宫的母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亲眼看到是我刺的吗？本宫进来时，只有你站在母后旁边，母后又凑巧在喊人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皇后为了陷害我，对自己真狠。你的意思是本宫母后自己刺伤的自己？众所周知，皇后特别怕疼，怎么可能刺伤自己？叶王妃为了给自己脱罪，不用找这种借口。喜嫔冷哼道：皇后不愧是皇后，准备的这么充分，不就是想置我于死地？哟，这是闹哪出啊？叶王妃绝对不会在皇宫做出刺杀的事。太后跟皇后不愧是婆媳，都喜欢搞小动作，做手脚。你不在现场，怎么知道不是她行刺的？太后，你也没在现场亲眼看到，怎么就确定是叶王妃行刺的？哀家是没亲眼看到，
但大殿里除了皇后跟懿王妃，还有楚嬷嬷在。她是皇后的陪嫁嬷嬷，自然站在皇后那边，说的话不能当作证据。来人，将懿王妃关进大牢，朕会安排人查清楚这件事。皇上，臣可以替他担保，他绝对不会做出刺杀皇后的事。王爷，臣妾愿意去大牢，臣妾相信皇上是明君，不会冤枉无辜的人。皇帝放心，朕会查清楚的。如果一直没有查清楚，是不是本王的王妃就得一直待在大牢里？莫言说的对，皇上，你总得给个时间吧。莫言还需要糖糖治病，难不成你不想他给他解毒？你儿子重要，皇后也重要，总不能没查清楚就让他逍遥自在。5天，臣妾会耐心的等。花园里，气死我了！一群什么人呢？母妃别担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你呀你，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媳妇儿，这分明就是精心布置好的局，刺伤自己来陷害。好啊，我记住了。确实是精心布置好的局，母妃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也设了局？什么意思？他不会有事。老娘生了你，你还防着我，就不能直接说吗？不能。臭小子，白生了。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关到这里来的？刺杀皇后。你这么丑，是怎么进宫的？宫里应该不会让你这种人随意进宫吧？我叫叶希堂，是叶老将军的孙女儿。各位年龄大，又早早的进了这里，没见过我很正常。我现在是懿王妃。那你完了，美好的年华要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度过。不，5天后我就会出去。小小年纪倒是挺狂的。我不是狂，是实话实说。不信你们等着看。你倒是挺有自信的。当然有信心，毕竟我没有刺杀皇后，是她拿簪子自残陷害的我。所以呢？我相信皇家会秉公处理，绝对不会冤枉我，所以我一定会出去。你们笑什么？很好笑吗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？当然是犯了大罪，没犯大罪，皇家审问清楚，自然会放了你们。去他的，老子没犯罪，我是被算计冤枉的，没做过，非得说我做了。君说你罪，你就有罪。安静，吵吵闹闹做什么？懿王妃，这里是皇家牢房，请你安静，再敢挑起喧哗，别怪我们用刑。牢房不准聊天，东玄国律法有这条，如果没有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聊？牢房有牢房的规矩，不准大声喧哗。不准大声喧哗，看我们小声说话总行了吧？你用不着来吓唬我，我还没定罪，5天后会离开这里。能不能离开，得看懿王妃是否是清白的。再大声喧哗，晚饭没有？小声说话，不用管他。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有意思的小姑娘。你真是叶老将军的孙女儿？千真万确，但凡说谎，天打雷劈。她现在怎么样？6年前，她在战场战死了。她是常胜将军，又怎么会战死沙场？可悲呀！是啊，祖父那么厉害，就算以前有战败的时候，但都有办法撤退。可是那次，敌人是根本不给他活命的机会，是要他死。你的意思是我祖父是被害死的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辈不知，请问前辈你是？我是宗亲王，先帝的皇帝。叶仲怀笑着捋了捋胡须。那你怎么还会被关在这大牢里？真说起来，我得叫你一声皇叔。我现在是罪犯，哪里担得起你这声称呼？皇叔真的犯罪了吗？我说没有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。没想到你长得丑，倒是挺会哄人的。我就开个玩笑，你怎么生气走了？这气量小了啊！真的不理他了，本来还觉得他有意思呢。不愧是叶祖明的孙女儿，脾气跟他挺像的，小心眼儿。放心吧，不会有毒的，反正进来这里的人是出不去的。那不一样，毕竟5天后我是要出去的，我怕有人不想我出去。虽然皇后可能不会再下手，但难免其他人下手，谨慎些有必要。你就这么有信心？当然，一整天过去了，我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皇叔，看你无聊，送你个东西。他将手里编织的一个小动物朝他扔去。你是觉得我现在落魄，所以给我这个丑东西？哪里丑啦？明明非常好看，你拿着玩玩看，又不会有损失。我闲着无聊做的小玩意儿，
给大家打发时间，也当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。这是贿赂我们？你们有什么值得我贿赂的？变得还不错，没想到你一个世家千金，竟然还会做这种。6年前祖父战死，百姓们都骂我，觉得是我害死的祖父，我被将军府赶去临北自生自灭。不知道是你演得太好，还是我看走了眼，以为你是个傻的。现在呢？现在看来是个精的，你祖父脑子可能都没你灵活。你来。你们这是？叶王妃，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我们负责保护您的安危。哦，这臭东西编得不错，我去研究研究，以后也可以编得太无聊。你慢慢研究。叶王没来看我。这里是皇家牢房，外人一律不准进来探望。叶王妃放心，行刺的事肯定会查清楚。爹爹娘亲，姐姐她被关进皇家牢房里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是今天听说的。姐姐昨天跟叶王进宫请安，就是行刺皇后。她疯了吗？爹就应该把她赶出叶家，她行刺皇后可是死罪。她也太无法无天了，怎么能做行刺的事？我早让你将她赶出叶家，你不愿意。你看看她现在做的事儿，老爷，等她出来，你不能再心软了，一定要将她赶出叶家，否则啊，迟早有一天叶家会被她拖累的。行刺皇后这么严重，她能不能出来还不知道。白眼狼最好一辈子都在牢房里，免得出来祸害人。哎呦，我怎么忘了，皇后身份多尊贵呀！她行刺肯定是死罪。爹爹，你一定要救救姐姐，她肯定不会做出行刺皇后这种事。我也相信她不会那么没分寸。明珠，你怎么还帮着她说话呀？娘亲，她是将军府4小姐，真行刺皇后被判死罪，叶家会被全京城嘲笑，我们以后出去哪儿抬得起头啊？这个孽障，不把我们当家人就算了，竟然还要害我们。明珠还没嫁人，叶家绝对不能出个杀人犯，否则将军府一定会被牵连的。这现在怎么办？这件事你们别去瞎掺和，明天我会进宫找皇上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老爷，你明天赶紧去了解清楚，要是他没做，我们不能让其他人冤枉他。他是真后悔生了这个不孝女。吃饭吧，这件事你们别管就行。不知不觉3天过去，叶王妃，你可以离开了。他真的能离开？皇叔，我先走了，你们各位保重身体。这么臭的玩意儿我不要，还不如我自己编的。你不要，我拿出去送给小世子、小郡主，他们肯定喜欢。这臭东西也就哄哄小孩儿，你这一走，还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见面。这东西送你吧，当你这3天陪我们解闷儿。你编的这东西比我的还丑，要是小世子、小郡主不要，扔了可别怪我。随便，赶紧走吧。叶王妃，你不能带任何东西出去。这里是我这3天用草编织的小玩意儿，这也不能带。这里是皇家牢房，不允许带任何东西出去。如果我一定要带呢？请恕我们无礼。放肆！谁允许你们抢本王妃的东西？再敢上前一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弱者只能被欺负，这里是皇家牢房又怎样？哼，这丫头有意思，敢在皇家牢房里跟御林军动手，这是多防着他们。叶王妃，你这些是我亲自编织的，我今天必须带走。要是不放心，出去以后可以检查。叶王妃，请。外面阳光明媚，我们回家啊。好。叶王，属下还要带叶王妃去见皇上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！你要是死了，让臣妾怎么办呢？他只是装下晕。王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得赶紧带王爷回去。王爷，你别吓我们。王妃，你快上马车，给王爷把脉。叶王妃，你不能走。滚开！耽误王爷的治疗，你能负责吗？这灵风灵影，我们走。没想到你演技挺好的。彼此。哎呀，你猜猜这里哪些是宗亲王编织的？本王要是没猜错，他编织的肯定没在这个包袱里。你看看，里面放着一张小纸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不出来？你能看懂？聪明人肯定能看懂。释放内力，将手里的纸条化为粉末。好歹是我帮你弄到信息的，你不夸我就算了，竟然还损我，你是人吗？本王要不是人，你也不是人。你不是帮本王弄到消息，是在帮你自己。这个宗亲王很厉害。本王5岁那年，宗亲王进了皇家牢房，他罪行的证据是皇上提供的，父皇勃然大怒，判了他的罪。你觉得宗亲王是被冤枉的？他纸上画的地方，是不是那里藏着什么线索？所以你是要将皇上拉下来？本王没那么大的野心，只想公事公办。以后有需要我做的，随时跟我说。我希望王爷能永远公事公办。本王永远只站正。果然我眼光好，没看错人。当初是谁怀疑本王？
要不是本王逼你们一把，恐怕你还防着本王。你会对不熟的人立刻信任吗？不会。那我刚开始防着你是正常的，皇上让我离开牢房，是查清楚了吗？皇后还是咬定是你刺伤的，本王咬定不是你刺的，但因为两边都没证据，皇上下令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这样直接带我走，皇上会不会怀疑什么？他越怀疑，越证明他心里有鬼。哼，我进牢房当天，他安排了御林军守在牢房外，生怕我们交谈什么。看来他心里有鬼，否则有必要那么警惕防着吗？没有明确证据前，你最好什么话都不要说，免得惹祸上身。会是6年前的那个女人吗？娘亲，他们没有欺负你吧？娘亲，谁要是欺负你，你告诉我是谁，我一定让他下次看到你躲着走。娘亲不用你们出头，你们好好的，就是对娘亲最好的帮助。我们也会保护你。对，我们也会。我想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将军府。今天是祖父的生辰，他来不及去福源寺，那就去将军府的祠堂，给祖父烧纸祈福。别太招摇，早点回来。好。不孝女，你竟然还好意思来叶家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这里是我的家。你的家？哼！你立刻马上给我脱离叶家的户籍！哼！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脱离叶家？你这个不孝的，太无法无天，竟然敢行刺皇后！你是想害死叶家呀？你这样对得起叶家列祖列宗吗？你亲眼看到我行刺了，更何况我能从皇家牢房出来，说明我没犯罪。你没犯罪，皇后娘娘为什么说你行刺？肯定是你做了冒犯她的事。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但想赶我出叶家，休想！这个死丫头，越来越目中无人，气死我了！她不离开叶家，肯定是想连累叶家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她得逞，一定要将她赶出叶家。祖父，您放心，孙女儿绝对不会让您死得不明不白，一定会查明真相。你在说什么？查明什么真相？父亲觉得我在说什么？刺伤皇后到底怎么回事？如果我说是皇后陷害我，你相信吗？皇家是复杂的，你现在是翼王妃，每走一步都要注意。我不想惹事，但要是有人想我死，我会亮出锋利的爪，将对方狠狠撕碎。6年不见，他像是刚出鞘的剑，锋芒毕露，让人再也不敢小瞧。你刚说的查真相是什么意思？这6年想到祖父时，你愧疚过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愧疚那时候帮不了他，愧疚让他死得不明不白，愧疚。你闭嘴，不准再说。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我一定会查清楚6年前的事。所以你愿意替下？你留在京城是想查你祖父的死？是。你疯了！原来父亲也知道祖父的死有问题，可你却一直忍气吞声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觉得我能做什么？叶家已经摇摇欲坠，你想让叶家彻底灭亡吗？那就眼睁睁地看着祖父白白惨死。叶静江侧过身，看着神台上的灵牌，神情痛苦又无奈。他何尝又不是不想查，但是他不能去查。我要是早知道祖父的死有问题，不管对手多强大，我都会坚持查，还他一个公道。如果是你祖父不让查的呢？不可能。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可以发誓我没说谎。你祖父他大概早就预料到什么，那次他跟我说，将来不管他是战死还是其他，将他好好安葬就行，守护好叶家。我还是会查叶家，我也会保住。大步快速地离开。不行，一定要阻止他，绝对不能让他去查，到时候惹怒皇家，我们恐怕都不会再有好日子过。哎呦，他真是个扫把星啊！他老爷子都不让查，他还要作妖。我怎么生了个这么个东西啊？娘亲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看姐姐的样子是非查不可，她真查下去肯定会……你爹是什么意思？爹应该是没想查，否则他不会沉默6年。可姐姐坚持要查，他估计这个孽障非得将叶家搅得不安宁才罢休。我去找找你爹，你别担心啊。听他之前的口气是不会罢休，难怪他初次进宫请安会被皇后说行刺，是不是皇家已经知道了什么？皇宫，娘娘，你的伤口已经没有什么大碍，再休养2天就好了，不会留疤的。这几天辛苦你一直照顾本宫，你给民女照顾你的机会是民女的荣幸，本宫很喜欢你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宫里当差呀？民女师傅让民女守好国医馆，平常还得回去药王谷，恐怕皇后是想拉拢她。本宫跟皇上请示过了，你不用在宫里当值，药王谷有医术厉害的女弟子，
你也可以推进进宫来当女医啊。民女会跟师父提这件事，温姑娘以后有空可以常来本宫这儿走走。听说翼王现在只让翼王妃帮他解毒，民女现在确实不再帮翼王治病，翼王妃的医术比民女厉害，只是什么？民女不知道该不该说，民女怕说了会引得翼王跟翼王妃不和。你可以跟本宫说，本宫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是你说的。民女也是听说的，有人说翼王妃在陵北生过孩子。什么？民女也是听说，不知道真假，但民女又怕翼王被蒙骗，她现在信任翼王妃，民女不敢贸然跟她说。你别着急，本宫会派人去查清楚这事儿。如果翼王妃欺骗翼王，本宫会让她付出代价。姜太妃如今也看重翼王，民女也不敢跟她说。以后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本宫说，你照顾本宫，本宫也会帮你。皇后越看她越满意，毕竟她提供这么好的消息。谢谢娘娘。楚嬷嬷，去将本宫最喜欢的那套首饰拿过来，给温姑娘。是。娘娘，太贵重了，民女不能要。本宫很喜欢你，才愿意将那套首饰送给你，你还要拒绝吗？谢谢娘娘的喜爱。娘娘，民女不再打扰，先行告退。母后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温姑娘手巧，伤口已无大碍。母后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叶希堂在陵北生过孩子。母后，你确定？你赶紧安排人去陵北，记得暗中调查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儿臣立刻安排人去。之前的事没能给他个教训，这次绝对不能放过他。母后，以后你别再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，儿臣很担心。林渊，就算母后当时不那样做，叶希堂肯定也会对我动手。他敢？这件事别再提了，毕竟你父皇发了话，还是赶紧查叶希堂到底有没有生过孩子，这最重要。儿臣现在去办。臣见过皇上。臣妾见过皇上。皇帝身体怎么样？朕听说你在牢房门口晕了过去。臣无碍，大概是这3天一直守在牢房外面，没休息好，见到糖糖出来有些激动，才会晕过去。这3天他都守在牢房外面。看来皇帝对翼王妃很上心啊，朕还是第一次见你对女子这般。她是臣的王妃，臣担心她是应该的。你能这样想就好。姜太妃一直担心翼王妃，那天你是不是和皇后起冲突了？是，当时臣妾没有要行刺皇后，皇后拿簪子自保，不小心刺到了自己，便说是臣妾行刺她。原来如此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朕会说皇后。至于冲突，想必是误会吧？确实是误会，臣妾大概和皇后八字不合，以后最好不要单独见面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别再单独见。听说你在牢房跟宗亲王聊得很好，他老人家好吗？他年龄大了，牢房阴暗不见天日，那种地方待久了，身体必定是各种毛病，恐怕什么？可能活不久了。祖上有规定，进了皇家牢房的人都不能出来，朕也不能破例。他当然不能破例，毕竟他不想宗亲王出来。能不能让太医偶尔给他看一下？朕会安排。不管怎样，他是朕的皇叔。皇上仁慈。突然，叶梦魇剧烈的咳嗽了起来，随后往地上一滑。王爷，本王没事。皇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翼王妃，你不是在帮他治疗吗？王爷这几天没有休息好，导致体内的毒有点扩散。你尽全力给皇帝治疗，需要什么药材尽管和朕提。真能提？臣妾怕提了皇上不会愿意给。皇帝为东玄国鞠躬尽瘁，如今他被毒折磨，朕要是不管他，还配当个明君吗？臣妾听闻皇家有一宝物龙骨，想要讨来给王爷解毒，还问皇上成全。龙骨能解毒？龙是神物，它的骨头是灵药，对解毒有奇效，就是不知道皇上能不能给。龙骨是皇室祖上传下来，用来保佑东玄国，祖上有规定，这个不能动，朕需要再想想。皇上不用考虑，臣没事，可以找其他的药材代替。来人，送翼王回去休息。马车里，王爷，你的演技越来越精湛了，要不是我知道你身体没问题，差点都要被你骗了。近墨者黑，跟你学的。我们才认识几天啊，我又没在你面前演戏，自己会意，别怪在我头上。从你到翼王府冲洗那天，你就在演戏。本王学习能力强，自然很快就能学会。皇家真的有龙骨？想知道？今晚就会知道有没有。
你打算今晚夜探皇宫？跟你一起。你？万一你遇到麻烦，我还可以帮忙。是吗？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我得保证你的安全，否则你要是出事，就没人帮我查6年前的事了。难道不是本王保护你？论武力，我确实不如你，但你身中剧毒，毒发时可就不如我了，所以带上我最保险。夜星辰闪烁，2道黑色的身影如闪电一般。你确定他会来这里？应该。明德帝带着秦公公走了进去，没有想到他真来了这里，看来龙骨就在皇家祖祠里。皇上要老奴在这里吗？不用，你去外面等着。他往前面走，然后握住了一块灵牌，转动着。明德帝走了进去，墙上的门再次打开，2个人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。你以前不知道这地方？估计只有历代皇帝才知道。好大胆子，竟然敢闯皇宫！我们一直在皇宫，正等着机会杀你。这里是东玄国皇宫，岂能由你们来放肆？既然来了，就别再出去。下一秒，他也奔了过去，直接攻击明德帝，猛地将手里的盒子扔了出去，脚下的石板塌了，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直接往下掉。叶墨眼见状，掌风凌厉地扫向了明德帝，大步冲了过去，他毫不犹豫地就跳了下去。明德帝嘴角浮着耐人寻味的笑容，按了一个开头，敢闯皇家祖祠，他会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果然是有机关。你怎么下来了？本王不放心龙骨。我还以为王爷是担心我呢。王确实也担心你，毕竟本王还需要你帮忙解毒。有没有照明的？有。好家伙，没想到皇宫的地底下竟然藏着这样的猛兽。快后退！不能再退了，后面也有毒。看来进来这里的人是出不去的，难怪明德帝看到我们时完全不担心。这就放弃了？不到最后一刻，我坚决不会放弃。不就是一些毒物吗？看着确实吓人，但还是有办法解决的。我们想要离开这里，先得消灭这些毒物。简单。你有办法？我懂医术，也懂毒，身上带有防毒的东西，只不过分量不多，我们得赶紧找出口。对付毒物，找出口，你选一个。不用，我们一起找出口。这个怎么用？将它们撒在我们身上，毒物便不敢靠近。你身上多撒些，本王身中剧毒，就算被毒物咬也不会怎样，说不定还能以毒攻毒。并不是什么毒都可以以毒攻毒，我们一人一包。我们2个总要保住一个，保本王没用，毕竟没其他人能帮本王解毒，倒不如保你。心里说不动容，肯定是假的。什么保一个？我们都必须出去。恒恒、洛洛、千羽、千寻，他们都还在家里等我们。不到最后一刻，他们不应该放弃。听到没有？不到最后不准放弃。你在命令本王？命令你又怎么样？你不是选择保我吗？难不成因为我命令你，你还想揍我？哼，本王发现你很会得寸进尺。你说我们明天没出去，外面会发生什么？皇上定会让人大肆宣传，昨晚有2名刺客闯进了皇家的祖祠，之后会传出你我失踪不见。你说百姓们会怎么想？百姓们肯定会想，那2名刺客是你我，然后皇上用龙骨的事引导大家，让众人认为我们是为了偷龙骨才去的皇家祖祠。果然变聪明了。有你这么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吗？装龙骨的盒子在你那里。咔嚓一声，锁就碎了。他是怕盒子里面有机关吧？没有机关，里面躺着一块手掌大小的骨头。小心有毒，万一这是明德帝准备的，它就不是龙骨，而是要命的。颜真并没有任何变色，水池里水花四溅，目光凶狠盯着他们的鳄鱼似受到了惊讶，恐惧不安地跑得飞快，恨不得立刻消失不见，立刻去看其他毒物。只见他们也在纷纷倒退，似乎在怕着什么东西。看来这东西真的是龙骨。既然他们怕它，不如用它去吓他们，说不定他们可以带我们找到出口。翌日，皇上一定要抓住凶手，将他们当众绳之以法，用来杀鸡儆猴，免得以后有他人再犯。父皇，儿臣愿意带领大臣们一起找，一定要将他们找出来杀了，以绝后患。怎么不见翼王啊？父皇，可能皇叔身体不适，不如让儿臣现在去翼王府看看。准了。皇叔在吗？王爷出去了。翼王妃呢？他跟王爷一起出去的。什么时候？大清早出去的。你确定是今早出去的？可有人作证？太子殿下，王府门口的侍卫都能作证。昨晚有一男一女擅闯皇家祖祠，皇叔跟翼王妃刚好不在府上，是不是有些凑巧？王爷跟王妃确实是早上出去的。王府的侍卫的证词本宫不相信，得需其他人证明。还有你平常不是一直跟着皇叔？王妃说要带王爷去一个地方治疗，让我们别跟着，主子发了话，我们自然不会去。难道他们暴露了？否则太子不会紧逼着问。他们要是回来，
记得去宫里禀报一声。是，太子殿下。小世子，小郡主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凌风一脸纠结，想了想，便将整件事情告诉了他们。娘亲出事了，别担心，我现在跟哥哥进宫找皇祖母，你们待在王府别乱跑。我们不乱跑，你们赶紧进宫，有什么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们。皇宫，父皇，儿臣到翼王府后，皇叔跟翼王妃都不在，他的随从都在府上，说他们出去治疗了。出去治疗不带人？他又做什么了？难不成昨晚擅闯皇家祖祠的人是他跟翼王？父皇，皇叔的随从说翼王妃不让他们跟着，让他跟皇叔去的。皇上，臣觉得有问题。昨晚一男一女闯进皇家祖祠，今天翼王跟翼王妃刚好不在王府，会不会太巧？楚丞相严肃地说，眼底快速闪过金光。皇上，臣觉得翼王跟翼王妃不至于做那种事。叶将军，翼王跟翼王妃有没有做那种事儿，皇上肯定会查清楚的。臣也相信皇上会查清楚。既然楚相不让我相信他们，那你凭什么怀疑他们？请皇上安排查这事儿。翼王跟翼王妃要是出城治疗，守城侍卫必定会知道。要是守城侍卫不知道他们出城，表示他们在城内，那想找他们应该很容易。父皇，儿臣愿意带人去找皇叔跟翼王妃。你带人去找找他们，找到后立刻跟朕禀报。是。哎呦，这两个胆大的，干这么惊天动地的事，竟然不叫上哀家。皇祖母，您跟着凑什么热闹啊？太妃，主子跟王妃现在还没回来，宫里已经怀疑昨晚擅闯皇家祖祠的人是他们。他们有证据吗？应该是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，慌什么？你现在回去王府置办一些东西，将王府好好装饰，等你的两位主子回来就行。是，属下听太妃的。你们别着急，回去后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，不要表现出担心的样子。皇祖母、父王他们真的不会有事吗？要相信他们。刚出皇宫门口，便跟叶凌渊碰上。见过太子殿下。恒恒、洛洛，大早上的你们怎么进宫了？父王外出治病，特意叮嘱我跟洛洛要每天进宫陪陪皇祖母。这样啊，那你们知道他们去哪儿治病了吗？有人想要父王的命，要是说了，万一有杀手过去，他们会很危险的。虽然我相信堂哥不会杀父王，但还是不能说哦，你就别问了。我不会伤害你们父王，你们真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？当然，我们可是父王的小宝贝，他自然会告诉我们。我刚刚去了城门，守城侍卫说早上没看到他们出城，看来他们在城里治疗。我得去找他们。殿下，你为什么要找他们？大臣们都怀疑昨晚擅闯皇家祖祠的一男一女是皇叔跟翼王妃，为了证明他们是清白的，本宫只得赶紧找到他们。他们污蔑人，父王才不会做那种事。堂哥去找吧。你们真不告诉我他们的下落，否则不止大臣们怀疑，百姓们也会怀疑。等父王治好病，他们自然会回来。我相信百姓们肯定会理解他。没想到一个5岁的孩子，心性竟然这么稳。叶墨烟有意识时，唇上是柔软的触觉，等他睁开眼睛时，便对上了叶希棠近距离的脸。你在做什么？你一直昏迷不醒，当然是给你做人工呼吸。你该不会以为我是在强吻你吧？任何人突然清醒，感觉有人在亲自己，都会多想。我们是从皇宫排污水的臭沟里爬出来的，浑身臭烘烘的。你觉得我会那么重口味的亲你？谁知道，万一你重口味，要不要这么自恋呢？我再重口也不会去亲一个臭家伙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除了胸口有点不舒服，没其他事。我们得赶紧回去王府。是鳄鱼带他们去了一处地方，在听到有流水声之后，他用内力打破了那块石壁，是一条地下臭水沟。他们顺着沟爬了出去。不着急，反正现在已经第2天，我们不是叮嘱林峰他们该怎么说了吗？我帮你按按。好了。他不习惯女人的接近，想到6年前那晚，他眉头拧紧。真说起来，是那个女人先主动的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我可没占你便宜。走吧。就这样走了？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回去，既然说是去治疗，肯定是需要几天时间的。你有什么计划？要是我没有猜错，昨晚有人擅闯皇家祖祠，以及我们刚好不在王府，这2件事肯定传开了，朝中必定会怀疑我们。现在应该在全城找我们，我们干脆待几天再回去。好，但现在我们应该换身衣服。附近肯定有村民，先找找看。不知不觉5天过去，翼王府每天都热热闹闹的，弄得喜气洋洋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翼王府要准备办喜事儿。天宇千寻，我跟洛洛要进宫找皇祖母，剩下的活就交给你们了。你们去吧，放心的交给我们。等娘亲回来看到她喜欢的花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太妃
太后跟皇后他们过来了。来就来，他们想自取其辱，哀家自然会成全。江太妃，你这采摘的鲜花又是送去翼王府的？你是要帮哀家一起采摘？臣妾是想帮忙，但臣妾修剪不好，就不浪费花了。不想帮忙就直说，何必找借口？翼王、翼王妃还没回来，你现在采摘花是不是早了？哀家不知道他们哪天回来，那就每天摘，反正宫里的花多的是。你就没有想过，或许他们不会回来了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哀家听皇上说，那晚擅闯皇家祖祠的2个人掉进了机关里，那下面是封死没出口的。这跟莫言和糖糖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他们是被困在下面，才一直没出现。5天，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那下面不止没出口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毒物，下去的人必死无疑。皇家准备挺足的。不知道莫言跟糖糖怎么样了？他们该不会……不能自己吓自己。上次拿他们生辰八字给知空大师测的时候，他除了说他们是天作之合，还说他们的命好。命好的人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去阎王爷那里报道？这是自然，皇家祖祠是重地，岂能让奸贼之人乱闯？乱闯的人下场只有死。太后似乎很确定那2人是莫言跟糖糖。哀家不敢确定，只是皇宫刚进贼，翼王跟翼王妃凑巧不在，让人不得不多想。现在都在讨论，说那2人是翼王跟翼王妃。林渊带御林军找了几天，也没有找到。他们真去治病了吗？只能说太子能力差，这么多天都找不到他们。如果那晚的人是翼王跟翼王妃，林渊找不到他们也正常。皇后这话说的没错，这换谁去找也是找不到的。照你们这话的意思，那晚的人要不是莫言糖糖，是不是就表示太子能力差？太妃，话不能这样说。要是翼王跟翼王妃有心躲起来，太子皇兄找不到也正常。得了，什么话都被你们说了。你们要是没别的事，别在这里打扰我。一群碍眼的东西。我们也不是想打扰你，只不过凑巧碰见才说说。臣妾听皇上今天打算派人去机关下面看看。皇上应该早派人下去看，免得大家怀疑这个怀疑那个。毕竟是重地，这不是没办法了。皇上不得不安排下去查看。不知道太妃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皇家祖祠啊？这么大的事，你还是一起去看看吧。看，当然要看。看好了，这样就能知道真相，免得猜来猜去。太妃请。哎呀，要去皇家祖祠看真相，激动的有点手滑，没吓到你吧？太妃以后还是小心些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要杀了臣妾。先皇在的时候，我就总手滑。皇后要想不受伤，最好离我远一点。话落，他神情嚣张的离开。娘娘，别气坏了自己。等御林军把机关下的人拉出来，看太妃还怎么嘴硬。儿臣见过母后江太妃。里面怎么样了？御林军已经有人下去了，因为机关比较深，他们滑落需要时间，可能没有那么快。不管如何，今天一定要将贱人揪出来。如果莫言跟糖糖被人从下面带出来，就算不是死罪，活罪肯定要受。皇上，这贼人为什么那晚进祖祠啊？父皇，让儿臣说吧。那天翼王妃跟父皇要龙骨，这是皇室至宝。父皇因为祖宗的话没直接答应，而是说考虑考虑。当天晚上，父皇来了皇家祖祠，然后进了密室，没想到那2个贼人跟了进去，抢走龙骨，最后掉进了机关里。看来翼王、翼王妃是想偷龙骨呀？你们就那么确定是翼王跟翼王妃？如果不是呢？太妃别动怒，等御林军把人带出来，会真相大白的。太子有功夫劝哀家不要动怒，何不训斥大臣们别胡乱猜测？以目前的各种情况，大臣们是合理猜测，并不是没有根据去怀疑。太子说的没错，没人会无缘无故怀疑。不如大家都少说几句，应该很快会有答案。都耐心等等，别在祖祠面前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现在他已经非常确定，贼人就是叶莫言和叶希棠。皇祖母，皇祖母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皇祖母，父王他们回来了。皇祖母，父皇他们马上就到。哼，一群想看笑话的坏人。才5天就回来了，看来他们这次治病很顺利。父皇气色很好，应该是很顺利，这是好事儿。皇
祖母，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呀？哈哈，洛洛，他们都怀疑祖祠进的贼人是你们父皇他们，正准备抓现场呢。爽，真的太爽了，真畅快。王伯伯，你也怀疑吗？明明我们说了父王他们去治病了。这几件事太凑巧，大家心里有疑惑。朕为了平息这件事，不得不安排人去机关下面找人。他们出来了？不可能，下面是完全封住的，没有任何出口，而且还养着各种各样的毒物，没有人能活着离开的。哦，让你们失望了，贼人不是我父王他们。怎么回事？贼人不是叶莫言和叶希堂吗？他们怎么可能回来了？祖祠下面的机关那么危险，他们怎么会逃出去？有些人呢，总是想着看别人的笑话，结果自己成了笑话。还有你们这群人，别以为哀家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今天来这里都是幸灾乐祸，想看戏吧？哀家不知道莫言做了什么，让你们那么想看他出事。他10岁跟着先皇上战场，12岁独自上战场杀敌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上了无数次战场，平息了多少敌军的骚扰进攻。6年前他遭暗算中毒至今，但凡有战事，他依然不顾自己的身体上战场，为的就是阻止其他国家的侵占。而你们做了什么？太妃，你这话说的好像其他人没付出。翼王可以停下来休息，只要他将兵权交出来。就怪先皇偏心，临死前给了叶莫言那么多的兵权，还说什么除非他自己主动交出兵权，否则任何人不得收回他手里的兵权。想要兵权，那得有真本事。本王不可能把兵权随随便便交给他人。不愧是他看中的儿媳妇，真的是天作之合。母妃，我们回来了。母妃，让你担心了，不过你放心，这次治疗很顺利。母妃相信你的医术，你放心大胆的治就行。缺什么跟哀家说。好，怎么大家都在这里？前几天有人闯皇家祖祠，结果第2天你们刚好不在王府，有人怀疑那晚强闯的人是你们。皇上为了平息大家的猜测，让御林军去祖祠密室下面的机关找那晚掉下去的2个人。我们不过是出城治病而已，也要猜到我们身上，这对我们是有多大敌意啊？太子说那天你跟皇上要龙骨，皇上没马上答应，那晚有人将龙骨盗走了，大家更觉得是你们。哼，请问你们现在还觉得强闯皇家祖祠的人是我们吗？翼王妃，你们那天出城治疗，为什么守城侍卫没有看到你们？这个你们要问守门侍卫，为什么没有发现我们？是不是偷懒了？开个玩笑，守门侍卫很负责，只不过我跟翼王易容乔装了，他们没发现很正常。好端端的，你们易容做什么？总有恶人想害王爷，不如悄悄出城治疗，免得被人一路追杀。皇帝，你的脸色很不错，看来治疗效果很好啊。确实很不错。王妃，皇帝是东玄国的大功臣，你一定要尽快帮他解毒。要是那天皇上愿意把龙骨给臣妾，臣妾确实可以很快解毒，可惜皇上不愿意给。放肆！不是父皇不给，是祖上有规定，龙骨不能动。它是保佑东玄国的圣物。如今龙骨被盗，你的意思是东玄国接下来要不好了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圣物丢了，自然没法再保佑东玄国。要是没了圣物，东玄国依然好，说明龙骨也没那么重要。龙骨重不重要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是皇室祖宗们说了算。龙骨丢了，是不是该追责呀？追谁的责？皇上？现在是追责的时候吗？应该赶紧找到贼人，将龙骨夺回来。太后说的对。皇上，密室的机关下没人，但我们发现一个口子，估计对方从那里逃出去了。你立刻安排人从那个口子出去看看，看通往了哪里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原来是贼人逃出去了，难怪御林军抓不到人。看来对方挺厉害的，皇家祖祠下面的机关也能逃出去。阳光下，女人脸上绽放出明艳落落大方的笑容，丝毫没有半分不自在，完全让人看不出她是在表演。虽说这人擅闯皇家祖祠不对，但能从那种地方逃出去，确实有本事。有他们这样夸贼人的吗？哎，不对，有他们这样夸自己的吗？他们不是傻子。这些天的事情联合到一起，贼人绝对是翼王和翼王妃，可惜他们逃了出去，现在没有其他证据，只能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爱妃，翼王妃，
你们不谴责贼人就算了，竟然还夸他们。姜太妃似笑非笑道：“哀家不过说句实话，你有空指责哀家，不如想想怎么抓到他们。”皇帝，你也知道了整件事，如今龙骨被盗，有什么看法？臣觉得找到龙骨最重要，以及找到那晚的人。不如这件事交给臣弟去办，朕相信臣弟的本事。皇上，王爷没法接这个，他的身体还要继续治疗，不如交给太子。不管是谁去查这件事情，最后都是死局。皇上，臣有心无力，担不了重任。太子已经开始学着治国，还是交给太子吧。林渊，这件事你去办，一定要抓到贼人，找到龙骨。是，儿臣定会尽全力。你们真是好样的！大家都回去，朕相信太子会查清楚这件事的。母妃，我们这次外出找了一颗野生灵芝，特别适合你，已经让林峰送去永福宫，我们回去看看吧。好好好，你们真有心。太子，你跟朕来。是。爹爹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是那个不孝女吗？你们希望那个贼人是他吗？老爷，什么叫我们希不希望那个贼人是他？我们只关心真相，你赶紧说呀！爹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贼人不是翼王跟翼王妃，他们今天回的京城，之前进了宫。不是他。你那是什么表情？难道希望是他？我自然不希望是他，真要是他，叶家不就被牵连了？不过老爷，听说他……娘亲，不是姐姐就好。老爷，你得好好说教下他，让他千万不要再乱来了。你们三个跟我去书房。凝珠，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说？应该让你爹阻止不孝女查6年前的事。娘亲，我感觉爹爹在犹豫，所以我们不能让他知道，我们已经知道姐姐要查6年前的事情。他不至于，6年过去他都没查，他不是冲动的人，难不成他又跟不孝女一起查6年前的事？老天爷呀，他疯了吗？叶家如今的处境能跟皇家作对吗？娘亲，我们必须做其他的打算。你想做什么？娘亲会一直站在你这边。我想去找太子殿下。找他做什么？告诉他叶希堂要查6年前的事，他肯定会对付他。这太子知道后会不会怪罪叶家？娘亲放心，我们提供消息又没参加，太子是非分明，肯定不会怪罪的。好，你去找太子，记得跟太子好好说说。永福宫，你这个臭小子，干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然不先跟母妃说说？跟你说了，你指不定跟我们一起。要是我们3个都出事了，谁来镇场子？说不定有哀家跟你们一起去，就不会出事了呢。开个玩笑。不过下次你们再有什么行动，一定要跟哀家说。经过这次的事，皇上可能更会容不下我们。你们有什么打算？母妃，我们打算见机行事。哀家看也别见机行事，直接夺皇位算了。母妃知道你对权力没野心，但6年前你为什么出事中毒？你真没怀疑过害你的人吗？儿臣怀疑过。别再犹豫，我们该为以后的路打算。他们不给我们生路，我们就推翻他们。儿臣会考虑。母妃好好休息，我们先回去王府。马车里，6年前发生了什么？你是怎么中毒的？是那晚，当时他记得那个男人很不对劲儿，分明也是中了药。那天他在医疗空间里做了 DNA 检测，结果出来全是乱码。你对本王的事很好奇？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，多多了解是应该的。本王是6年前去边疆的路上遭人暗算中的毒，那些人都死了，无法下手查。真是巧，也是6年前。放心吧，我会帮你解毒，只要你配合治疗。让你们担心了，以后再有这种事别担心，娘亲一定会回来的。你是大人，要说到做到，否则我们还是会担心的。娘亲，我和妹妹这几天做了毒粉，你拿着防身。谢谢你们。娘亲，恒恒洛洛在你的院子里种了很多你喜欢的花哦。你们种我喜欢的花，晚上我做你们喜欢的菜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莫言看了看他们4个，脸上是若有所思。当年恒恒洛洛是温语言报回来的，说他们的娘亲难产死了，偏偏叶希堂有2个孩子出生是夭折，如果那2个孩子没有夭折，是不是就是恒恒洛洛？叶叔叔，这是我们送给你防身的。谢谢你的礼物。那天叶希堂用的防毒虫粉，不会是他们做的吧？你要是觉得好用，我跟哥哥一直给你制作。你真大方，
算了，他愿意让我们兄妹在王府住下，我们也不应该欠他的。千寻，你们教我好不好？我也想学做毒粉。父王，你同意他们教我们好不好？好，我要出去一趟，带着凌霜。好，你没死呀？还以为你出了事儿，没人帮老夫治病。托您老的福，我活得好好的。我就知道自己命好，定会有人帮我治病的。宫里的事传得沸沸扬扬，虽然该不会真是你和翼王吧？当然不是我们，要是我们，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出现？说的也是，不过说不定你们早逃了呢。你赶紧帮我治疗，这2天我感觉浑身不舒服。好。王妃，你胆子太大了。是翼王提议去的。翼王真有胆识，不愧是翼王。我来是告诉你，你明天去翼王掌管的军营任职。真的？你不用上战场，管些军务就行，这样你有机会跟其他军营的人打交道。好，我会想办法跟以前那些人光明正大的接触的。6年前的事，可能查不到真相了。你这是打算放弃了？是我跟翼王闯的皇家祖祠，皇上他们心知肚明，只是没有证据。你的意思是皇上会对你们下手？我们不会坐以待毙，他真的不给我们活路，我们就反了。你们君要臣死，臣不想死，那就只有反。他要是给我们活路，我们自然不会做那样的事。这不是小事，更何况谈何容易啊！一个不好是要杀头灭族的，反正都是死，何不放手一搏？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反正我听你们的。我想给叶老将军和将士们讨一个公道。公道必须讨。太子府，殿下，将军府的五小姐来了，说她要给你提供消息。叶希堂的妹妹，她要提供什么消息？让她进来。是。臣女叶明珠见过太子殿下。叶五姑娘怎么来了？臣女有重要的事跟殿下说。你说。翼王妃说臣女祖父的死有问题，是被害死的，她想查6年前战场的事。叶老将军是被害死的，他有证据？没证据。6年前祖父明明是被敌军杀害的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说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是被皇家害死的。臣女觉得他在妖言惑众，想引起东玄国内乱。放肆！臣女是在他在祠堂祭奠祖父时，无意中听到他对叶家列祖列宗说的，叶家绝对没那个意思。殿下，臣女……你特意来告诉本宫这么重要的事，本宫自然相信你，相信叶家。看来叶家做了选择，不会跟叶希堂站在一块儿。谢谢殿下，愿意相信臣女。本宫得知叶希堂在岭北生过孩子，你可知道这件事？殿下怎么会知道？殿下，这件事不是叶家有意隐瞒，是叶希堂不让说。之前臣女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替臣女嫁进翼王府，现在臣女明白了，他想当翼王妃，然后查6年前的事。叶希堂这个蠢货干出那种丢人现眼的事，不知道藏好也就算了，还传到太子殿下的耳朵里，他真想害死叶家。看来他们已经联手，难怪一起闯皇家祖祠盗宝物。父皇将抓凶手的任务交给本宫，没证据，本宫还真不能拿他们怎样。要是殿下没抓到凶手，岂不是会被人嘲笑？毕竟龙骨丢失已经在京城传开，叶希堂跟叶莫言又摆脱嫌疑回来了，殿下怎么交差？臣女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。殿下可在为交不了差烦恼，毕竟没证据抓他们。臣女这里有一计。你有什么好计划？翼王他们没留下证据，就成了死局，何不找个替罪羊，假装找回了龙骨，殿下就能在百姓们心里立下形象。五小姐真是聪明有智慧。殿下过誉了，臣女只是突然想到这个，才在您面前献丑。本宫记住你了，不过本宫记得你们姐妹以前关系很好，怎么现在分道扬镳了？臣女从小体弱多病，但臣女想好好活着，想跟姐姐一样误入歧途。臣女愿意追随太子殿下。本宫已经明白你的心思，那臣女不再叨扰殿下，臣女告退。6年前的事，难道那次战争真的有问题？小姐，我们现在回府吗？不，去逛逛。姐姐，前几天你不在京城，皇宫又出了那种事，我跟爹娘哥哥们都很担心你。你大概在盼着我是那个贼人，要是皇家将我处死，你只会更高兴。姐姐，给你一个忠告，最好别招惹我，否则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小姐，翼王妃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五小姐可是你的妹妹。是她先来拉我的，我讨厌她的触碰，正常甩开。她要自己倒地，关我什么事？你明知道小姐从小体弱，你还用力甩开她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翼王妃真过分，我听说她打了将军夫人一巴掌，她回门那天，将军夫人对她和颜悦色，她还爱答不理。没想到她是这样的，
怎么可以打生他养他的母亲啊？真没孝心，还当街打自己的妹妹。那天是他们母女设计好的，故意在那里说话，让那些外人听到，然后传播出去。不远处，夫人，请节哀，你的女儿已经过世，我们国医馆尽力了。你胡说，我女儿没死，不是说国医馆是药王谷的吗？怎么会救不了她？你们送孩子来得太晚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你快将她放下，我可以救她。你真的可以救她？国医馆说死了的人，他竟然还去救，不是异想天开吗？没见过像他这么爱出风头的。他也太自以为是，我相信国医馆的医术，说不定他真能救好。毕竟上次他救活了一个快不行的老者。那只是运气好，他要是厉害，也没见这么多天治好一王。他想做什么？公然挑衅国医馆吗？翼王妃，我来帮你。滚！你说我女儿死了，他说他能治，你要是敢阻止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只是想帮忙。他说了让你滚。你快住手！他都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折腾他的尸体？师叔，严海峰没有搭理他。你想博人眼球，也不能拿尸体做事。你是国医馆的负责人。是，我还是药王谷的长老。你赶紧阻止他，别让他折腾你女儿的尸体。师叔，他是我跟你提过用特殊针法的翼王妃。那又怎样？上次是老者没死，可现在这小姑娘死了。你闭嘴！我女儿没死，要不要让她治，我说了算。大嫂，我只是想帮帮姐姐。我跟你大哥早就和离，不是你的大嫂。我劝你最好别妨碍翼王妃，否则我不会客气。你怎么这样说话？难怪大少爷要跟你和离。别忘记是我提出和离的，我根本不屑你们家大少爷。哼！你糖糖，你没事吧？她没事了。我女儿真的没事了。花花，你醒醒，娘亲在这里。死了的人怎么可能救活？翼王妃，你真异想天开，别在这里忽悠人。我没异想天开，他确实好了。胡说八道，不可能！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。国医馆是京城最出名的医馆，背后是药王谷，难不成你比我们医术更厉害？听说他要开医馆，用不着这样抹黑医馆吧？都说那个小姑娘死了，他却说自己救活了。小姑娘人在这里，不相信可以上前来看看她有没有呼吸。赶紧伸手去探女儿的呼吸，在感应到薄弱的呼吸后，他满脸的激动。我女儿活了，她有呼吸，她真的有呼吸。有呼吸，真活了，这也太神了吧！不对，他们肯定是一伙的，故意演戏来诋毁国医馆。死了的孩子怎么可能救活？温姑娘，你是国医馆的大夫，不如你过来检查一下小姑娘怎么样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都围在一起？散开，全都散开！张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本官刚好路过，见百姓们都聚在这里，怕出了什么事，便过来看看。这个小姑娘因为毒发作死了，翼王妃说她把人救活了，百姓们都在看戏。臣见过翼王妃。你是？臣叫张德辉，官职大理寺卿。原来是张大人。国医馆说小姑娘死了，但我已经把她救活，不如你亲自检查一下。这本官不懂医，不如还是让国医馆的大夫检查。那就让国医馆的大夫温姑娘检查，这样很公平。温姑娘，你去把脉看看。是，张大人。真的活了。预言，你难不成真活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师叔，他脉搏正常，呼吸薄弱，的确活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明明已经死了，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师叔，他确实有了生命，真的活了。真的活了！天哪，翼王妃的医术竟然这么厉害！看到了没有，糖糖很厉害的，哪需要你帮忙？你何必说这种话？姐姐救活人，我也替她感到高兴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快被气死了呢。我没有。别在我面前演，我可不是你那3位眼瞎的哥哥，会哄着你。翼王妃医术真厉害，难怪翼王让你帮她治病。我医术确实还行，张大人要是身体不适，或家人身体不适，都可以找我。有需要必定会找翼王妃。不可能，她不可能活，肯定是你用了特殊针法，让她暂时回光返照。没错，肯定是这样。你闭嘴，少在这里诅咒我女儿。夫人，我知道你不愿意接受死亡，但是你女儿确实死了。她现在虽然有脉象跟细微呼吸，可她醒了吗？回光返照。人死之后心跳都停止，怎么可能救？一定是她用银针刺激了，才会出现回光返照。我相信我女儿活着，你们国医馆不如她，就大方承认，何必一直挑她刺？我是药王谷的长老，
学艺好几十年，会不如她一个年轻姑娘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？姐姐，他为什么还没醒啊？大家想看他醒吗？你说他是回光返照，那我就让他醒来给你看看。天哪！醒了，真的醒了！太神了，这是真的活了，并不是回光返照。翼王妃真厉害啊！花花，娘亲在这里，别哭，别害怕。花花，娘亲，痛痛。乖，别怕，马上就不痛了。你们现在还觉得是回光返照吗？翼王妃，你的医馆什么时候开业啊？我要找你看病。之前是我有眼无珠误会了你，你是真的医术厉害，堪比神仙呐！翼王妃，你就是神医，是我们错了。糖糖，你是仙女下凡吧？太厉害了！翼王妃，臣很佩服，你是活菩萨。5年前他不应该心软的，如果那个时候他下狠手，哪里还会给叶希堂回来京城的机会？怎么会？不可能，此人怎么可能救活呢？因为小姑娘还有一口气，并不算死了，但很多大夫都觉得剩最后一口气不可能救活，才会宣布死亡。而我凑巧借着这口气才能将人救活。原来如此，不过不管怎样，翼王妃的医术是有目共睹的，毕竟没几个人能将踏进鬼门关的人救回来。拉针法是我的绝学，我就不谦虚了。严馆长，翼王妃确实医术强，你们国医馆应该为自己的行为道歉。不用了，今天是情况特殊，换其他厉害的大夫估计也会宣布死亡，我是凑巧碰到才会出手。花花，你怎么吐血了？别睡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娘亲。剩最后一口气，独特的针法能救，你可真敢说啊！翼王妃，你怎么解释？拿出了一枚银针，扎在了小姑娘的胸口。如果小姑娘没事，你把国医馆给我怎么样？翼王妃好大的口气，她现在吐血、昏迷、气若游丝，你还要嘴硬说没事？你敢不敢赌？既然不服气，那就赌一下，要么就当众承认自己的医术不如翼王妃。国医馆是不服吗？翼王妃都不跟他们计较了，这心眼儿也太小了吧！翼王妃这么年轻，她活了好几十岁，怎么会承认自己不如一个年轻小姑娘？可事实摆在眼前呢。作为前辈，心胸真小。不管小姑娘最后怎么样，至少翼王妃让她暂时活了过来。既然不服，那就赌啊！赌就赌。师叔，不可以。温姑娘，你师叔答应赌，那就赌吧。如果我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行医。翼王妃，我师叔此时情绪有些不稳定，他不能做主，所以国医馆不赌。我把人救活也不跟你们计较，可他看到小姑娘吐血，又开始怀疑我，命我有真本事比你们强。赌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不能让小姑娘像正常人一样活蹦乱跳。张大人，不如你帮忙做个见证，免得到时候说不清楚。既然本官在场，那就给你们做个见证。翼王妃治疗吧，你只有1个时辰的时间。1个时辰？这给的时间也太少了吧？1个时辰怎么治？你明明知道小姑娘病得那么严重，可真是太无耻了。翼王妃不是说自己的医术比我们强，难道1个时辰不行？就1个时辰，不过得借用一下你们医馆，总不能让我在路边救治。你带她去治疗的房间。是，相信我，我一定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女儿。王妃真厉害呀！哼，本王的眼光自然不差。臣见过翼王。张大人怎么在这里？连忙将自己路过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。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本王应该过来看看，免得本王的人被欺负。他这是把叶希堂当成了他的人。王爷说笑了，没有人欺负翼王妃，自古以来没人将死人救活，大家难免会质疑，就闹成了这样。他是觉得国医馆欺负了叶希堂。翼王，老夫治病几十年，从没有听说过起死回生术，才会难以相信翼王妃，请见谅。歉意的话，你该跟本王的王妃说，本王相信她的医术。等1个时辰之后，老夫要是输了，自会跟翼王妃道歉。太子殿下，见过皇叔。太子怎么来了？不去抓擅闯皇家祖祠的人？我已经有了线索，叶希堂真有将人起死回生的医术。如果是这样，看样子真的能治好叶莫言，这是非要跟我作对。房间的门打开，借你靠靠。娘亲，花花，你没事了？娘亲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
但姨姨说我需要多多休息。她刚刚从我身体里弄出了一条虫子，好可怕！虫子，所以中毒是跟那条虫子有关？怎么可能？钱真的能下床跑了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。翼王妃，恭喜你赢了！翼王不愧是翼王，难怪会选择让翼王妃给他治病。严馆长，我赢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国医馆是我的。是我输了，请你们今天离开，这里的东西是国医馆的，自然也是属于我的。翼王妃，国医馆可以给你，但这里这么多东西，不可能给你。愿赌服输的道理，温姑娘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，我们也愿赌服输。这栋楼可以给你，但店里的东西不能，那是药王谷的。这栋楼也是药王谷的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国医馆里的东西是药王谷的，确实不能给你。哼。不知道张大人怎么看？太子殿下，翼王他们赌的时候说好是拿国医馆陈愚昧，想要请教你们该怎么判。你怎么看？你们是在踢皮球吗？本王向来讲究公正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不如让百姓们来判。要是我来判，必定会有人说不公平。我觉得让百姓们判最好。啊，对，让百姓们判最好。本宫赞同皇叔说的。各位记得之前的赌约吧？张馆长拿国医馆当赌注，现在他输了，说只能把这栋楼给翼王妃，国医馆里的东西不给。大家觉得呢？什么？这不是耍无赖吗？国医馆里的东西不是国医馆的吗？这是输不起啊！既然拿国医馆当赌注，里面的东西自然也要给啊！愿赌服输。不过国医馆这么大，要是里面的东西全部给翼王妃，确实挺肉疼的。毕竟药材太多。谁让他不服气的，非要挑战翼王妃，还不是他自找的。选择赌，那就得承担后。杨馆长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师叔，温姑娘，请你们今天离开，明天我会带人过来。我们今天会离开。王爷，需要借你一些人帮忙看着，毕竟国医馆里面现在的东西都是我的。你回去王府叫些侍卫过来，再找些仆人，让他们来这边，以后听从王妃的安排。是，周子，王妃这次赢得太漂亮，这么一大座医馆，发财了。翼王妃，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会记在心里。今天的治疗费用，我晚些会派人送过来。好，你就不怕我走了不再回来？看得出来你很爱你的女儿，若不是为了你女儿，你不会做那种缺德损害福报的事。等画画好一些，我会带她亲自上门拜访。我给你写张药方，记得每天早晚喝2次。多谢。你真的不担心他一走了之？我相信他不会。你就没想过自己会赌输吗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自然不会赌，更何况我还要帮你解毒呢。万一你输了，谁帮本王解毒？没有万一。对了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叶幕眼问道。等会儿再和你说。太子殿下还有事哦，等这里重新开张，你们以后身体有什么毛病可以来治。翼王妃的医术确实了得，竟然能将还剩一口气的人救活。你应该叫我皇婶。太子，你从小熟读礼仪名著，不会连基本规矩都不懂了吧？皇婶今天让我大开眼界，我一定会向更多人推荐你的医术。多谢大侄子。我得去顺着线索查念我的贼人，先走了。翼王姐姐，我也先走了。殿下，五姑娘怎么出来了？殿下怎么会来这里？凑巧路过。没想到姐姐医术这么厉害，今天一过，她会名动全京城。等她未婚生孩子还替嫁的事一出，也会名动全京城。殿下打算公开这件事？你心疼她？从她不再将我当妹妹，我跟她的姐妹情就彻底断了。请殿下准备好充足证据再公开。殿下去忙吧，臣女不再打扰。祝殿下一切顺利。以后有空可以多去参加金钟贵女们的活动，总的在府里不太好。臣女听殿下的。小姐，太子殿下的马车走了。走，回府。不去逛逛了吗？不了，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。这是好的开始，小姐一定能当上太子妃的。魏希堂在凌风带人过来后，立刻交代他们重新打扫一遍医馆，有现成的药材，到时候挂上门匾就可以开业。总有一天我会将国医馆赢回来。虽然今天我们离开，但总有一天会回来。师叔，我们走吧，得重新找个地方将国医馆开起来。不用找，花高价将对面那栋楼买下来。我去办，以后要跟叶希堂正面杠了。我在救治小姑娘的时候，从她体内逼出了一条虫子，我在其他地方也见过。在哪里？你的身体里。你确定？你体内有一条虫子，之前帮你治疗时，我就想逼出来，但不行。她在她体内待了6年，早就已经跟她身体融合。是不是根据虫子可以查到是谁对本王下的毒？没错。等那名妇人查，
到时候本王可以顺藤摸瓜。王爷真聪明。你今天出尽风头，以后小心些。估计你现在成了别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了。如果有一天我跟温玉言对上，王爷站哪边？本王向来讲究公平公正，公平公正就够了。还是你的设计好，没有全动，却完全变了一个样子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以前还真的看不出你头脑这么厉害。以前是我不想高调，太高调又怕贼惦记。但是我觉得该高调时还是得高调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。对门这些天马不停蹄的装修真有意思，这是想跟我们一起开业呢？没事，随便他们。医馆的生意谁都可以做，只要不耍伤天害理的手段就行。你也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见。不怕对门抢生意，毕竟堂堂的实力摆在这儿。整改的这些天，每天都有百姓上门，都在等着医馆开业。王爷，凌迟从岭北回来了，这是他收集到的信息，全部写在里面。当他看完里面的内容后，脸上是若有所思。算算她怀孕的时间，很有可能就是那晚。王妃呢？她还没回来。这么晚，他来接叶希堂。他很早就喜欢她，后来终于有机会来到她身边。6年，整整6年，他把心思和时间都花在了她的身上。但是现在，她的美梦被打碎了。民女见过王爷。温姑娘还在盯着医馆的装修。国医馆没了，我们得立刻重开医馆，免得之前治病的百姓找不到地方。本王来找你是想问问恒恒洛洛的娘亲葬在哪里，本王想去看看。所以他朝他走来，并不是来关心他，只是想打听恒恒洛洛娘亲的坟墓。王爷怎么会突然问这个？不是本王想知道，是恒恒洛洛哭着闹着想去祭拜。当初他是怎么偷走孩子的？不知道他葬在哪里。当初我一开始并不知道恒恒洛洛是你的，是我认出那块玉佩才会来京城找你。是谁把孩子给你的？一名妇人说孩子娘亲难产死了，她养不起，她便拜托我找孩子的爹爹。玉佩是我在襁褓里发现的。你是在哪里遇到那名妇人的？狼牙山的山脚，当时我从山里采药材出来，如今想找那名妇人，可能找不到，时间太久了，我忘记了她长啥样了。叶莫言怎么会突然问这个？真因为恒恒洛洛吵着要祭拜，还是他怀疑了？毕竟叶希堂出现了，她是那晚的女人，她看到恒恒洛洛是不是也起疑了？本王知道了。刚到叶希堂专属的院子，他大步走了过去。男人的闷哼声响起，房间里身上好几道鲜血淋漓的伤口，周身弥漫着凌厉的气势。大晚上的竟然跟男子单独待在屋子里，就怕别人说闲话。王爷怎么来了？你在做什么？救人？难不成你以为我在偷人？好家伙，王妃太敢说。一起10两银子，给钱走人。我身上暂时没钱。那你还敢翻墙进来？我被人追杀，身上的钱财丢了。你家人呢？家里惨遭灭门，只有我逃了出来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欠你钱。你的伤还要养，先在这里住下，之后再跟你一起算钱。多谢。你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，就让他住这里，不怕他是心怀不轨？我不是。闭嘴。相由心生，我相信他不是坏人。他要是敢使坏，我手里的银针能让他变成废人。一个初次见面的人，你就相信他？叶希堂，你真厉害。你老实在这客房待着，千万不要给我闯祸。我听你的。王爷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我也很谨慎的。那你还相信他？就是觉得他不是坏人。一个陌生人，你选择相信他，当初却处处防着本王，不相信本王。我只是相信他不是坏人，但是会提防，要做的事都不会跟他说。当初一开始不相信你，是因为你是皇家的人，不得不谨慎些。在我这里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他是外人，永远不能跟你比的。你脑子清醒就好。我清醒着呢，知道谁对我重要，毕竟我还要靠着你帮忙查6年前的事。要是不帮你，在你这里，我是不是也是外人？这个可恶的女人！不是哄好了吗？怎么又生气了？变脸比女人还要快。你这么晚过来找我是有事吗？肯定是有事，否则不会这么晚过来。6年前你去岭北的路上是不是染指了一个男人？是。你当年去岭北的路上，我遭到攻击，后来逃到洞里，发现一个受伤的男人，之后他给了我一块玉佩。当初本王让你拿玉佩去边疆找本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不过是萍水相逢，发生了意外，我不可能拿着玉佩去找你。就算怀孕，我也没有想过要找你负责。那你为什么留着玉佩？我总该知道孩子的爹是谁，后来玉佩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，加上2个孩子夭折，我就放弃了找你。要是你没被叶家叫回来替嫁，是不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相认？玉佩是温玉言给你的。在来找你之前，本王去见过温玉言，将之前他跟温玉言的对话告诉了他。妇人拜托他帮忙找孩子爹，他是这样说的。你相信他的话吗？本王不完全信，但也没有其他证据。当年我难产，2个孩子没气候，
确实被一名妇人抱走了，但我很确定我没有给他玉佩，偏偏温玉言有玉佩，这不对劲。我们之间的事先别让他知道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温玉言最好没偷他的孩子，否则他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回府吧。因为他们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，如今他们有了最亲密的关系，还有了孩子。你说我们是不是天注定的缘分？你确定不是孽缘？母妃拿我们的生辰八字算过，智空大师说我们是天作之合，可不是我说的。好巧不巧，嫁的人就是当年那晚的男人，知道的人谁不得说一句缘分啊？我就调侃下，等查清楚祖父的死，我会跟你和离，不会赖在翼王府。孩子呢？要是我想留在王府呢？有夫君有孩子也挺好的，没感情就没感情，他不是恋爱脑，不需要爱情，对他来说亲情更重要。你以后要是有了想娶的女子，我可以把王妃的位置让出去，不会耽误你。怎么，你想当我妾室？那不行，给我一个名义上的侧妃位置就好。哼，本王不会有侧妃。要是我不救你，你死后王府是我的，孩子也是我的。他说没有侧妃，他又不愿意当妾室，他会选择当王妃，结果他盼着他死啊！叶希棠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蠢。我怎么会让你死呢？毕竟你是我孩子的爹，我要当翼王妃。你以为翼王妃是你想当就能当的？看来还没太蠢。要不要我们赌一下？赌什么？赌你会让我当翼王妃。要不是你说能帮本王解毒，替嫁那天本王就会将你赶出去。那天你没赶，以后也不会赶，说不定你还会爱上我。今晚睡觉的时候记得把枕头垫高些，适合做梦。一想到自己的4个娃儿，他哪还有心情想其他的？是小孩子不好玩，还是开医馆赚钱不香啊？知道真相的4个小家伙目瞪口呆，他们4个竟然是双胞胎，同个爹娘。天哪，这简直是天大的惊喜！你们没有骗我们吧？娘亲肯定不会骗我们，当初她生了4个孩子，有2个夭折了，没想到你们被人偷走了，真可恶！不然我们4个可以从小一起长大。难怪我一看到你们就喜欢，没想到我们是兄妹。我们是兄妹，太好了！作为大哥的我，以后会罩着你们的。为什么你是大哥？说不定我是呢。我肯定是最早出生的，一般出生晚的容易夭折。可是我们没有夭折啊。反正你肯定是生在后面，你就不要跟我争了，以后大哥会保护你的。可是，哎呀，那我当姐姐了吗？咦，终于不再是妹妹。说不定我比你先出生，我是姐姐呢。千羽是最先出生的，然后是千寻，再是恒恒、洛洛。看吧，我没说错吧？太好了，我排第2，恒恒、洛洛，以后姐姐罩着你。娘亲说是就是，我听娘亲的啊。所以我最小吗？小的多好，哥哥姐姐们都会宠着，我们都会疼爱你。啊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是娘亲对不起你们，将你们弄丢了。娘亲，你没有对不起我和哥哥，是坏人的错，太坏了，竟然把我和哥哥从娘亲身边偷走。我们一定要把坏人抓出来。没错，偷孩子是犯法的。是温姨带我们回来找父王的，他是怎么得到我和洛洛的？会是他吗？但他对我和哥哥很好。现在不确定是不是他，但你们以后要防着他，多一个心眼，别太相信他。我们听父王的。这件事你们放心，我们会查清楚。不过我们相认的事，暂时不能让他和其他人知道。没错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恒恒、洛洛，娘亲一定会治好你们脸上的胎记。今天实在是太开心了，不仅有了娘亲，还能治好胎记。王爷，宫里刚刚来人，皇上请你们进宫一趟，说是抓到了那晚闯皇家祖祠的贼人了。皇帝，你们来了呀！那晚的2个贼人已经抓到，经过刑部审问，他们已经交代，龙骨也拿到了。太子果然能力非凡，找回龙骨是东玄国的福气。恭喜皇上，恭喜太子。没想到太子还是挺聪明的，知道抓不到他们，便找了替罪羊。找回龙骨是最重要的，毕竟他是东玄国的圣物，保护着东玄国。他要是丢了，会给东玄国带来灾难。这么严重？龙骨是祖上意外得到的灵物，祖上说必须好好供奉，损害龙骨的人是东玄国的亲骨罪人。幸好太子找回了龙骨，盗龙骨的人真该死，差点害了东玄国。太子真厉害，短短几天解决了东玄国的危机，要是没找回龙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不是，
还好太子找到了。事情已经结束，大家都散。皇帝，你们以后是出城，最好还是让城门侍卫知道，免得引起误会。臣知道了。我总算知道皇上为什么叫我们过来，是想让我们把龙骨主动还回去，否则东玄国有难，罪魁祸首就是我们。暂时不还，是应该让他们急一急。你这么多天没进宫，母妃可是很想你的。最近忙着整改医馆，一时间比较忙，以后只要有空，我会带着恒恒他们常进宫来看你。那你忙你的，还是少进宫，免得碰到些晦气的人。哀家去看你们就好。多谢母妃。你们怎么进宫了？他们父子倒是聪明，想了这么一个办法，先堵住众人的嘴，又用东玄国的灾难逼你们交出龙骨。龙骨暂时不还。别还，急急他们。母妃，我们过来找你，是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叶希堂是行行落落的娘亲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没听错吧？堂堂是行行落落的娘亲，不是说南辰死了吗？这是真的吗？6年前我去北部边疆的路上遭遇刺杀，他去岭北的路上遭到攻击，当时我们都中了药，便有了内晚。一次就生4个，你们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是什么天大的惊喜啊！本来堂堂跟别的男人有孩子，还挺失落的，没想到臭小子竟然就是那个男人。阿弥陀佛，难怪智空大师说他们是天作之合，这可不就是天赐的缘分吗？你的关注点真的太特别了。母妃，我们在说正事。家说的也是正事儿，一次4个，放眼整个东玄国，绝对是前所未有的，这是很骄傲的事。等等，温玉言不是说恒恒落落娘亲难产死了，才拜托他找孩子爹的吗？当年我生孩子的时候，被告知有2个孩子夭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到了温玉言手里。你以前认识温玉言？不认识。不如把他叫过来，当面直接问清楚。我昨天找过他，他的回答跟当初一样滴水不漏，找不到破绽。堂堂，不如派人去岭北找给你接生的稳婆问问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你把稳婆的信息告诉哀家，哀家派人去查。不过可能查不到了。先找找看，万一能查到点线索呢？好，我跟你们一起回去，想见见千与千寻。哎呦，太后跟皇后赏花呢，你们慢慢赏，哀家要出宫去赏了。妹妹还是注意些，宫外的花虽多，但小心有毒。哀家不怕，毕竟哀家儿媳妇的医术了得。现在京都都在传翼王妃能起死回生，确实了得。这么说来，翼王的毒快解了，还要再花点时间。你不是医术了得吗？怎么还需要花时间？下毒的人太歹毒，是想要王爷的命，再加上拖了6年，自然是需要时间的。下毒这人确实歹毒，哀家猜他一定不得善终，最后下18层地狱。死后的事谁知道呢？生前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。不得善终可是指生前，皇后竟然不知道，那你可得注意注意了。这个叶希堂有几分本事，是哀家小瞧了他。母后别担心，臣妾已经找到对付叶希堂的办法，让姜太妃再得意几天。什么办法？叶希堂在岭北生了2个野种，他根本不是清白之身。你确定这是真的？太子早前派了人去岭北，飞哥传了消息回来，说是真的。现在就等他们带证人回来京城。未婚有孩子，还替嫁进了翼王府，欺骗皇家，这是死罪，必定可以让叶希堂再也不能翻身。皇后，你这次做得不错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？臣妾觉得他变化太大，便派人去了岭北打听，没想到会发现这么大的秘密。还是你细心，这么大的事，叶希堂不藏一下就替嫁进翼王府，你不觉得他有其他目的？臣妾听太子说，他想查6年前叶老将军的死。他呀，不能再留了，是他们都不能留了。臣妾明白。翼王府，姜太妃看着4个孩子，心都快要化了。千与千寻，以后你们多多进宫找皇祖母。皇祖母不嫌我们吵闹就好。当然不会，皇祖母非常喜欢你们，你们都是皇祖母的小宝贝。我们也喜欢皇祖母。上次哀家提的事儿，你们考虑好了吗？母妃，这种事不是说说的，
儿臣不想东玄国出现内乱。母妃知道你的顾虑，不是让你发动战争，是让你有个准备，免得哪天他们打得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母妃放心，儿臣会做准备，不到迫不得已，儿臣不会强行夺皇位。你明白就好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有堂堂，还有4个孩子，得多为他们考虑。儿臣定会保他们平平安安。我可以跟你并肩作战。本王不需要你并肩作战，你打理好自己的医馆就行。我会证明我可以跟你并肩作战，孩子不仅是你的责任，也是我的责任。你知道自己以后要面对什么吗？不管面对什么，我只知道我要站出来保护我该保护的人。你们是夫妻，只要一条心，必定可以排除万难。母妃说的对。母妃，哀家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不要小看我们女人，哀家也会跟你们并肩作战。我也可以帮忙，我也要，还有我也能的。你们好好保护自己就是最大的帮忙，坏人肯定会对你们下手。娘亲放心，我和千寻会教恒恒洛洛制作毒粉，这样我们有防身的东西。我们千与千寻那么厉害，恒恒洛洛又聪明，肯定能很快学会的。像他们这么小的年龄，应该无忧无虑的，而不是小心翼翼的活着。母妃，你带他们去花园里玩会儿。好好说话，不准凶堂堂。我还是不是你儿子？当然是，但堂堂是哀家的儿媳妇儿。总之你不能欺负她，否则哀家跟你没完。不准笑。我知道王爷想跟我说什么，不管前路有什么阻碍跟危险，我都不怕。我想站在你身边。为了坐稳翼王妃这个位置，为了你，离本王远些，免得丑到本王。我突然发现自己有点喜欢你，所以想跟你并肩作战。叶希棠，你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越来越强了。你要颜值有颜值，要身份有身份，要实力有实力，还有责任感。我会喜欢你很正常啊。本王知道自己很优秀，但你别在本王面前演戏。不逗你了，不过我是真的欣赏你，特别的男人。他胆子越来越大，又捉弄他。我就开个玩笑，但夸你是真心在夸。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，本王很不喜欢。好，母妃说的是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这么多年皇上一直在防着你，只要你这边有什么不对劲的行动，估计对方很快就会知道。不管多难，本王都会去做。至于你，不管什么时候想离开，本王都不会拦你。我不会离开，除非哪天你有了心爱的女子，我会离开的。本王不会爱任何女人。哦，你最好不要喜欢本王。我不会喜欢你，你最好也不要喜欢我。本王眼睛没瞎。原来王爷这么肤浅，只喜欢长得漂亮的女子。为了不被你喜欢，我这脸上的胎记就先不除了。随便，反正没除胎记，瞅着的是你。之前还夸你很男人，这哪里男人了？心胸狭窄的小气鬼。3天后，医馆正式开业。叶希棠忙了一个上午，快喝杯茶。糖糖辛苦了，得想办法招2个大夫，毕竟我没空常常待在医馆。这个我去物色，看看有没有可靠的人。对面的医馆生意怎么样？我看他们是自取其辱，都没有几个百姓去他们那里，有也是以前到那里看病的。只要他们不来招惹我们就做好自己的生意。我明白。王妃，外面有人找你，是你上次救治的小姑娘跟她娘亲，让他们进来。玉柔家牵着女儿走了进来。叶姨，这是我跟娘亲送你的开业礼物，祝你生意兴隆，医馆越来越好。谢谢画画。唐姑娘，可以带画画去玩吗？我想跟翼王妃单独说说话。玉夫人要跟我说什么？虫子的来历我已经查清楚，不是毒虫，而是咒虫，但也是带毒的。咒虫？这是南疆一种特殊的秘术。咒虫分很多种，有些咒虫会让人立刻死，有些咒虫是慢慢折磨人，直到死亡。多谢告知。我们之间说什么谢？只是没想到翼王竟然也会中咒虫，这东西可是很难培养的。不知道玉夫人接下来是不是打算查谁买了咒虫？伤害我女儿的人必须揪出来。麻烦玉夫人帮忙一起查查，看看东玄国京城这边有谁买了咒虫。我会安排人一起查。翼王妃等我的消息就好。放肆！谁允许你们闯进来的？我们奉皇上的命令前来请翼王妃进宫，但凡阻拦者统统抓去大牢。你们态度事情吗？分明是想砸店。是你们的人挡路，我们才砸的。好大的威风，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御林军。翼王妃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皇上找我？是，皇上请你立刻进宫，要是敢反抗就强行带走。皇上请我进宫，我肯定去，但请你带着你的人将砸倒的东西全部收起来。是你医馆的人阻拦造成的，还请翼王妃安排自己的人收拾。他们才没拦你，只不过问几句你们就强闯，分明是你们的错。小孩子不会说谎，她是翼王妃，你们就是这样请人的？
这是皇家的事，轮不到你来说话。你们不把弄乱的东西整理好，我是不会进宫的。翼王妃，我们没有时间跟你耽误，别逼我们动手。真以为你还能当翼王妃啊？好大的口气！我还是那句话，不弄好地上的东西，我不可能跟你走。看来皇宫里的人这是准备动手了。你们去带翼王妃进宫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萧前辈，他们来请翼王妃，我不过问几句，他们就推我说我挡路，还砸东西。亏他们还是御林军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强盗土匪呢。怎么现在还想强行带走翼王妃？你们凭什么这样做？哼，我也很想知道是谁允许你们这样放肆请人的？是当今圣上？你少在这里败坏皇上的名声！现在立刻跟我们进宫，否则我们动手。你们动手吧，他倒要看看他要怎么动手。动手！手里的银针如流星一般飞了出去，一个个膝盖剧痛，纷纷跪倒在地上。翼王妃，你我是翼王妃，想请我进宫就得好好请，否则我手里的银针会不长眼。翼王妃，你觉得你配吗？在岭北跟野男人生了孩子，还敢嫁给翼王，欺骗皇家，你这是死罪啊！众人震惊，这消息也太劲爆了吧！我跟你们进宫，还是那句话，把那些推倒的东西全部整理好，我犯罪皇家会处理，而不是你们在这里打杂。叶希堂见他们整理后，才上前将跪在地上的侍卫膝盖上的银针取了下来。堂堂，不会有事吧？别担心，不会有事。真的不会有事？这可是大事儿啊！那个野男人是叶莫言，是翼王。看来皇家并不知道，想用这事儿来治堂堂的罪，难怪堂堂那么淡定从容。请吧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先进宫，拜托你的事麻烦了。我相信翼王妃会没事。翼王妃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来了这么多御林军？你来做什么？哦，我看很多御林军围在这儿，还有吵闹声，便过来看看是出了什么事。翼王妃在岭北失了清白，生了孩子，欺骗皇家给翼王冲喜，这是大罪。翼王妃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竟然欺骗翼王！这是我跟翼王之间的事，跟你无关。他的报应总算来。这样的大事让百姓们知道了，肯定会马上全城皆知。叶莫言深受百姓们爱戴，叶希堂做出那种丑事隐瞒欺骗他，百姓们只会替他打抱不平。医术好又怎样？人品不行。爹娘，出大事了！你瞧瞧你惊慌的样子，成何体统？玉白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在街上听到百姓们议论，说叶希堂在岭北生过孩子，皇上派了御林军捉他进宫。这个孽障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娘亲，这件事暴露就暴露，其实太子殿下早就知道，我也跟他解释过了。你的意思是宫里不会怪罪叶家？我相信太子殿下是非分明，只是姐姐那边恐怕没法保他，毕竟这事儿传开了。保他？他自己不知检点做出那种事是活该，只要不连累叶家就行。你在说什么？不管怎样，她都是叶家人，是我们的女儿。老爷，你觉得他还配当叶家人吗？迟早有一天，叶家会被他毁了。不管他配不配，都改变不了他是叶家的人。如果不是你们非要让他回来替嫁，又怎么会出这事儿？我那也是没办法呀。现在他失去清白，生孩子的是曝光，我们只能说他不让说，是他抢着要替嫁的。我跟太子殿下也是这样说的。你去找太子殿下了？你找他做什么？爹爹，我是为了叶家着想。虽然说太子这次查出了擅闯皇家祖祠的贼人，但你觉得那是真的贼人吗？姐姐变了，现在行事大胆又嚣张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有一天会害了叶家。难不成父亲真的打算帮他一起查？不行，必须阻止。爹，明珠说的很对，那天叫我们3个进书房，让我们肩负起叶家的责任，我们很愿意，但也要叶家所有人一条心。我们只希望叶家好，但叶希堂做事根本不考虑叶家。爹，你就听娘亲的吧，趁着这一次失去清白生孩子的事儿，将他赶出叶家。哎呀，老爷，你不能再犹豫了，只有他跟叶家无关，叶家才不会被连累。这件事不准再提，他在叶家出生就永远是叶家的人。这个死脑筋的，既然爹爹狠不下心，他就替他做决定。皇宫见过皇上、太后、皇后。你可知道朕为什么让御林军带你进宫啊？御林军来请我时直接砸了医馆，一开始我不明白，后来他说了动手的原因。你可知罪？自作孽不可活，这次是你自寻死路。我没犯罪，为什么要知罪？你在岭北跟野男人生下野种，还敢嫁进翼王府，这是死罪。叶希堂，你还想否认吗？岭北可是有人能作证。我不否认，
5年前我确实生过孩子，生过孩子还妄想嫁进翼王府，这是羞辱皇家。皇上不用再审了，赐他一杯毒酒，对外就说他暴毙了。来人，赏翼王妃一杯鹤顶红。翼王妃，请吧。皇上，就算赐我毒酒，是不是也该等翼王过来？朕已经派人去请他跟姜太妃，他们应该快到了。不要等他们来，就算他们来，你也得死。赶紧把毒酒喝了。我不喝。这就是皇家，想要他死，他就得死。皇上，你确定要赐我毒酒？你无视赐婚，侮辱皇家，难道朕不应该赐你毒酒？你们快动手！皇上难道不应该查清楚我为什么会在岭北生孩子，再来定我的罪吗？这事儿还需要查吗？你没澄清，孩子就是大罪。所以不管他有什么理由，他们都只是想要他死。你们想要我死，不如先看看自己的手臂是不是长了很多小红疙瘩。这什么情况？叶希堂，你做了什么？你们想要我的命，我就下了一点毒，要死大家一起死。你赶紧去请太医，还有去请国医馆的温姑娘来。叶希堂，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你们不讲理，那我也只能跟你们鱼死网破。进来这里之前，我在身上撒了毒粉，你们闻了这么久，也该发作了。让他不好过，哼，那就都别好过了。这个贱人无法无天，竟敢在御书房里下毒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做是死罪，是要诛灭九族的。你们赐我毒酒，我还怕死吗？要死一起死，我也不会孤单。你以为这些雕虫小技就能吓住我们？等太医来，自然能解你的毒。你什么时候下的毒？这个不能说，免得你们下次学。这毒是我精心研究的，太医院解不了。我相信你们一定比我更惜命。来，你是准备跟皇家彻底撕破脸了？就算今天朕放你走，东玄国也容不下你。谁说东玄国容不下他？母妃，你别进来，我身上有毒粉，你靠近会中毒的。原来你把毒粉撒在自己身上，难怪我们会中毒，你可真狠。你们赐我毒酒也挺狠的，彼此彼此。谁敢赐哀家儿媳妇毒酒？姜太妃叶希堂在岭北跟野男人生下孩子，还敢替嫁进翼王府，这是犯了欺君之罪，应当处死。野男人，哀家怎么不知道？莫言成了野男人，原来是派人去岭北查糖糖了。这样也好，刚好可以认回千与千寻，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的生活。姜太妃，为了维护叶希堂，你竟然让皇叔背锅。本王没有背锅，本王就是皇后嘴里说的野男人。快点夸我。皇上，6年前臣弟去边疆被追杀，躲在山洞时跟叶希堂有了一晚。晚上漆黑，我们都没有看清楚对方。臣弟有急事走了，给他留了玉佩，但他没有去边疆找臣弟。所以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了清白还替嫁。我知道那晚的男人是他，才答应嫁进翼王府冲喜的。毕竟我查清了那块玉佩是翼王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跟他相认？刚开始翼王不喜欢我，我不想直接认，直到前段时间我确定他非常爱我，非我不可，我才跟他摊牌的。你知道是他又怎样？但你还是隐瞒欺骗皇家，这是欺君之罪。这不是一般的欺君之罪，是完全不顾皇家的颜面，应该处死。看来你们这是给糖糖定了死罪。哀家这里有一块先帝给的免死金牌，现在给他。先皇竟然给了他免死金牌，他都不知道先皇对他到底是有多偏爱。既然姜太妃把免死金牌给了叶希堂，这次的事儿就到此为止。皇上，他对我们下毒，要不是我有先见之明在身上撒了毒粉，恐怕现在是具尸体了。毕竟你们不查清楚，一上来就要我的命。哀家觉得糖糖没做错，皇上觉得呢？叶希堂，你可以走，但是必须拿出解药。其实解毒很简单，去摘些柚子树叶熬水泡澡就会好了。皇上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否则我在这里继续待着，你们会吸食更多的毒气。皇帝，很快是父皇的忌日，你今年刚好娶了妻，不如你带翼王妃去皇陵祭拜吧。是，百姓们可能知道了这事儿，你们务必要平息，免得传出去了丢了东玄国的颜面。臣知道怎么。你们下去吧，真是太放肆！你以为下毒还能继续活呀？虽然有理由，但是太藐视皇权，谁知道下次会做出什么更丧心病狂的事儿？母妃，谢谢你。说什么谢？你是月怀胎那么辛苦，生下4个孩子之后带千与千寻，肯定吃了不少苦，是母妃要谢你。我不辛苦，
拿着，以后是你的保命符。母妃，这东西太贵重，我不能要。傻丫头，你比这东西更贵重，快拿着。母妃，你给王爷吧。他不需要，哀家老了也不需要。虽然你是儿媳妇儿，但在哀家这里也是女儿。母妃，哀家真的老了，如今只盼着你们一家6口好好的。我会好好的，你也会好好的，长命百岁。好，我们都要好好的。只是今天过后，那一家更不会放过我们。儿臣会保护你们，只是你们得更谨慎些，毕竟我不能一直守在你们身边。不要管哀家，你保护好你的妻儿就好。我怎么可能不管母妃？你一个人在宫里更危险，要不你搬出来跟我们一起住？虽然先皇允许哀家随意出宫，但哀家到底是太妃，直接搬出去少不了各种声音。这个好。母妃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去吧，去告诉百姓们真相。这个给你吧。母妃给了你，就是你的，本王不需要。真的不要？本王就算犯罪，皇上也没权利处死本王，最多把本王关进皇家牢房。这块免死金牌我收着，你跟母妃这份恩情我会记得。我们之间需要分得这么清？你的意思是让我不要跟你分得太清？什么时候去皇陵？皇上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让我们去皇陵祭拜。我们准备一下就出发。这么快？我怎么看你挺积极的？本王正在等着机会去皇陵，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去，不是更省事？龙骨要去皇陵用？你还是有点聪明。跟你待久了，能不变聪明吗？油嘴滑舌。我这是在夸你呢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还真的说对了，因为你把免死金牌让给了我，我当然得夸你，以后每天都夸你。翼王，你怎么还跟他在一起啊？竟然没事，这不对啊！犯了欺君大罪，生孩子还嫁进翼王府，这不是侮辱翼王吗？本王为什么不能跟本王孩子的娘亲在一起？孩子的娘亲是叶希棠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叶希棠是小世子小郡主的娘亲？翼王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她怎么会是小世子小郡主的娘亲呢？叶希棠是横横落落的娘亲，本王还有一个儿子女儿，仙羽千寻。6年前本王去边疆遭到攻击，凑巧遇到去岭北被追杀的叶希棠，两人都被下了药，在山洞有了一晚。之后她怀孕生下4胞胎。4胞胎？温玉言怎么会只抱着小世子小郡主来京城找你，还说他们娘亲难产死了？楚小姐，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会抱着我的2个孩子来京城找翼王。你生的孩子你会不知道？难不成是温玉言偷了孩子？这也太大胆了吧！你是不是在想是温姑娘偷的孩子？我可没有那样想，肯定是你自己弄丢孩子。温姑娘好心帮小世子小郡主找爹的。翼王，既然你们6年前相遇，为什么会分开？还是别人抱着小世子小郡主来找你？恭喜翼王翼王妃，你们绝对是天赐良缘。可不就是缘分，真的太凑巧了。我活了几十年了，从来没见过这等奇事。哎呦，今天竟然让我见到了。恭喜恭喜啊，这缘分太令人羡慕。翼王翼王妃，你们一定会幸福的，这样才对得起老天爷赐的缘分。哪里是天赐良缘，翼王封神俊了，你们也不看看翼王妃什么样子？我什么样子？不过就是脸上长了块胎记，等我清除掉，亮瞎你的眼。翼王妃医术那么厉害，肯定可以清掉胎记，我相信你可以。我孙女脖子上有块胎记，可以帮帮我孙女吗？我外甥眼角旁边也有一块小的，翼王妃能不能也帮帮我外甥？刹那间，一些百姓们纷纷出声，一是相信他的医术，二是找他清胎记。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，我会先清除自己脸上的胎记，到时候欢迎你们到华夏医馆找我。楚瑶，你也有时间跟我作对，不如对太子上心一点，小心他被抢走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么急啊？这样可赢不了叶明珠哦。切，你拿那个病秧子跟我比，你们将军府早就不如从前，他也配站在太子身边？有些人看着不起眼，往往是个狠角色。他，哼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？我不给你赌任何东西，我敢肯定，叶明珠接下来会频繁地展现自己。展现自己？不过是无才无能的病秧子。信不信我的话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你的赌注是什么？没有赌注。你想让我对付叶明珠？楚小姐有一点聪明，但不多。没错，我希望你给她使绊子。你觉得我会如你所愿？我可是最讨厌你的。
你讨厌我是因为我以前是太子的未婚妻，现在我跟翼王是夫妻，还有孩子，永远不可能跟你抢太子。你要是聪明，就不应该处处针对我，而是把心思花在该对付的人身上，免得被人捷足先登，到时候没地方哭。叶明珠，你要是敢跟我抢，会要你好看。祝你早日如愿，成为太子妃。王爷，我们回家吧。松开本王！百姓们都在夸我们是天赐良缘，金童玉女。可可，翼王肯定喜欢翼王妃，他当众靠着他手臂笑，他竟然一点也不生气，两人站在一起，越看越般配。等翼王妃脸上的胎记没了，肯定貌美如花，站在一起会更养眼的。这胎记真不懂事儿，竟然长翼王妃脸上。谢谢大家的祝福。我跟王爷拜堂成亲时，大家可以过来翼王府领喜糖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上次我进翼王府没拜堂，难道不应该补上吗？没必要那么麻烦。有府里的人弄，就不需要你亲自操办。猜想母妃肯定也想看我们拜堂成亲。打算什么时候？叶梦魇问道。不是现在，等以后再说。还能这样？这么凑巧？假的吧？不过以叶墨眼不近人情的性子，怎么也不可能把别人的孩子当众认成自己的。叶希堂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呢？将军府，这是好事，是希堂的福气。叶希堂不知检点生的野种，怎么就是翼王的？6年前那么巧吗？确实是姐姐的福气。之前我还担心皇上会觉得她欺君有杀身之祸，幸好没事。这么说来，是我们误会他了。误会就误会，谁让他自己不解释？这能怪我们吗？于白说的对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不跟我们说实话，根本没有把我们当一家人，我就当没生他这个女儿。你当时态度那么不好，他敢说吗？就算他说了，你大概也不会相信。所以还是我的错。你是他娘亲，是将军夫人，就不能大气一点处理事情，非要吵吵闹闹？你现在是在怪我是吗？我为你生儿育女，为你管理府里后院大大小小的事儿，我容易吗？我不是怪你，是让你这个当娘的对女儿别那么苛刻。他上次打我一巴掌，从那以后我们母女情分就没了。难怪那天他会突然问恒恒洛洛娘亲的事，原来那时候是在试探，莫不是怀疑我了？王府一进房间，他用意念进了医疗空间。当他看到多出来的东西时，整个人都是懵的。明明上次他进来时是没有这些东西的，是什么情况？不是幻觉，真的凭空出现了一台仪器。这也太神了吧！刚刚也就想想，是不是他今天在街上想时出现的？伸手去摸右脸上的胎记，脑海里想着安眠药，一瓶安眠药出现在了桌子上。他又摸着胎记，想着其他需要的药物时，结果全都出现了。感情他是开关呢，这也太为难他了。他立刻出了医疗空间，直奔向叶梦魇居住的院子。王爷，尝尝。你确定这是能喝的？是他从来没有见过。放心吧，这是我花了好些时间制作出来的，专门针对你体内那条虫子的。这玻璃果本王第一次见，这是他这辈子喝过最难喝的东西，甜的，可以帮你缓解不舒服。本王第一次喝这么难喝的东西。你直接喝，就不怕我在里面下了不好的东西？以后别再问这种无聊的问题，本王知道你不会做对本王不利的事儿。这是什么？皇陵。我跟你一起看。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不想知道，你赶紧教我熟悉一下地形，免得到时候出事我没方向。像只求偶的花孔雀。我跟自己夫君贴不行吗？本王以前怎么看不出来你脸皮这么厚？你要慢慢习惯，我的脸皮会越来越厚。王爷，温姑娘来了，她说想见你跟王妃。民女见过翼王。翼王妃，温姑娘是刚从皇后那里回来吧？皇后他们没有什么大碍，民女已经带人帮他们处理过了。你应该知道了所有的事。我是恒恒洛洛的亲娘，当年抱孩子给你的妇人，真没一点印象了？我跟她只有一面之缘，5年过去这么久，我期间见过各种各样的妇人，根本记不住对方。当年我生孩子是4个，有2个生下来没气息，我以为真的没了，没想到有人抱去给了你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对方当时很着急，说孩子娘亲难产死了，他养不起，让我帮孩子找爹爹，强行扔给我就走了。你确定他让你帮孩子找爹了？当时我很莫名其妙，直到在襁褓里发现一块玉佩，后来各种打听才找到王爷。看来是那个妇人偷了我的孩子，还偷走了我身上的玉佩。这也太可恶了，竟然偷孩子！我也没想到世间有这么险恶的人。让我奇怪的是，
我没得罪稳婆，跟她也不熟悉，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是不是你得罪了周边的人？有人买通了稳婆，故意这样做的？温姑娘倒是提醒了我，看来得让王爷派人去林北好好查查。本王已经派人去了，势必会查清真相，不会让你跟孩子白白受欺负。王爷对臣妾真好，臣妾心里很感激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你喝了药剂之后的正常反应。屁王妃，你给王爷吃了什么？温姑娘回去吧，我得照顾王爷，没空再招待你。民女告退，还望懿王妃照顾好王爷。此刻，她疯狂的嫉妒、羡慕叶希棠。为什么6年前的女人是她？扶你去床上躺着，药剂刺激那只虫子，疼痛是很正常的。我给你讲故事吧，你要认真听，绝对是你以前没有听过的。这些还真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你从哪里知道这些的？在林北时无意中从一本书里看到的。你说要是东玄国有这样的武器，是不是很好？是。等着，我会想办法制造出来的。你不可能做出来。要是我做出来了呢？你不可能。敢不敢跟我赌？你想赌什么？赌你。本王。如果我赢了，你是我的，不准再娶任何女人。没其他的？你要是给其他的，我也不会嫌多。如果本王赢了，你给什么？你想要什么都可以，但只能要一样。本王暂时没想到，等想到了再问你要。你以为你会赢啊？还想到了再问我要？我很确定的告诉你，我赢定了。还痛吗？好了，以后隔2天吃一次药剂，用来刺激那只虫子，让它自己出来。你休息会儿，晚些我再过来看你，不要想我。将军府。臣女见过太子殿下。叶姑娘有空陪本宫走走吗？是臣女的荣幸。楚瑶双眸瞪得大大的，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。殿下，臣女已经听说了懿王懿王妃的事，臣女以前真的不知道他们以前认识。本宫相信你，是本宫太过自信，以为这次可以扳倒他们，却不想真相是那样。他从来没跟我们说过6年前的事，任由我们说野男人不反驳，他肯定是故意隐瞒的。这次本宫又输给了他们。殿下，臣女相信你一定能赢他们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上次你给本宫出的主意非常好，虽然没抓到真正的贼人，但给了百姓交代，能帮到殿下就好。关于接下来对付叶希棠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？臣女觉得不能跟他硬碰硬，不如从小世子、小郡主们身上下手。从孩子身上动手？他们还小，没有杀伤力，是叶希棠的心头肉，不管死哪一个，对叶希棠都是大打击。殿下是不是觉得臣女心狠手辣？臣女也不想，但今天过后，叶希棠也不会手软。本宫很欣赏你，特别喜欢你的狠。谢谢殿下夸奖，臣女是觉得既然是敌，就应该心狠。本宫也是这样想的。过些天他们要出发去皇陵。去皇陵？皇陵离京城的路有些远。殿下，去皇陵的路上肯定会经过大山，山里应该有土匪。近年来土匪特别的嚣张，要是告诉他们有大肥羊路过，他们肯定会倾巢而出。叶姑娘果然聪明伶俐，殿下妙赞了。叶姑娘别谦虚，殿下，只有土匪贼寇是不够的。叶希棠如今不像以前那般懦弱，他们此次去皇陵必定会有所准备。还是你细心，本宫会另外再安排。殿下肯定比臣女更先想到，是臣女多嘴了。本宫喜欢你的提醒，殿下不嫌弃就好。别人的提醒或许本宫不愿意听，但你的本宫愿意听。萧前辈，你可以暂时回家了。你在赶我走？不是赶你走，而是我要离开京城一段时间，我会给你开药方，你回家之后按照方子吃药。吃药跟失真比起来，那肯定是没有失真好。我跟你一起离开京城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这一辈子他吃了太多的药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这次出行挺危险的，你还是别跟了。你这个小狐狸，就是等着我跟你们一起出行吧，否则怎么会让我回家呢？才没有，我这不是让你自己做选择吗？我可没让你一定要跟着我离开京城。你不在京城，我待着也没意思，还需要你施针，就跟你们同行，不然你要是出事儿，谁帮我治病？萧前辈的好，我会记在心里。我不是好人，主要是你能帮我，我自然会尽全力帮你。5天后，糖糖，你们路上多个心眼儿，注意安全。母妃放心，我们知道的。这是哀家特意去福元寺找智空大师求的，你们一人一个。谢谢母妃，我们离开京城之后，你独自在宫里才要更注意。哀家在宫里待了这么久，不是白待的。莫言又给安排暗卫，再加上千与千寻给的防身毒粉，哀家不会有事的。准备出发了吗？皇上不给安排随行侍卫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母妃别生气，这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带太多侍卫，他们还怎么安排杀手？去皇陵是大事，竟然不安排皇家侍卫。没侍卫，儿臣有暗卫。母妃相信你们，
会平安回来。一定会的。去祭拜你们父皇时，多跟他诉诉苦，让他早点将那对魔子收了去。父皇可能不会同意，他大概更想你去。你真是亲儿子，这个臭小子，有你这样的吗？儿臣实话实说，毕竟父皇只爱你。你父皇只爱哀家这点可以学，可千万别学他女人太多。母妃放心吧，王爷说只娶我一个。不愧是哀家的儿子，男人要说到做到，你可千万不要辜负堂堂。他什么时候答应了？虽然他确实没有想再娶。母妃，我们该出发了，你自己多多注意，等我们回来。他们一致决定带着孩子一起去皇陵。翼王妃，可以带上我吗？我也有功夫。不行，你的伤已经好了，你走吧。我还没付医药费。你要是有心，以后可以派人把医药费送来医馆。我一定会把医药费给你的。好，后会有期。等等，拿着路上用，以后一起还。心间被浓浓的暖意包围。谢谢，我会回来的。你放心去办你的事儿，我会好好守好医馆的。4天后，突然，一群从道路两边的草丛里冲了出来。想离开可以，钱财留下，否则一个人也别想走。这是遇到了土匪。要不要去山寨坐坐？反正天黑了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有地方住总比露宿山野要好。娘亲，山寨里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？非常多。父王，我们去山寨吧。父王，我也想去，我想吃娘亲做的饭菜。好，兄弟，你带路吧，我们跟你回山寨。我们山寨不需要丑女人，赶紧滚，有多远滚多远。伤害性不高，侮辱性极强。他不能走。你不会还想着去了山寨，还妄想他这个婢女伺候你吧？婢女？你眼睛再睁大点，仔细看看，老娘哪里像婢女了？不就是脸上有块红红的胎记吗？没错，我需要他伺候，所以他不能滚。全部带走。还挺有意思的。三哥，他们一点都不反抗，不觉得奇怪吗？你傻呀？他们几个人，我们20多个人，能反抗吗？虽然是这样，可是耗子，你看看最近我们打击哪次失败的？放心吧，等会儿出去分东西。三哥，抓到肥羊了，先将他们带进去，再清点马车里的东西。好。等他们把马车仔细检查一遍之后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啊。三哥，没东西。你耍老子玩呢？耍你又怎么样？老子要你的命！刀直接碎了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叶希堂猛地大声喊道，刹那间，土匪们下意识的全部停了下来。原本以为你们是肥羊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，非你们让家人送来银两。是有人让你们来劫我们的？死到临头还这么多废话，动手！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管你们是谁，我们只要钱。要钱没有，毒药分挺多的。土匪们见状，惊得分是纷纷倒退，均是咬牙切齿地瞪着他。娘亲，我们饿了。乖，娘亲马上给你们做好吃的。他们都已经提前吃了药了，这毒药粉对他们不会有伤害。片刻过后，叶希堂去了山寨的厨房。在岭北时，他是不是经常做这些？总感觉空气里有一些不对劲儿的气味。怎么了？不对劲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，马上走。小老头，我们赶紧离开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里马上就要爆炸，马上离开。赶紧走，我还不想死啊！爆炸？你说清楚，什么爆炸？这里有炸药，估计很快就会有人点燃。你们想活命就赶紧撤，快去通知所有的人，赶紧走。莫名的，他相信他说的。大当家的，这里埋了火药，很快就会爆炸，我们得赶紧撤啊！大当家的，快，赶紧走啊！什么情况？先离开，否则来不及了。是被我们带来山寨的那个女人说的，他们已经跑了。你听他瞎说什么？跑了就跑了，反正都没钱。三哥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赶紧走，万一是真的，那就来不及了。就算是假的，我们也不会有损失啊。先走。走。突然，震耳欲聋的声音接二连三的响起，原本好好的寨子被炸得4分5裂，寨子已经毁了。还有兄弟们没有出来，迟了。我要砍了埋炸药的人，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。你呀，还是急性子。你知道埋炸药的人是谁吗？迟早会找到，绝对不会让兄弟们白白牺牲。我疑惑的是，为什么有人要在山寨里面埋炸药？埋炸药的人的目标是我们。原来是你这个丑女人给我们山寨招来灾难的，我要杀了你！住手，大哥，我不是他们，山寨哪会出事？我真的后悔去接他们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是我的夫君，东玄国翼王叶墨言，我是他的王妃叶希堂。你们，对方想杀的人是我们，所以给你们通风报信说有肥羊，结果你们真的将我们带来了山寨。等我们到了这里，你们当中必定会有人点燃之前就买好的炸药。
还真是狠啊！幸好他们及时离开了。你们的敌人是谁？我要杀了他！如果我说是当今皇上，你敢吗？叶希堂玩味地笑道：“当今皇上要杀你？不确定，不过肯定和皇家脱不了干系。今天要不是我及时发现，我们都会葬身在这儿。要不是你们，我们也不会有危险。我没让你们去抢劫，终归是你们非要做土匪，才会让对方看上，故意引你们去抢劫的。非要做土匪？你以为我们愿意？你们还年轻，有手有脚有武力，难道不能做其他的？去做护院都比当土匪好。我们没户籍，没法像正常人生活。我们只要财不杀人，不抢百姓，只抢富商。”慕寒衣淡淡地说：“你们是将士？你们一看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的。本王掌军权，他熟悉军营，我们自然看得出来。我们曾经是将士，没犯事却要处置我们，我们逃了，但没有户籍，只能四处躲藏。本王可以帮你们拿回户籍，让你们正常生活，但前提是你们必须说真话。”翼王，草民保证说的都是真话，但凡有假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叶希堂跟叶莫言了解清楚了整件事情。你们去京城外的铁骑营找陆明胜，他看了信会安排你们。多谢翼王。这是东玄国最精锐的军队，他更不敢想他能跟自己崇拜的翼王这么近距离的说话。铁骑营啊，那是他们当初参军时的梦想。本王给你们机会，但能不能留在铁骑营是需要考核的，考核不过，本王会安排你们去其他的军营。草民听翼王的。在看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山楂哥哥，我们以前见过，你给我摘了很多山楂。他以为他忘记了他。好久不见。你既然认出了我，为什么不跟我相认？是觉得我丑？他的爹爹是祖父的手下，6年前也死在了那场战争。我没觉得你丑，只是想到我们不熟，不敢和你攀关系。原来在你那里我们不熟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逗你的，你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紧张？他才不会紧张，只是在你面前紧张。翼王，许三没有别的意思，我跟翼王妃也没什么，只是曾经相处过几天，我们身份悬殊，不敢把他当朋友。你解释什么？他不会误会，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本王自然不会误会，他这么丑，也不会有男人喜欢。本王去写信。寒衣哥哥，我们聊聊去。人家都不愿意跟你相认，还叫得这么亲切。我记得6年前穆叔战死的时候，你在做其他的事，怎么又进军营了？我想继承父亲的路，就去参军了，也顺利过了考核，只是没想到最后会变成这样。这次不是你们的错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你真觉得我可以？你能瘦下来，就证明你有足够的毅力。你好好努力，争取进铁骑营，穆叔肯定会特别高兴。我会努力的。等我回京城。好。我当初鼓励你没错吧？你看看你现在瘦下来多英俊，娶媳妇没有？没有。你也该成亲了，穆叔肯定想看你成家。遇到合适的我会考虑的。另一边，凌莹，主子，你去找王妃，说小世子小郡主他们饿了，他们只吃他烤的肉。小世子小郡主已经在吃烤肉，你赶紧去找王妃。没看到小世子小郡主他们吃的一脸难受吗？你是不是傻呀？分明是王爷自己找王妃，只不过拿小世子小郡主当借口。属下马上去。主子，你再等等，属下烤的肉不太好吃，还是等王妃来给你烤你的肉去。好呢。4个小家伙一看到娘亲烤肉，谈完了。不是你催我回来的。哼，本王不该催你。当然不该催，我跟慕寒衣太久没见，自然是要叙叙旧的。你是翼王妃，大晚上的你们叙什么旧？别给翼王府带去闲言碎语。这里又没外人，谁会去乱说？你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就算没外人，你也不能跟他单独待太久。王爷说的对，臣妾都听你的。这是我特意给你烤的，感谢你。谢本。谢你愿意给慕寒衣他们一个机会。在你眼里，本王是那么不讲人情的人？我刚回京城时，你在我眼里确实是。叶希堂。现在不是了，在我眼里，王爷看似冷酷，其实有一颗很柔软的心，也不会高高在上。哼，别以为说些好听的，本王就不跟你计较以前的不敬。我哪里对你不敬了？明明一直很尊敬的。有孩子还敢替嫁给本王？你替嫁时可不知道本王是那晚的男人。如果替嫁时我不能帮你治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不会。是我错了，王爷想要什么补偿都可以，我保证没意见。什么补偿都可以。本王现在没想到，你先欠着。好。你知不知道你欠了本王很多？知道，所以这辈子慢慢还你。赶紧吃，一会儿冷了不好吃了。他竟然去给慕寒衣他们也送吃的，顿时他觉得手里的兔子腿不香了。都坐着，没那么多规矩，这些你们分着吃。我来是想问问，你们为什么会去那里打劫我们？翼王妃是老五回来说的，说他打听到的非常可靠。他人呢？死了。
没跑出来。看来他就是你们中间的内鬼，火药应该是他点燃的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是那样的人。我跟他同个村的，我们一起参军，他不可能做那种事。从你们去打劫我们，就进了别人的局，是他告诉你们的消息，火药也应该是他埋的和点燃的。老五太过分了，竟然这样害我们，亏我之前一直把他当成好兄弟。他应该是被蛊惑的吧？或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再有难言之隐，他也应该跟大当家说呀。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你们吃完好好休息。你怎么没吃？本王不饿。你中午吃那么一点点，现在大晚上怎么可能不饿？你刚刚去给他们送吃的了？对啊。你竟然让本王跟他们吃一样的？吃一样的？怎么了？你不像是那么讲究的人啊。本王是很讲究的人。好好好，你是讲究的人。我给慕寒衣他们送的是肖老头烤的，你的兔子腿是我烤的。王爷，满意了吗？这家伙在计较什么啊？难道是吃醋？你确定？确定以及非常肯定，赶紧吃了吧，还有一点余温。你之前跟慕寒衣聊什么？他爹是6年前战死的将士，我12岁那年跟他在军营相处过一段时间。你跟他说了？6年前的事，也就你和我，还有东树以及我爹知道。你就不怕叶将军去告诉皇家？他不会。对了，我刚刚问了他们，那个告诉他们有肥羊的消息的人死了，是他埋的火药，也是他点燃的。刚刚当着他们的面，我也是这样说的，大家都在声讨对方。你觉得不是他？你不是写了信，在信里再加上一句，让陆明胜多注意他们，但不要打草惊蛇。翌日到了铁骑营，拿出信封说找陆明胜，会有人领你进去。是，不要私自拆开看信里的内容。翼王放心，草民绝对不会拆开看。等我们回京城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。你们也注意安全，铁骑营见。有水声，不如我们今晚就在附近休息吧。2辆马车进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，夕阳西下，别有一番景致。你这是哪里学的手艺啊？老夫还是第一次见烤出这么酥香的肉啊！以前爱看书，书里学的。都说书里有黄金屋，果然是真的。把野味烤好之后，他一一分给大家。我带孩子们去洗洗脸。本王一起去。你别去了，我们很快就回来，反正不远，真有什么事我会大声叫你们，你们不准下水，乖乖坐好。娘亲帮你们洗脸，娘亲要去前面的水池洗个澡，你们在这里帮娘亲守着，别让人靠近。娘亲去吧，我们会守好的，我们会乖乖的，不乱跑。娘亲，你去吧，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的。我也会照顾好妹妹。我们去抓鱼吧，我从来没玩过。我也想。天黑了，有点危险。你们有没有觉得父王娘亲关系不好，不像别人的爹娘恩恩爱爱？他们以前不熟，关系肯定不好，我们是意外才有的哦。所以我们要帮父王娘亲，让他们相亲相爱。没错，我们可以助攻啊。可是要怎么帮？我不知道耶。我有办法了，跟我走。父王，不好了，娘亲掉水里去了。父王，娘亲不见了。父王，你赶紧去救娘亲！父王，娘亲危险，你快点去！主子，我去找王妃。你水性不是不行吗？还是让主子去吧。当然是要让王爷去英雄救美。凌霜刚想反驳，他水性特别的好啊。本王去，你们看好小世子小郡主。不知道父王过去会不会吓到娘亲，反正是大哥出的鬼主意。砰的一声，他直接就跳了下去。有人下来，千羽他们怎么没有通知我？不对，肯定是出事了，他们没机会喊。叶莫言，他怎么来了？不知道我在这里洗澡吗？之前他洗澡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手镯就从手腕滑了出去。手镯那么重要，自然不能丢。我不能上去，我的手镯掉了，我必须找到。本王帮你找。王爷，你注意安全，手镯应该在我之前那个位置。怎么还没上来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毕竟他体内的毒还没解。紧接着，是这个吗？是。就在他碰到手镯时，2个人消失在原地。他们怎么进来了医疗空间了？他刚刚没想进来啊，而且前世空间是没有办法带其他人进来的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的医疗空间。空间？手镯是医疗空间，我用意念可以进来。不知道刚才为什么突然进来了？难道是因为一起拿着手镯？所以你的医术突飞猛进，是因为这个？如果我说我活了2世，你信吗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怎么可能有人带着记忆活2世？我是个特例啊，之前跟你讲的武器
还有我烤肉的方法，都是我以前生活的世界的。前世我死了，再有意识时已经在父氏肚子里，还没出生我就有记忆，但出生之后我忘了前世，直到替嫁那天，不知道谁把我推进水池里，等我再醒过来，就恢复了前世的记忆。难怪你突然医术厉害，性子也发生了改变。我不想再当烂好人，也不想再讨好他们，去得到那点微薄的亲情。以后翼王府是你的家，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做你自己就好。王爷是心疼我，换做其他像你这么遭遇的女子，本王也会那样说。原来王爷这么多情啊，是不是要收留每一个像我这种遭遇的女子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本王向来洁身自好，我也会对王爷有情的。该回去了。等他们回去时，火堆在燃烧，但是没有看到一个人。在他们以为他们在帐篷或者马车睡觉时，一个人也没有，都不见了。地上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我们找找看，对方应该有留下什么，应该是被迷晕带走的，否则不可能一点痕迹也没有。上面绑着一张纸条，他们果然被带走，竟然让萧老头他们都没有办法反抗。看来对方的人群里有用药高手，还是没能追上。忽然，先休息，明早再去他们说的地方，我们得养精蓄锐。翌日天刚蒙蒙亮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就是这座山，我们进去。看来就是这里。他们要是敢伤害千羽他们，他绝对会让他们千百倍的奉还。小心点。你也是。千羽、千寻、恒恒、洛洛、恒恒、洛洛，将绑着洛洛的绳子砍断。我们先离开。一个巨大的铁笼从天而降，将他们罩住。双手握住铁笼，一个脚往上抬。走，带孩子先出去。砰的一声巨响，铁笼将他老老实实的罩住。别费力，带恒恒洛洛离开，去找千羽千寻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别再浪费力气了，我们一起走。再不走会来不及，就算你不顾自己，也得顾恒恒洛洛。你等我，我先把恒恒洛洛送去安全的地方。忽的，恒恒洛洛猛地睁开了眼睛。娘亲啊，娘亲，额头痛痛。你们昨晚被敌人带来了这里，现在你们父王被困着，娘亲要去救他。你们在这里待着，有人靠近就用毒粉。娘亲快去，我们不乱走。娘亲注意安全，我们等你和父王。叶希堂转身迅速地朝着寺院里跑，但是他还没有跑进去，大殿就倒塌了。叶幕眼还在里面，他在铁笼里出不来，肯定会被砸到。父王，别去。娘亲，父王会不会死？我好怕。娘亲，我不要父王死。别哭，你们父王不会有事的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找他。看来这里隐藏着机关，铁笼应该是掉到地底下去了。你们父王应该已经不在这里了。真的？那父王去哪里了？你们待在这里别动，娘亲去找机关。突然，他朝着废墟后面走去，那是一个荒废很久、脏兮兮的小广场，正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香炉。下一秒，他双手抱住香炉，用力的扭动，露出了一个黑黝黝的口子，漆黑一片。叶莫言，叶莫言，你在不在这里？叶莫言，本王在，我马上过来。叶希堂，本王没事，你不用着急。我才没有着急，还好你没事，否则你死了，我得带着孩子改嫁。他怕叶慕言死。你敢？你要是死了，我真的敢。本王不会那么轻易死。这辈子他去过鬼门关很多趟，最后都回来了。这笼子很结实，你等等我，我想办法打开。没用的，本王用内力跟匕首都试过，砍不断。我去一趟医疗空间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突然，他伸手摸着右边脸的红胎记，很快操作台上出现了一些五颜六色的药剂瓶。大约一炷香过后，这是我研究出来的药剂，有着很强的腐蚀性。药剂一碰上铁，发出了细微的声响，铁栏杆在慢慢的融化。站远点，本王试试。叶幕眼释放内力，朝着融化的地方重重的劈去。咔嚓一声，铁栏杆断了一根。你有没有闻到奇怪的味道？你先出去。哎呀，别废话，赶紧砍栏杆，这次要走一起走。恒恒落落在外面，折腾了好一会儿，总算损坏了3根栏杆，足够叶幕眼从里面出来。叶希堂立刻拉着他往外面冲，震耳欲聋的声音从前面传来。叶希堂跟叶幕眼被一股巨大的冲击力震得向后倒去，四周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你没事吧？没人告诉你不能在男人身上乱摸。你是我夫君我才摸的，我又不会去摸别的男人。看来出口堵住了，我们得赶紧找其他出口。是得赶紧出去。恒恒落落还在外面。叶希堂先去了医疗空间，找到了一个手电筒。这叫手电筒，只要充满电就能用来照明。肯定有机关。这里像是僧人练功的地方。为什么要在这下面练功？
弄得神神秘秘的。这些经文不会是秘籍吧？小心！飞射出一枚枚射着寒光的利器。看来这面墙后面有东西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不让碰，以我的经验，绝对有好东西。他不怕就算了，还一副激动的样子，不愧是活了2辈子的。本王去砸开。你小心些。双手重重地拍了上去，石墙裂开。有经文的墙后面另有空间，肯定有好东西。什么都没有。你说的好东西呢？机关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里面肯定藏着什么东西。我们被困在这里这么久，却一点憋闷的不适感也没有。有出口，仔细找找。一莫言，你快过来，这墙后面似乎是空的。一掌狠狠地拍了上去，露出了一个口子，有光芒射了进来。果然是出口。走吧。我觉得这里还有其他东西，是不是还有一面墙没敲？本王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财迷？养孩子需要钱，真到夺皇位那步，肯定需要更多的钱。所以有赚钱的机会不能错过。当石墙碎了之后，要被亮瞎了，金灿灿的黄金。我说对了吧？他总感觉这里很不对劲儿。你在看什么？我们走吧。这里的东西不要了。我们能带走吗？忘记我的医疗空间了，虽然小，但装下这些东西不成问题。能装吗？试试看。只要他触碰那些东西，1年就会全部丢去空间。怎么回事？似乎来了这个世界手镯不一样了。早知如此，就将孩子们藏到空间里。2个人迅速地从口子爬了上去。王爷，王爷，王妃，王妃，父王娘亲，得赶紧去找千羽跟千寻，他们应该和小老头他们在一个地方。王爷，死士全部死了，没查出他们的来历。不用管他们。小老头，但是看来看去，他们都在，唯独没有千羽千寻。你们没事吧？千羽千寻没跟你在一起吗？王妃，我们醒来时都被绑着，小世子、小郡主他们没跟我们在一起，见过我们，所以你的眼睛不能再流。你要做什么？也亏主子善良，没让他直接杀了他，而是把他扔下了悬崖，给他一条活路。至于能不能活，那就看他的命硬不硬。你敢伤我，我爹爹娘亲不会放过你。他们又不会知道是我将你扔下去的。他伸手就要去挖千羽的眼睛。等等，你想拖延时间？别痴心妄想了。你的家人去另一个地方找另2个孩子了，要是不顺利，他们应该都死了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，我爹娘不会死。他们死了，你掉下悬崖，或许可以跟他们见面。双手在抓到石头后，立刻去磨绳子。之前在草丛里，他就一直在用石头在磨，只是还没有磨开，这个坏女人就来了。我爹爹娘亲很厉害，你赶紧把妹妹还给我。你没妹妹了。你杀了我妹妹，我要杀了你。放心吧，她不会死，她会活得很好。你该上路了。伸出右手朝他的眼睛探去。他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儿，真说起来还真是有些于心不忍，但是主子发了话，他也不得不做。爹爹娘亲，你们来了，快救我！在看到身后空无一人时，千羽抬手朝他挥去。臭小子，竟敢暗算我！千羽懒得搭理他，转身往山林里跑。看来你是自寻死路，你最好站住，否则打断你的腿，让你永远跑不了。看到前面不远处的道路来了一辆马车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跟我回去。站住！别多管闲事。哦，我就喜欢管闲事，欺负一个小孩子算什么？赶紧滚！哼，除了我娘亲，还从来没有人敢叫我滚，该滚的是你。你再靠近，我杀了他。你杀他，我就杀了你。你黄泉路上也不孤单。识相的话，放下他赶紧走，否则你们就一起死。惊得直接将千羽扔了出去，飞身便跑。幸好我出现，不然你今天就完蛋了。谢谢哥哥。他没有被挖眼睛，也没有被扔下悬崖。你家人呢？我们兄妹4人被坏人抓了，爹娘去救弟弟妹妹了，我和二妹妹被这个坏女人抓来了这里。你能帮我救二妹妹吗，哥哥？行，你带路。荣飞欢爽快地说，牵住了他的小手。谢谢哥哥。不用客气。公子，你这是帮他去救人。公子，我们还要去办正事。帮他救人难道不是正事儿？忘记我娘亲是怎么说的了？公子说的是。千寻，千寻，别去，里面真有人，也晚了。他们真的把妹妹带走了。我们走吧，去找我爹娘。行，你领路。公子，你还要帮啊？忘记我娘亲说的话啦，要做个好人。你觉得自己是好人吗？平常哪会这么好心？哥哥，你帮我，我爹娘一定会重重感谢你。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
我们本来打算去哪里？皇陵。东玄国的皇陵。那我们就往皇陵方向走，说不定路上能遇到。谢谢哥哥。公子，这得耽误多少时间呢？难道你让我将他丢在这荒山野岭？要是让我娘亲知道，不扒了你的皮啊？那还是送他去吧。这里有股异响，他们应该把千与千寻带走了，不会杀他们，否则拿什么威胁我们？我们先出去走官道。大约半个时辰之后，前方有一辆马车在慢慢的晃，走得特别的慢。出什么事了？公子，有人挡住了路。父王，娘亲，千寻被他们带走了。别担心，我们会找到他。大哥，看来不需要我送他去皇陵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是我救了你们儿子，否则那个女人要挖掉他的眼睛，还把他扔下悬崖。你们打算怎么救？娘亲，他没有说谎，如果不是他路过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多谢公子救了千羽，公子真是凑巧路过。你们疑心真重，我确实是凑巧路过，大概是你们儿子命不该绝。公子的救命恩情，我们夫妻必定会谨记在心，也会重谢公子。这份恩情我收了。听说你们要去东玄国的皇陵，看来你们身份不一般呢。本王是东玄国的翼王叶莫言，她是本王的王妃叶希棠。原来是鼎鼎有名的翼王跟翼王妃啊，那这个大恩情我更要了。本王此行去皇陵，没带贵重东西，不知道公子家住哪里。过段时间，本王一家定会登门拜谢。公子不用登门拜谢，我会去翼王府。可以，但最近半个月我们都不在京城。这样，不如我跟你们一起去皇陵，我刚好要去东玄国京城。公子，这得耽误多少时间呢？反正已经耽误，也不差这点时间的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去？觉得好玩啊！万一你们路上出什么事儿，我找谁要恩情去？知道我为什么跟着他们吗？不就是怕他出事儿，没人帮我治病，结果我也被敌人算计了。言下之意，你跟着未必也能帮忙。前辈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说不定我还比你厉害呢。你说的对，老夫确实老了。前辈没老，是我年少轻狂，还请你见谅。这小子会来事儿，将来必定会前途无量，以后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，是所有活着的人的天下。你想跟着就跟着吧。放心吧，时间会证明我不是你们的敌人。你看清楚是什么人带走你们的吗？他们脸上都戴着面纱，看不到容貌。那个坏女人说千寻不会死，会活得很好，他们把她带走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带走千寻呢？千羽，他们身上有没有其他的特别？父王只知道他们是女的。你问他不如问我。也对，你们心里还防着我，估计我说什么你们也不会信。你知道对方是什么人？公子，我们刚经历暗算，不得不多防着点儿，还请你见谅。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，不跟你们计较。看那个女人的穿着，我可能知道她是哪里的，但是也不敢确定。哪里的？翼王一定知道6国之外的那片区域。你是说不受6国管的放逐之地？我看那名侍女的穿着，她应该是来自那里某个家族的。你为什么这么清楚？本少爷见多识广啊。去皇陵祭拜先帝后，我们直接去放逐之地。不是我打击你啊，放逐之地可不是想去就能去的。不信你问你家王爷。别担心，本王会想到办法去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把千寻带回来。不管放逐之地是刀山还是火海，都阻止不了我们。你们是在替你们爹娘监视我吗？你长得很好看。没错，你太英俊，让我们有些移不开目光。我们是喜欢哥哥，才会一直盯着你看。你们看着年龄差不多大，容貌不太一样，是亲兄妹吗？我们是4胞胎呢，都是我娘亲生的哦。4胞胎？没错，我们4个一起出生的。我父王娘亲厉害吧，一胎4个。王祖母说我们4胞胎是100年难见的。千羽，别太骄傲，我娘亲虽然是生的3胞胎，但是也挺厉害的。3个，那也挺厉害的，但还是没有我们4个厉害。那你们长得一模一样吗？沈飞欢摇了摇头。那跟我们一样耶。1天后，臣见过翼王、翼王妃。谭将军不必多礼，大后天是父皇的忌日，本王祭拜完就离开。翼王放心，臣一定会安排将祭拜需要的东西准备好。谭将军去忙，不用特意招待我，本王对这里熟悉，会自己去看。是，翼王你们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臣提。公子，你就住这间吧。到了皇陵，你可千万不要乱闯，小心刀剑无情。我对葬死人的地方没有兴趣。那就好，沈公子休息吧，我不再打扰你。等等，听千羽他们说，你生的4胞胎，你们夫妻真是打破了以前3胞胎的记录。以前还有3胞胎？我呀，我大哥、二哥，我们就是3胞胎。那我得恭喜你娘亲，可以少受2次罪。
可不是吗？但是他还想再生，幸好是个妹妹，让他凑成了一个好字。儿女双全确实好，你休息，我走了。在看什么？是一张很大的地图。这里便是放逐之地。这里的人很厉害吗？里面有很多门派家族势力，还有一些奇人异士。他们很排外，不喜欢六国的人去。他们这次为什么要对付我们？是宫里的人请的他们？应该是宫里的人请的他们。他们是想将我们赶尽杀绝。母妃的提议是对的，那我们就联手干一番大事业。叶希堂，你现在还可以跑。我为什么要跑？一旦做了选择，就不会再有退路。那又怎样？你觉得我会半途而废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们都是我的家人，是我要守护的人。好，就一个好字。本王会跟你一样，你们也是本王要守护的人。早些休息，明天我们再好好商量。不管是将来是继续跟他并肩前行，还是选择放弃，他都会尊重他的决定。他是自由的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真想把你孩子录走。你觉得你现在还能看得到他们？千寻下落不明，我确实对你还有点不放心。和人之间的信任呢，太防备也不行啊。得亏我心胸宽阔，不和你计较。以前我也会尽量给每个人信任，但被暗算的多了，不得不防备。你曾经遭遇了什么？我长得这么丑，你也对我感到好奇？长得是挺丑的，但是想得挺美的。本少爷对你可没有兴趣。是这样就好，毕竟我只喜欢我家王爷。我是看你跟我妹妹年龄差不多，加上你生了4胞胎，我娘亲生了3胞胎，这不是挺有缘的？而且才会好奇问问，否则我不会对我妹妹以外的任何女子好奇。看样子你对你的妹妹很好。那是当然，她是我们唯一的妹妹，不对她好，对谁好？在我们心里，谁也没有妹妹好。如果有2个妹妹，你们会偏心吗？为什么要偏心？难道不应该2个一起宠吗？你是个好哥哥，叶希堂真心称赞。那当然，要说好哥哥这个称号，我们第2名，绝对没有人敢称第1。怎么，你的哥哥们偏心？荣公子，我们不熟，没必要打听我的事。虽然你是我的恩人，这不是无聊，不然我都不知道干啥。真的无聊？这地方没什么玩的，能不无聊吗？看来你是真的无聊，不如帮千羽和恒恒洗澡吧，我帮洛洛洗。娘亲，我们会找到千寻的吧？会的，别担心。帮他们洗澡比干架还要累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也怕我做坏事？你们不愧是夫妻，都一个德行。被暗算多了，多长个心眼是正常的。你被暗算的多，他说他也被暗算的多。他在家里被偏心对待了吗？你对本王的王妃感兴趣？我跟你说吧，我对任何女子没有兴趣。你喜欢男人？你以前不也是不近女色？难道你喜欢男人？以本王的性子，本王要是喜欢男人，怎么会有王妃跟4个孩子？你快跟我说说，叶希堂的哥哥是不是对他不好？你好奇他的是做什么？别吃醋，我对你的王妃没有兴趣，因为我是好哥哥，想看看他哥哥是怎么偏心的。可恶，这算哪门子哥哥？还有他的爹娘，这是什么家人啊？都是女儿，怎么区别对待啊？他们确实不配当哥哥，不如你去京城后好好教育下他们。必须教育？不对，为什么是我去教育啊？又不是我妹妹被欺负了。你不是喜欢打抱不平？本王给你一个机会。你是他夫君，这么好的表现机会还是让给你，我就不跟你抢了。不需要你让机会，本王的女人本王会护。不近女色的翼王竟然会说情话，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大晚上的你不睡觉，来我这儿做什么？你熟悉放逐之地吗？不是太熟悉，但也不是很陌生。听闻那里挺乱的，各种势力错综复杂，不然怎么叫放逐之地呢？我必须去找千寻。在容飞欢提醒之后，我仔细地想了想，大概猜到的是放逐之地的哪个家族。哪个家族？只是我的猜测，放逐之地有个千家，擅长阴阳咒术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用催眠咒术。那晚应该是中了催眠咒术，毕竟你检查过，没有下药的迹象。否则他实在是想不通，以他的警惕，有人靠近不可能发现不了。看来真的可能是这个千家。等大后天祭拜完，我们就去放逐之地。老夫真心劝你们，现在你们不适合去，就像荣小子说的，不是想去就能去的。真的很难进去。你猜猜他为什么叫放逐之地？而且那片区域还能不受六国管束吗？因为那里很强，所以不受六国管束。放逐之地没有规则，强者为尊。总之那里有很多势力，还有奇人异士，这个千家的阴阳咒术就很强。可是我知道你担心千寻，但是千羽不是说了，
那人说千寻不会死，会活得好好的，估计千家看上了千寻。看上千寻？千家阴阳咒术厉害的是女子，老夫猜测他们带走千寻，估计是想培养。我不需要他们培养千寻，她是我的女儿，应该在我身边。千家不该做的是抢孩子，但我劝你不要鲁莽行事。我知道，不打扰你了，早些休息。竟然敢抢他的孩子，千家是宫里找来的人，他们怎么会和千家有关系？翌日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这是让你补补，否则你这个瘦弱的样子，怎么闯放逐之地救女儿？我真是谢谢你呢。我们暂时不去放逐之地，这才是明智的做法。放逐之地那么厉害，在去之前至少得好好准备，否则去了也救不了千寻。这才是聪明的做法。带走千寻的人可能是放逐之地的千家，他们懂阴阳咒术，我们不懂，直接去也救不了他。本王懂一些阴阳咒术，他怎么知道是千家掳走的千寻的？你懂？你怎么会懂阴阳咒术？对啊，你怎么会阴阳咒术？老夫也想知道。等会儿本王单独和你说。好，我救了你儿子，要不要这么见外啊？就不能让我也听听吗？不能，小气鬼，感情我成了带孩子的。你不是无聊，有他们陪你，你就不会无聊了。他不是他们的大恩人吗？怎么会有一种被他们拿捏的感觉？我操，什么时候这么憋屈了？我昨晚去找了小老头，他猜测是放逐之地的千家，因为千家懂阴阳术，其中的催眠咒可以让人不知不觉中招。当时太晚，就没有去找你，打算早饭桌上跟你说。母妃教过本王阴阳咒术。母妃是千家的人？本王不确定，母妃从来没有和本王说过。等祭拜完先皇，我们先回京城找母妃。好。今天去皇陵吗？去，本王去就行，你待在行宫。你想自己去冒险？本王一个人去更好，免得被你拖累。你这口是心非的毛病，什么时候能改改？你哪里看出本王在口是心非？难道不是吗？本王从来没有去过皇陵深处，里面机关重重，一旦触发，我一个人好躲，但你去了，本王还要顾及你。你忘记上次拿龙骨，要不是有我，你能那么快的出去吗？这次跟上次不一样。那我更要跟你一起，你是我的夫君，你一个人进去我不放心，所以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你是不是什么都不怕？有，我怕你受伤。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以前不少女子跟他表达爱慕，虽然他跟叶希棠相处的时间不久，但他却知道他是不一样的。本王没那么容易受伤。你是人，不是神，忘记身上的伤疤了吗？我可是看过的，别说自己身上没有伤口。你想跟着就跟着，到时候出事，本王可不会管你。你才不会不管我呢。臣见过翼王，翼王妃。谭将军，本王要进去皇陵看看，你们不用跟随。翼王，臣想知道你想去皇陵哪里？谭将军什么意思？如果臣说是先皇让臣问的，翼王信吗？父皇？没错，是先皇让臣问的，所以臣才会斗胆一问，还望翼王见谅。本王以前也进去过皇陵，谭将军可是从来没有问过。先皇曾经嘱咐过臣，如果将来哪天翼王独自进皇陵，便让臣问一句。父皇还交代了什么？请翼王跟臣来，但翼王妃他是本王的人，可信。臣愿意追随翼王殿下。谭将军这是什么意思？看来先皇是真的很爱他们母子。这个谭将军是敌是友，还得再看看，万一他是明德帝安排的戏子呢？先皇生前猜测，将来有一天翼王殿下会单独来。他跟臣说，你哪天单独来，就是你想夺皇权的时候。他说，不管是你自己做皇位，还是扶持其他皇子，都随你。他没有想到父皇替他想了这么多，将今天的这一幕提前算到了。他还说什么？翼王带龙骨了吧？谭将军，龙骨是东玄国的至宝，在皇宫的祖祠里，王爷手里怎么会有？翼王，先皇留给你的东西，那里需要龙骨才能打开，否则你拿不到。别轻易相信，怎么就这么凑巧要龙骨？本王如何相信你？这先皇没给臣任何信物，只说让你拿龙骨打开那里，便会看到他为你准备的东西。本王有龙骨，你带路。你就这样相信他？万一他是故意诈我们，想要抢龙骨呢？翼王妃，臣不是，臣真是按先皇的指示来办的。本王相信是父皇。万一是皇上让他演戏的呢？他应该想不到这个主意。谭将军，希望你不是骗王爷的，否则我手里这把银针可不会客气。王妃放心，臣是先皇的人，绝对不会欺骗王爷。带路吧，请翼王、翼王妃跟臣来。老奴见过翼王，翼王里面正在打扫，有很多灰尘，会弄脏你的衣服。本王不在乎。老奴接到通知，明天祭拜，今天一天都得好好的清扫布置。翼王还是明天再来吧。放肆！翼王想进还不能进吗？老奴也是按圣旨办事儿，还请翼王妃不要让老奴为难。看来也是明德帝的人。葛言，
翼王负责这次来祭拜，他有权进去看看打扫布置的情况。老奴负责皇陵内部的清扫，老奴会检查好，到时候跟翼王禀报情。一脚朝着他踢去。哎呦，本王想进皇陵，还轮不到你来阻拦。你一个劲儿阻拦，难不成是在皇陵里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？老奴没有，老奴只是按规矩办事儿，还请翼王不要为难老奴。你说没有就没有。谭将军，你现在带人进去好好搜查一下。臣立刻去办。葛公公，你配合他们好好搜查一下，希望你没有损坏皇陵，否则就地斩杀。不义，带着大家好好检查一下，不要让翼王失望。翼王放心，属下一定会仔细好好检查。翼王，老奴还不赶紧去！葛公公，请带路。还不赶紧去打扫，记得仔细些。明天翼王要来祭拜先皇的，翼王请跟臣来。谭将军，你熟悉皇陵的所有布局？先皇给过属下详细的地形图，哪里有机关，怎么走不会触发，臣都知道。请翼王放心跟臣走，翼王就是这里。你开门进去吧，我在门口，注意安全。你也是。翼王，你进去看了后，便会知道臣没有欺骗你。谭文林见他顺利的进去之后，松了一口气，他算是完成了先皇交给他的任务。为什么松了口气？臣很高兴，完成了先皇交给臣的任务，臣没有让他失望。先皇跟臣说，翼王独自来时，就代表他有了夺皇权的想法，要臣鞠躬尽瘁的追随翼王。他还说什么了？先皇还说，翼王会夺皇权，不是因为皇位，而是因为皇上不给他们母子活路。他们确实不给王爷活路，想要将我们赶尽杀绝。皇上也太过分。以前他是不敢说这话，但现在翼王已经做了决定，他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燕皇怎么会算到叶墨眼会带龙骨来？龙骨是宗亲王让他去拿的，难道宗亲王也是先皇局里的人？叶墨眼大步走了出来，两手空空。没事吧？出去说。吵什么？翼王，属下发现贡品少了很多，葛公公却不承认。你有什么话说？翼王，老奴没有。翼王，属下看过贡品的账单，是少了很多。将葛公公拉出去杀了。翼王，你不能杀老奴，老奴是皇上安排监管工人清扫皇陵，真要处置老奴，也该是皇上。你私自拿贡品，本王也能替列祖列宗处置你。拉下去。葛言的眼里一闪而过杀意，运起了内力，朝着宋昭玉胸口心脏的位置狠狠地拍去。他飞身直奔向叶墨言。叶希堂双眸一眯，手里的银针刷刷刷的全部飞了出去。葛言闷哼，膝盖一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赶紧将他拉出去埋了，要是死在这里，皇家的列祖列宗会觉得晦气。葛言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敢杀翼王，这是死罪，也用不着等皇上处置了。原来翼王是要故意处死，好逼我动手杀案，你就能名正言顺的杀我。可惜你知道的晚了，带下去。他是不是还有其他准备？先出去。翼王，葛言的死应该很快会传回京城，皇上一定会安排人来。你以为皇上没有别的安排？臣愚昧，一时间想不到。清扫的工人除了葛言，还有其他人是皇上的心腹。本王强行进皇陵，那人估计早就传了消息出去。那我们现在……葛言行刺本王在先，本王杀他是应该的。要面对的是明天来皇陵的人。明天谁会来？太子，其他皇子？明天就会知道。谭将军不愚昧，难怪父皇会选择你。先皇选择臣是臣的荣幸，翼王有什么吩咐尽管提，臣一定鞠躬尽瘁。父皇是什么时候给你安排这事儿的？先皇生病的时候，他私自出宫，悄悄召见了臣，给臣安排了这事。你先下去吧。是，臣告退。宗亲王是不是也在先皇的局里面？你竟然猜到了。所以我祖父的死是不是也在先皇的预测里？他为什么不提醒我祖父？或许我祖父可以不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祖父早就知道君要臣死，但他还是选择赴死。所以我查祖父的死也在先皇的预料中。他以为你父亲会查，会去找本，但没想到是你。他猜到本王会帮忙，会找皇上犯错的证据。查皇上的错，为什么要去找宗亲王？你一定不知道宗亲王为什么进皇家牢房的吧？不知道。当年宗亲王来皇陵监工，出了意外，导致2名祖先的棺椁碎了，他才会被送进皇家牢房。宗亲王是被皇上陷害的。父皇知道他是被陷害的，但是皇上是他的亲儿子，宗亲王跟他抢过皇位，所以他站亲儿子那边，把宗亲王送了进去。父皇是有私心的。是不是等我们回京城，你会替宗亲王平反，将他从皇家牢房中救出来，让他为你所用？继续说。宗亲王肯定会帮你，因为你们有共同的敌人。他会帮本王？你就那么确定？
就算皇叔知道他是父皇的一颗棋子，他还是会站在本王这边。如果不是皇上，他不需要进皇家牢房，他的敌人是皇上。萧家军是皇后娘家，离皇陵不是很远。要是今天收到消息，他们连夜赶路，明早就能到。萧家军来做什么？杀我们？你再好好想想。哼，该不会想旧事重演，像陷害宗亲王那样陷害我们吧？很有可能。不如我们来个先下手为强，走他们的路，让他们无路可走。主意不错。有没有奖励？什么奖励？这主意是我提出来的，难道不应该给我奖励吗？对付萧家军不是本王一个人的事儿，是我们2个人的事儿，没有奖励。你终于把我当自己人了。本王什么时候没把你当自己人了？记住自己说的，别再说什么让我考虑清楚，劝我离开的话。听说你们今天杀人了，这么好玩的事儿怎么不叫我呢？害我错过了热闹。这么喜欢凑热闹？喜欢，不然他在行宫多无聊，这里又没有其他好玩的乐子。明天带你去凑热闹，保证让你看一场精彩的戏。不准忽悠我。我从来不忽悠人，我忽悠的都不是人。娘亲，我们明天能去吗？娘亲，我想去。娘亲，我也想去。明天一起去。你们要去祭拜，这要是千寻也在，那就更好了。翌日，翼王，你们皇陵行宫的厨子这么厉害？厉害！你瞧瞧这些吃食，不仅好看，闻着还香，很多种类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，真的很厉害。确实厉害。能不能把这个厨子卖给我？我想把他挖回去给我的妹妹做饭。琪琪食欲一直很不好，要是有这些色香味俱全的美食，她肯定能够多吃一些，将身体养好。恐怕你买不起。你说多少钱？无价。你也太小气了吧，好歹我救了仙羽，让你卖一个行宫的厨子给我都不行。这次我战翼王确实无价，毕竟他不可能卖翼王妃呀。你做的？没错，是我做的。买你是不能买了，能不能教我做一些美味可口的菜？你个大男人学做菜？男人做菜怎么了？只要我妹妹喜欢，我就乐意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娘亲，你也教我们做菜好不好？以后我们给你做。废欢哥哥对他的妹妹那么好，想到将军府欺负娘亲的人，他一肚子的气，他们才不配当他的舅舅呢。娘亲，我也要学。娘亲，你教我们吧。本王也想学。好了，父王跟我们一起学。娘亲，你一定要教我们哦。好，有空了我教你们。也要教我，教会了我第一个做给你吃。我可不吃，万一吃了拉肚子。你就对自己的教学没那么有信心吗？我是对你没信心，毕竟做菜这个真的不是谁都能学会的。我一定能学会的。都准备好了吗？王爷放心，臣昨晚已经按你的吩咐全部准备好，现在就等着萧家的人过来。出发吧。是。还有其他人要来？你不是想看戏，自然得需要人来登台，否则怎么演好一场精彩绝伦的戏啊？能不能先透露一点？不能。唉，算了，他还是安安静静的看戏吧。翼王，祭拜用的东西已经全部准备好，随时可以开始。属下检查过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带孩子们进去吧。好。他们就是你说的登台的人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我可以免费配合你们演戏哦。我怕你给我找麻烦。瞧不起谁呢？臣萧恒见过翼王。萧公子怎么来了？臣接到京城的消息，说翼王来皇陵祭拜，让臣过来加强防守，免得奸人暗害翼王。萧公子有心了，是臣应该的，只是有些事耽误了才会晚来，还请翼王见谅。他就是太子曾经那个丑未婚妻，也是让姑母进来咬牙切齿的人。